男人正抱着母鸡拜堂成亲，本打算给我冲洗，可惜这个相公命有点硬，直接把人参冲没了，却把我冲了过来。我本是一名特战队军医，在给战友包扎伤口时被流弹击中，再睁开眼就成了古代的柳如云。原主8岁被卖到城里给人做丫鬟，16岁时因为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妄图爬上贵客的床，被主家毁了脸，并打了20板子撵回了家。之后便积郁成疾，加上本来的外伤，眼看不行了，家里人便买了个相公给他冲洗。现在外面操办的正是我的婚事，望着墙上大大的喜字，我不由做了个国际手势。妹夫啊，虽说你是我们家里买来的，但是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。说实话，如云这般只怕也时日无多了，就当了却她想嫁人的最后一个愿望吧。你该做的都做到，日后替如云守孝1年，之后我们就放你自由身。说话的正是大哥柳明人，为人老实，把前身的爬床行为理解为想要成亲，便把准备给二哥娶媳妇的20两银子买了个男人给他这个将死之人冲洗。大哥，我知道的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娘子的。委屈妹夫了。不委屈，大哥不嫌弃我这残废之人就好。残废？那就早点休息，我不打扰你们了。你只管照顾好如云，家里其他事情不用你管。大哥慢走。我把眼睛张开一条缝，只见男人抱着一只母鸡一瘸一拐走了进来，并没有上前来查看我的情况，而是在桌子前抱着鸡坐下，摸着鸡冠若有所思。真的和鸡培养出感情来了。突然，没想到前一秒还是小甜甜，下一秒直接杀妻，不，杀鸡。男人慢慢走了过来，我赶紧闭上眼。原主身体太弱，我现在只能装死。竟然又是你！这是什么意思？进来。主子，委屈您了。卧槽！请问柳家人，你们从哪个犄角旮旯里买了尊大神来？成大使者不拘小节，别人能受胯下之辱，我不过将就一个女人，有何不可？哼！我呸！谁将就谁？死瘸子，还胯下之辱呢？你配吗？拜倒在老娘16群下的人都从城东排到城西了，轮得到你？主子您放心，这件事日后绝对不会传出去，不会有损您威名。呵呵，我这个军医一姐就不要威名了。我这边不用你管了，你先回去吧，做好我交代你的事情。可是主子，您的伤，你留下有用吗？是，主子您保重，属下先回，让安虎留下陪您。好。此人离开后，男子便吹灭了蜡烛，上床休息，还好没做出什么出格的行为来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被男人起床的声音吵醒，我灵机一动，决定逗他玩玩。谁？你是谁？为什么会在我屋里？没来得及穿衣服的男人吓了一跳，剑眉星目，鼻梁高挺，下颌线立体流畅，精壮的上身，纹理分明的肌肉，人线蜿蜒而下，只可惜穿了裤子。长得好看也不能乱闯人家闺房啊。如云，你醒了。听到声音后，家人们都跑了进来，男人连忙穿上了衣服。爹，您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就说大夫都是骗人的，冲洗有用吧？柳明人心疼妹妹，坚持拿出全部家当来冲洗。看到我醒来，比谁都高兴。妹夫啊，你真是我们柳家的大功臣啊！应该的，大哥言重了。昨晚那个心狠手辣的男人仿佛换了个人，一下子变得内敛而害羞了起来。看来奥斯卡欠他一个，不，3个起步的小金人。那鸡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晚上就没了。肯定是鸡给人挡灾了，死得好，死得好。话语间，我打算下床活动活动。男人见状，连忙迎了上来。娘子想下床活动一下吗？我扶着你。我本想拒绝的，但想起那只死不瞑目的母鸡，我这只识趣的猴子，决定先迷惑强敌。有劳相公了。这小两口多好。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吃完饭，大哥开口说道：如云，妹夫名叫陆慈，是镇通侯府的下人，侯府出事后便被发卖了。我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原身要去爬的正是镇通侯的床，只是没想到侯府也出事了，难怪陆慈会说又是你，估计他当时在场。我突然有了种杀人灭口的冲动。妹夫啊，你照顾好如云就行，家里的活计不用你干。不，大哥，家里有什么活你带上我，我做的慢些，但好歹也能帮帮忙。也没多少活，就那几亩地，不过咱家那几亩地还真是极好。地是好地，就是今年的种子还没着落。没想到柳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，又是治病又是买人，家里现在估计就快揭不开锅了，看来得赶紧搞钱。一想到钱，不由想到被气得跑回娘家的嫂子。大哥，你什么时候把嫂子接回家啊？你不用操心这些，没事。妹夫，走，我带你去看看我那几亩宝地。男人们都下地去了，我也回到了房间，突然发现有一团红色火焰闪动了下，我抬起手来，不正是我的医药空间吗？我心中大喜，迫不及待进入了空间，里面各种药物和手术设施齐全。空间，先给我来2颗人参，2盒阿胶，2两虫草，请宿主支付986两。卧槽，我真的谢谢你了，有没有免费的？有，营养水。
那来一打。看来现在真得想办法搞钱，才能动用空间的力量。娘子，我回来了。相公，这么快？我也学着陆慈的样子，温柔的笑道：“不就是扮猪吃老虎吗？谁不会？”刚走不远，大哥就让人喊走了，说是大姐喊他去镇上帮忙。大姐柳云杏嫁给了镇上富户徐家的3代独苗，家有良田几百亩，算是镇上数1数2的人家了。叫大哥过去，多半是大姐想要偷偷给大哥银子。想到银子，我眼前一亮。如果能够把陆慈的腿治好，凭他的容貌和身材，回本不说，肯定还能赚到钱。到时候还把这变态给解决了，一举两得。陆慈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我，看我眼珠子乱转，肯定没打什么好主意。这个女人实在令人讨厌，她是不是在想着圆房的事情？呵呵，想都别想。中午，大哥带回来一袋种子，说是大姐给钱买的。下午，全家男丁们都去地里忙活去了，我就在家里锻炼了起来，得尽早把前世的神力收归己用。一个瘸子一蹦一跳的拉着梨，引来众人围观。谁能想到瘸子还能拉梨呢？没错，这就是家里花了20两买来给我冲洗的相公。大家都对陆慈赞不绝口，我也很惊讶。拉梨不是靠牛的吗？大哥，牛呢？村里不是有牛给各家用的吗？大家都急着用，咱家地也不多，就算了。娘子是心疼我，没事，我有力气。还真是当牛做马。今天妹夫可真的出了大力气，晚上一定好好歇歇。看着满身大汗的陆慈，我不由感叹道：唉，确实是只有累死的牛，没有犁坏的田呀。饭后，我和陆慈便被他们撵回了房间，得想想晚上怎么办。今天可不能装晕倒了。娘子，我初来乍到，要是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的，你尽管说。相公说这话就见外了，咱们不是一家人吗？相公，要不要早点歇着？我故意做出扭捏造作的样子，眼睛赤裸裸地往他胯下看去。说好的胯下之辱，你还记得吗？陆慈嘴角抽搐了一下，眼里流露出嫌恶之色。相公，你是嫌弃我了吗？没有，娘子你想多了，你身体不好，我怕有个好歹，来日方长。那就好，赶紧去找你的方长去吧，老娘可要先睡了。那就早点歇着吧。我做出恋恋不舍的样子，直接上床睡了。不一会儿，你们就别来摩擦我智商了。娘子，我没有作声，陆慈走了过来，把什么东西放到我鼻下。卧槽，麻药！我连忙屏住呼吸。进来。主子，这是一只金钱豹幼崽，谁把它养大，它就认谁为主人。哪里来的？属下从蛮夷进贡的贡品里发现的。下次不值当为这些小事去冒险。是，属下今日跟随柳明人去了徐家，听柳云杏和他说，不许他去官府办理您和那个女人的婚书。那正好，你就不用管了。你最近也别再来了，我觉得这个柳如云有点邪性。说冲洗冲好了，陆慈不信。我从前野心勃勃，愚蠢冲动，现在装的乖巧懂事，日后还不知道要装出什么样子。主子，您委屈了。哼，你们够了，能不能换个说辞？来人离开后，我也放心的睡着了。陆慈躺下却没什么睡意。我的20两银子啊，不行，早晚得把陆慈卖了，赔钱也得卖，要不早晚是拖累。陆慈知道我在说梦话，顿时面黑如铁。好，很好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被什么东西惊醒，我睁开眼，不正是昨天晚上安虎说的金钱豹吗？好乖乖。就在这时，陆慈走了进来。相公，跑来一只小野猫，好可爱，我想养着它行吗？当然可以。他出门之前明明把这小东西放到香笼里呢，不知道他怎么爬了出来。那我给它起个名字吧，就叫包子，怎么样？包子，豹子。陆慈心里一惊，很好听的名字。相公喜欢就好。包子，走，娘带你去要点羊乳喝。原主真是太废柴了，昨天锻炼了1个时辰，就全身酸痛，腿也疼得厉害，走路的姿势就有点怪异，刚好被院子的娘亲看到，高氏不由感叹道：哎，看来这个瘸腿女婿有点货呀。接下来的几天相安无事，男人们都在地里干活，我就在家里闭关修炼，在营养水的帮助下，加上原身的神力，感觉比前世还厉害了些。次日，我偷偷来到山上，想着凭借前世的野战经验，设个陷阱，逮个野鸡野兔的应该问题不大。我做好陷阱，然后又去砍了些柴，路上遇到了一些五颜六色的蘑菇，但是不敢去采，怕直接让全家躺板板。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中午，咱们得回家了，要不家里人得着急了。走的时候，我又来到了设陷阱的地方。卧槽！陷阱里竟然有一只野猪，把野猪拖出来才发现，这倒霉的野猪掉下陷阱的时候，竟然摔断了前腿。砍好的柴火我也没拿了，直接拖着100多斤重的野猪下了山。下山的时候遇到了村里的张屠夫，见我拖着野猪，死乞白赖的非要买。我不知道价格，打算回家找娘亲估价后再卖，免得吃亏。另一边，陆慈身体不便，柳家人便让他提前从地里回来。他走到房子拐角处，突然听到一阵熟悉的声音传来，
不就是断了一条腿吗？又不影响什么，你这个价格太低了。正是我的声音。陆慈想到我昨晚的梦话，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。二姑娘真的不少了，2两银子，这也就是平时见得少，我也想卖到城里富贵人家去，所以才给你提了价。陆慈脸色变得更加难看，他就值2两银子，这简直是他生平所受过的最大耻辱。那行吧，2两就2两，你等等，我进去收拾收拾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收拾。你收拾？我当场愣住，今天也不热啊，这人怎么满脸通红？我收拾，不用你。你行吗？陆慈听到这句话后，脸色越发难看。对了，男人不能说不行，那就有劳相公了。于是我带着陆慈来到照壁后，指着还在苟延残喘的野猪道：“麻烦相公给他收拾干净，交给张屠夫吧。”陆慈一愣，没想到我指的竟然是野猪。草率了。没办法，自己装的逼，跪着也得爬完。傍晚，柳家男人们都回来了，听我捡了头野猪卖了2两银子后，又欣喜又心疼。你这身子刚好，怎么不好好歇歇，让你大哥二哥他们去就行了。就是，不过如云运气好，等改天不忙的时候，带你哥哥们也上山去撞撞运气，说不定咱们很快就能赚20两银子，把翠儿给接回来，再给明义娶个媳妇。大嫂的症结在于那20两银子带来的希望破灭，大家都很清楚。娘，我不着急。二哥害羞了，二哥害羞了。哪有？饭后，我溜进娘亲的房间，借着撒娇亲近的功夫，偷偷摸了摸娘亲的脉象。娘亲患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，只要打1针就能根治，只是那药的价格有点贵，得抓紧搞钱。没错，我来自2866年，那时的生物制剂已经非常成熟了。娘，我刚成亲，想要买些东西，那2两银子我就先留下了。虽然娘亲不是很高兴，但最终还是答应了。我揣着2两银子安然入睡，想着先找到患者，然后用银子去空间兑换药品，给人治病换钱。有了钱，那就更好赚钱了。小二上大肘子。哼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我就是要吃2个。初喜，你好好做你的丫鬟，不要爬床。现在留在周家，天天都有猪肘子啃。买了个相公来冲喜，相公身份不简单，新婚夜直接将和他拜堂的母鸡杀了。我正看着剩下的母鸡若有所思，刚好被路过的娘亲看到。你成亲的时候冲喜冲掉了我的1只下蛋母鸡，现在就剩下3只了，你可别再打主意了。咱家的零花钱都指着从鸡屁股里抠呢。最近天天吃野菜，吃的我是一脸菜色，得搞钱，啃大猪蹄子。娘，我在周家的时候看了一些医书，打住，大夫都是骗人的。如云，我跟你说，家里是穷，但再穷咱们也不能骗人。娘知道你着急找钱，但是咱们得找正道。村里人都不信大夫，就你爹信，说什么子什么，怪什么神的。子不语怪力乱神。对对对，可是你看怎么样？娘这么多年病没治好吧？你也是，后来还不是跳大神好了？反正我是不信大夫。我好像找到了一条路子，回头把药掺到符水里给患者喝下去，最多多个拉肚子的副作用，丹药也喝下去啦。对，我柳如云郑重宣布，我在古代的大神之路，不对，跳大神这路就此开始。晚上看到坐在我对面的20两银子，我开口问道：“相公，你会写字的吧？”“那你的字写得好看吗？”“尚可。”“哦。”陆慈等待着下文，但迟迟没有，还是忍不住开口问道：“娘子问这个做什么？”“没什么，我也会写。”我在想，抄书是不是也是一条搞钱的路子？但得先找到商机。次日，我带着陆慈来到了城里，看到繁华的闹市，不由想起了前世白马会所的家禽们。我先带着陆慈去了书肆，打听抄书的事，可是人家要求本人在书肆抄写，就像上班那样，还要收一笔不少的押金。陆慈顿时感受到我的目光在他身上打着转，不怀好意。这个女人不会要把我留下抄书吧？相公，娘子，我很想留下赚钱给你花，可是不管吃住，得找地方住，还得买饭吃，不划算。陆慈的眼神恋恋不舍地看着我，这贤惠卑微的上门女婿的作态拿捏的真是得心应手。不过他说的倒是实话。从书肆出来，闻着香气四溢的肉包子，我们迈不动了脚步。客官，要不来几个？看这样子就不好吃，走了。最后，我们来到了城里卖药最贵的老字号药房德仁堂的门口，决定就在这里钓鱼了。就这样，2个时辰过去了，一个穿着绸缎衣裳的中年男子急匆匆地跑进了医馆。安老啊，您看，我这不是亲自来请您的吗？您就去给孩子看看吧。男子老来得子，孩子才2个月，经常没来由的哭闹不止，大夫已经去看过好几次了，认为没什么问题。小孩哭闹不是很正常的吗？王老板，没看我这里忙着吗？你要是实在不行，回去贴符纸去吧。早就贴了，不好用才来找你啊。听到这里，我心里一笑，财神爷不是来了吗？
这位老板，你的符纸一定有问题，所以才不好用。王老板打量了我一番，当他目光落在我脸上的伤疤上时，就有种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敬畏。这位仙姑如何称呼？我差点没忍住笑场，没想到回到古代，一下就成了仙女，虽然是老仙女。好说，我娘家姓柳，咱们还是出去借一步说话。好好好，花3、5个钱就当积德行善，有些人不要被人当傻子了。哼，谁能给我儿治病，我就给谁钱。来到外面，男子拿出商人精明的一面，一边客气一边警惕地说道：柳夫人，不见到成效我不会给钱。那是自然，先带我去看看吧。来，这边请。王老板见陆慈也跟了上来，不由问道：这位是？我相公。王老板脸上有些迟疑。您相公的腿。我面不改色，大脑飞快地转动起来，然后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。我泄露天机太多，老天惩罚我，他心疼我，就替我挡了灾。王老板将信将疑，最终还是相信了我。来到王老板府上，我认真地给孩子检查了一番，这不就是肠胀气吗？只要活动疏通肠道即可，药都不用吃。仙姑可有什么法子？我一本正经答道：其实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你家祖宗盼你生儿子盼了太久，所以着急来亲近孩子，把孩子吓到了。那怎么办？我故作高深，叹了口气说道：唉，天机不可泄露，你看我相公的腿。王老板识趣，立刻取出10两银子放到桌上。仙姑，只要您能帮上忙，这10两银子便是我孝敬您的。感觉划不来，划不来。王老板咬咬牙，那20两。我心里一笑，原来赚钱这么简单。我做出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。唉，那我就再让相公受点罪吧。这个女人不去唱戏真是浪费了。我握住孩子的2只小脚，往肚子上蜷，然后往后拉，嘴里振振有词地念道：走走走，赶紧走，别小看孩子。如此循环往复了几10次，孩子竟然神奇的不哭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放屁了？没错，只要放屁，那就证明肠道通畅了。俗气了，俗气了，这是孩子被唤醒了自我意识，在对抗亲近他的老祖宗们。陆慈嘴角狂抽，放屁熏走祖宗，你可真敢信口开河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孩子就是不哭不闹了。我也顺利拿到了20两银子。再次路过包子铺，突然又感觉这肉包子看起来挺好吃的样子。相公，我请你吃肉包子。老板，来20个肉包子。娘子真的好厉害。想他这辈子没有拍过谁的马屁，万万没想到，他所有的好话都说给我这个女人听了。相公啊，我都不好意思说，前几天我做梦，不是梦见自己在金山银山上，而是在肉包子里。我知道你那嘴一做梦就没把门的了。不过总熬夜听的话，身体也熬不住，所以他最近听的少了。娘子吃苦了，日后我赚钱了，一定让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。烧给我吗？谢谢，不用了。包子端了上来，陆慈狼吞虎咽了起来。很快，14个肉包子进了陆慈的肚子，我不由一惊。娘子不喜欢吃吗？说完，陆慈捡起包子，直接塞进了嘴里。之后，我们便去买了些米面和一条肉，往回走去。走到一个巷子处，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哎呦，这是谁呀？”偶遇前生死对头，到底谁会更胜一筹呢？去上集，买了些米面和猪肉后，我们便往回赶。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哎呦，这是谁呀？”来人正是周二公子身边的大丫鬟青瓷。她抬手扶了扶头上的鎏金银钗，说道：“如云姐姐，这么巧，那真是怎么说来着？冤家路窄。这话说的多难听呀！好狗不挡道，你要是再啰嗦，我就不止说的难听了。哼，没想到姐姐那么要脸面的人，现在混得这么惨。再惨好歹是个人，不像有些人给人做狗还做出了优越感来了。你滚开！”这个青瓷从前就是原身的死对头，两人互掐，菜鸡互啄，因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那就是做周二的姨娘。显然是青瓷笑到了最后。娘子，走吧，不值当和这种人生气。下次出门记得先看看黄历，免得遇到疯狗。你嫁人了？想到我才被撵出去几天就嫁了人，相公还一表人才，他忽然妒忌起来。怎么想随礼吗？那也不晚啊。你相公知道你以前勾引二公子的事情吗？知道你爬贵人的床才被撵出府的事情吗？知道啊，可是相公说了，不管我过去做过什么，现在都是他的梁子，说是他手心里的宝。陆子也看出了其中的端倪来，配合的说道：“娘子吃过那么多苦，以后我要好好疼爱你才是。”哼，凭什么？他柳如云凭什么能有好日子过？相公，咱们走。我们也不再理会，便起身离开。青瓷发现陆子走路一瘸一拐，大笑了起来。我说呢，原来是个瘸子，柳如云，你终究只能嫁个残废。
以为还是从前在周家，我打不得你，竟可以试试，是你嘴硬还是我巴掌硬？你娘子，下次让我来，小心手烫。青瓷刚恼羞成怒，想要骂人，忽然撞到陆慈的眼眸，锐利如鹰隼，冷冽如冰河，杀机四伏，硬生生把话压了回去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二人离开。呸呸呸，真晦气！娘子不要生气，和这种人不值当。一个丑八怪，一个瘸子，等着吧，这是没完。另一边，陆慈还是忍不住开口问道：“娘子，二公子是谁？”我不由一愣，小浪入戏挺深啊，还真把自己当成我相公了。周家的二公子，从前我想做他的姨娘，不过是我眼瞎了。我很坦然，毫不回避，一下把陆慈整不会了。相公不会介意吧？不介意。那就好，否则你也得忍着。娘子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咱们回家吧。刚到村口，小侄女便迎了上来。哈哈，小秘密，是不是知道小姑姑给你买好吃的了？小姑姑，祖母让我在这里等你好久了。家里出什么事情了？大姑姑回来了，在家里和祖母吵。我不由一愣，虽然前身有些关于大姐的回忆，但是我自从好了之后，还没见过这个记忆中盛气凌人的大姐。祖母说让你先别回家。原来大姐的怒气是冲着自己来的。大姑姑说家里的银子是给二叔娶媳妇的，要二叔把小姑账退了。我忍不住看了陆慈一眼。我知道娘子并没有那样的心，也不在乎外人说什么。我有，但是我不敢说。大姑姑说退不了就卖了，二叔说卖不上价，估计还得倒贴人家20两。我虽然极力在忍，但最终还是没忍住。开玩笑的，祖母说让我去哪里躲。小家伙吃惊地看着我，因为在他的记忆中，两个姑姑吵起架来，就像要把屋顶掀翻一样。怎么了？祖母说小姑姑肯定不会躲，要回去跟大姑姑吵架，让我跟你说完就赶紧跑回家，偷偷喊我爹出来拦着你。那我现在还要不要回去告诉我爹呀？祖母有没有说让你爹把我带到哪里去躲着？去老宅子。行，那咱们就去老宅子。小姑姑，你真的不去和大姑姑吵架吗？不吵了，走，你跟我去老宅子，我给你买了好吃的糖和点心。如果是前身，肯定要回去吵个天翻地覆。但现在我这个柳如云已经换了个心。回到老宅子，我拿出糖果给小家伙。妮妮，你回去盯着点，什么时候大姑姑走了，告诉我一声。小家伙接过糖果，开心的跑了。陆慈打量了四周，开口说道：“娘子真的打算在这里住下？”与其大姐回来一次我躲一次，不如收拾收拾这里住下。而且咱们都成亲了，该自立门户了。怎么，相公不愿意？我都听娘子的。行，那就一起收拾吧。另一边，小家伙开开心心拿着糖果跑回了家，刚好被柳云信看到。秘密，你哪里来的糖？老宅子就在新房子背后，我听到大姐的声音，知道避无可避了。我过去一趟，把话说清楚。我陪你去。我们一前一后回到前院。姐姐这是闹什么？爹娘把你生出来，养那么大，什么好东西不是紧着你先来？是，当初是把你卖了，可是有什么法子？难道要眼睁睁的看着娘去死吗？你说我们对不起你，好，可是后来拿银子去赎你，是不是你自己昧着良心把银子收下，却又舍不得离开？大姐性子刚烈但不坏，当年娘亲生病，掏空了家底，为了徐家那彩礼钱，大姐15岁就嫁到了徐家，后来实在没办法，就把我给卖了。你看看，你买了个什么东西？爹娘非但得养着你，还得拖拉这个废物。柳如云啊，柳如云，柳家上辈子到底欠了你什么？你要这样来报复柳家？幸不怪如云，是娘，都是娘拖累了你们。娘，您最大的错就是生了他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，当初就应该把他溺死在尿桶里。退了，把人给我退回去。退不了。退不了就撵出去，家里还要添张嘴不成？死了之后你还得给买棺材，你媳妇要不要了？姐姐，买都买了，要不先把人留下吧。虽然我也想撵走陆慈，但是不敢，不知道陆慈在侯府到底是什么角色，侯府到底能不能崛起。陆慈肯定是个记仇的，不弄清楚这些不敢把人随便撵出去。留下？你还想着留下？今日你若非要留下他，那就跟他一起滚，滚出柳家。幸，别那样说你妹妹，你就这么一个妹妹啊？我没有这样的妹妹。姐姐，你听我说，我滚，你给我滚，我走就是。不许走，幸，你太过分了。爹，我原本也是要搬出去的，只是之前成亲的银子要还给家里。说话间，我掏出20两银子放在桌上，众人大惊。如云，你哪里来的这么多银子？好孩子，相公给你留着不退，这不正当的事情我们不能做呀。娘放心，这钱来的很正正当当。接着
我当着全家人的面把这钱的来历说了出来。你会看事，你这分明就是骗钱。你们放心吧，那王老板的孩子确实好了，也是提前说好的。虽然这银子来的偶然，却真是我赚来的。不信你们可以问相公。娘子没撒谎。大哥，拿着银子去把大嫂接回来吧。我本打算成亲后我就和相公搬出去住，家里先借我点锅碗瓢盆和被褥，暂时让我在老屋住着就行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姐姐觉得呢？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，姐姐觉得我搬出去还不够的话，想要我怎么办？大姐被我问得哑口无言，隐约感觉我这个妹妹真的变了。娘，我今天买了点猪肉和米面，晚上咱们吃顿饺子。我就先和相公去收拾房子去了。放下东西后，我们便起身离开了。柳家人见状，也纷纷跟了上来去帮忙。相公，你觉得硬吗？我问你硬吗？我不知道。续上集，次日一早，大哥便带着孩子和银子去接大嫂去了。老屋子也在众人的帮忙下收拾了出来。高氏摸出一块碎银，偷偷塞给了我。要置办的东西多，你拿着。大姐给你的。对，大姐私底下没少补贴娘家，对我的气也就是对原身的恨铁不成钢。娘，以后还是少要大姐的银子，这样她自己在徐家怕是要受委屈。您的身体，我想办法。你有办法？如云，你是不是看出了什么脏东西？我就是说嘛，我这不是病，应该找个神婆看看。昨天的那番话让高氏肯定了自家出了个开天眼的，非常相信我的话。我道行还不够，娘，咱们慢慢来。好好好，娘都听你的。晚上看到坐在炕上的陆慈，我傻了眼。这个家没床啊，一铺大炕倒是宽敞。我们一人一边，包子睡中间。躺到大炕上，我感觉浑身不舒服，这炕实在太硬了。相公，你觉得硬吗？陆慈没有回答。我问你硬吗？我不知道。这个问题显然不好回答。该不会是个傻子吧？谁傻谁知道。我不再理会，反正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傻子。包子钻进了我的被子里，伸出小爪子挠我痒痒肉。别闹，别闹，好了，真不要碰我了，我要生气了。好了，该睡了。陆慈拿出了麻药。你大爷！我成功装死后，陆慈叫道：“进来吧。”主子，其实属下可以再等会儿的。我是那种人吗？我看得上他吗？属下知错。你俩去死吧！说正事。张嬷嬷带信来说侯爷已死，不要再提。通天侯死了。什么侯来着？反正是他们的主子，他死了，是不是树倒糜孙散？陆慈他们也没指望了。那陆慈会不会赖着不走？万万不行，在这里靠脸吃饭不行，绝对不行。钱川这几日应该会到，张嬷嬷让他跟着您。胡闹！绝不接受，一个人吃白饭就算了，还想带人来？哼，做梦！那日偷听我们说话的人找到了吗？属下无能，还没有。继续找，找到之后斩草除根，宁肯错杀，不能放过。儿子别叫，你想要你娘的命啊！是主子，这金线豹您养熟了吗？是个傻的，不用管了。那属下他日再为您寻找一只。不必花费心思在这些地方，日后再说。从二人的对话中可以得知，他们在找什么人，想杀人灭口。感觉陆慈身边强敌围绕，那我这条可怜的小鱼会不会被殃及？先不管了，继续锻炼身体。次日，我背着背篓上了山，沿途挖了些野菜，然后来到我设陷阱的地方。只见一个胖乎乎的女子提了只野兔。胖丫，这是我下的套。胖丫姓刘，今年15岁，长得又高又壮，家里只有一个体弱的大哥，他便决定自书不嫁。前身和胖丫倒是没有交恶。就凭你？就凭我？我也是讲道理的人，你现在做个套，我看看，能做出来我就承认。好，我立即在胖丫面前做了套。原来是这样做的，我会了。感觉我才是那只中了套的兔子。果然还是城里人懂得多，我不白学你的。等以后我套到第一只猎物送给你。我有点喜欢他这爽朗的性格，连忙说道：“不用客气。”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这就回家取绳子，去旁边试试。你放心，我会做记号，和你的分开。说完便一溜烟的跑了。回去之后，我坐在院子里处理野兔，陆慈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灵巧的手指和利落的动作，我也没有特意去隐藏，那样太累。娘子真厉害。从前在周家的时候，在厨房待过2年，所以这些都会。这个女人一看就是拿惯了刀的，处理兔子的手法又快又准，在厨房待2年就能练得出来，除非天天杀鸡。前世我在成为全科医生之前，可是在男科轮值过半年，要不要试试我的手法？就在这时，铁蛋捧着什么东西跑了过来，直接钻进了陆慈怀里。看来陆慈的小孩缘还挺好的。铁蛋，你拿着什么呢？铁蛋没有回答，只是和陆慈窃窃私语。下午，我来到河边，遇到了正在洗衣服的大嫂。大嫂在家里是个贤妻良母，孝顺的儿媳，
只是对我很凶。不过这是钱身自找的。那不是你那讨人嫌的小姑子吗？听说前些天把你都逼回娘家了，还是你有主意回娘家，这不就把她撵出门了吗？王翠花，你那嘴有没有把门的？听风就是雨，瞎说什么？可大家都是那么说的。人家说屎是香的，你怎么不去尝尝？挑拨离间，不盼着人好是不是？我回娘家是因为我娘不舒服，我婆婆人好，让我回去照顾我娘。我小姑子是嫁人了才搬出去，怎么到了你们嘴里香的也成了臭的了？我不由一笑，这个长嫂也是个有意思的性情中人，在家里就算闹翻了天，出门也要拧成一股绳，不能被外人看笑话。我喜欢能处。我刚回到院子，只感觉小腹疼痛，有什么东西流了出来。我操，亲戚来了！娘子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我小日子来了，肚子疼。陆慈一愣，没想到我会如此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，脸色一下子就跟个猴子屁股一样。那我去喊岳母过来，还是我能做点什么？你去烧点热水吧，我想喝热水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我爬到炕上，摸到被子里有个圆滚滚的东西，竟然是个鹅蛋。相公，这是你放的蛋吗？我很好奇，为什么要放在被褥里？不是我的。那是谁的？总不能是这炕下的蛋吧？是铁蛋的，我答应给他保守秘密。我想起铁蛋之前鬼鬼祟祟的样子，现在有点明白，也有点糊涂。他捣鼓这鹅蛋做什么？他要孵小鸡。鹅蛋孵小鸡，相公，你责任重大，可得尽心尽力看好你的蛋。我脑海里浮现出陆慈像只老母鸡一样蹲在蛋上的样子，实在憋不住了。这一笑，身下又翻完了。你睡一会儿吧。我要是再不闭嘴，估计他得疯了。一个男人正在河边洗染了月氏的裤子，惹来身边婶子们的议论。这可是在古代，无疑会上村里的头条。没错，这就是花20两买来的相公。我出来时便看到陆慈正在晾晒洗好的裤子，纵然我的脸厚3尺，也不禁红了起来。娘子，怎么了？是我哪里不妥当吗？你舒服些了吗？好多了，我的衣裳以后不用你洗。没事，我有力气，总要找些力所能及的活，不能让娘子把我给卖了。到了晚上，看到被子里的蛋，我又忍不住想笑了。相公，记得你的蛋，你答应了铁蛋的，可得做到。小孩子玩闹，只是不忍让他失望。回头如果鹅不是太贵，就给他买一只。我还有几文钱，不知道够不够。你哪来的钱？大哥给我的。大哥说，男人不能没有钱，就把他私房钱分了1半给我。那是多少？5文。你花吧，花了我给你补齐，让你一直保持男人价值5文钱的尊严。多谢娘子。想到钱，我不由沉默了起来。现在全部家当就只有1两银子了，得抓紧搞钱，不然吃块肉都得心疼。娘子可是有什么心事？你白日睡了，总不能现在又困了吧？我在想明日要不要进城。我身上不舒服，又没有姨妈巾，而且城里可没有什么公厕，很不方便。娘子是担心遇到州府的人。我担心我自己。娘子是还没有放下。天下帽子那么多，你怎么就非得喜欢绿色的？陆慈一下子反应了过来，是我的错，可能心里到底有些吃味了。你吃个屁！你会在意我？你以前的身份肯定比周二公子贵重多了吧？通天侯府啊，多厉害！是镇通侯府，反正是侯府，比周家强多了吧？陆慈没有回答，快速把有关我的一切关联了起来，最后得到一个结果：这个娘子不简单。娘子知道我在侯府的身份。坏了坏了，你可千万别说，我不想知道那么多，我想多活2天。知道啊，你不就是被侯府发卖的下人吗？不过说来还是我高攀了，周家可不如侯府。娘子怎么不想？我就是侯爷呢。完了完了，那我做梦肯定也是先梦见自己是9天仙女下凡。都是做梦，就做个大的，而且靠自己多好。呵呵，娘子真幽默。我还是有点不舒服，先睡了。36计，装死为上。在我成功睡着后，外面的野猫又叫了起来。柳如云会不会是别人派来的细作？属下觉得不至于，但是他身上有功夫，确实有点嫌疑，特别是他的刀法又快又准。看来都是兔子惹的祸呀，大意了。次日，陆慈照旧吃得很香，看着对面的影帝，我这个影后还得加把油。相公，米缸空了，油也没了。那明日去买。买东西要花钱的。娘子那里不是还有1两多银子吗？混账玩意儿，竟然敢觊觎老娘的存款，忘了家庭地位了是不是？我说的不对吗？那花完这些银子呢？原来娘子是在为银子发愁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娘子不用过于担心。是有路，绝路呗。娘子，我正好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，可以吗？你说。是这样的，我有个儿子，想把他接来。陆慈可是年方20的黄华归男，他口中的儿子也并非真是他的儿子，那会是他的什么呢？容我想想。
我是不是长了一张包子脸，还是对你太好，让你飘了？吃又吃得多，还想带个拖油瓶，之前成家了都不告诉我，真当我是傻白甜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有个儿子。不是，上一句。是这样的。再上一句。我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哼，我不舒服，先回去歇着了。你把碗快刷了。接下来的几日相安无事，陆慈也没再提及此事。烦人的亲戚总算走了，我决定进城再去碰碰运气。刚出门就遇到胖丫提着一只兔子来了。之前和你说好的第一只猎物送给你，谢谢你教了我。不必，拿着，教会徒弟饿死师傅。没想到你竟然肯教我，这是给你的谢礼。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说。看着胖丫诚恳的态度，我也只能笑纳了。我们算朋友了吧？那你能不能先借我点银子？看来我真得好好反思反思了，平时到底是怎样表现的？为什么一个二哥都觉得我是傻子？不能，我猜你肯定也没什么银子，毕竟才刚搬出来。没关系，我自己再想想办法。对我来说，男人能借就是不能借银子。哈哈，你这说法好，咱俩果然是朋友。男人那玩意我也不稀罕，要不我干嘛自书不嫁？我尼玛，这躺着也能中枪。其实我有银子，我攒了好几串私房钱呢。这么厉害，你这是考验朋友呢？没看出来呀，还挺有心眼的。还行吧，本来有2两的，但后来都偷偷给我外祖母花了。她腿疼，看大夫总也看不好，我想着借点钱去县城给她看看，有钱底气足。原来是这么回事，你眼前不就有个赛华佗吗？这个说不定我能看，但我今日忙着进城，改天有空带着你外祖母来找我。真的？不敢肯定，我是说可能。那也行，谢了。胖丫高兴地走了。娘子深通阴阳，真是好生厉害。一般，不及相公。论阳奉阴为，你可是老阴阳师了。娘子真不要我陪你去城里？不用，相公腿脚不便，还是留在家里好。我不由看向陆慈的腿，只感觉他这腿瘸得有点蹊跷。不过他哪条腿瘸了，好像都与我无关。进城之后，我先来到王老板家里，了解了一下孩子的情况，顺便请他帮忙宣传，然后来到热闹的大街，人来人往，只可惜找不到银子，赚钱太难了。来到茶楼外，却吃到了一个惊天大瓜。听说那镇通侯不好交额，却喜男人，太子良娣为此忧心忡忡。卧槽！我突然觉得自己知道陆慈在侯府是什么角色了。难道他是侯爷的枕边人？那他的儿子是哪里来的？难道是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，偷偷在外面和别人生的？刹那间，我脑洞大开，各种狗血的想法应有尽有。对了，太子妃怎么了？侯爷和太子良娣又有什么关系？这个还不知道。看来贵圈真的很乱。我来到城里的富人区，说不定能碰碰运气。忽然耳边传来一阵破空声，卧槽，有暗器！谁说只有美女才能靠脸吃饭？我这个被毁了容的丑八怪一样也可以。续上集，本想来富人区碰碰运气，却被什么东西击中。我低头一看，原来是个鸡毛毽子。对不住，这位姑娘，你的脸上的伤疤原本就触目惊心，现在脸颊又被擦得通红，委实有几分吓人。不哭，没事，老奴在，小主子不怕。原来几个丫鬟带着孩子在外面踢毽子，把毽子踢到我脸上来了，人家都道歉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下次小心点。婆子怀里的孩子也哭了起来，不过她哭的时候不像别的孩子，只紧紧攥着婆子的衣裳，怯怯地看着我，眼泪滚滚而下，看起来挺招人疼的。别哭，我没事，下次小心点就是了。我仔细打量了一下孩子，长得挺好看的，和陆慈一样，都是剑眉星目，倒有几分相似。我笑笑说道：“不过就算是不小心，你是不是也该跟我说句什么呀？”这位姑娘，请不要吓到我们小主子。我立刻感受到了来自高手的压力，这个丫鬟身手不错，没想到小县城也卧虎藏龙。姑娘，你的脸没事吧？翠微，给这位姑娘压惊，实在对不住了。我还没明白怎么被压惊，手里就被这个丫鬟塞进了一块银子，估摸着有2-3两。哇！要不让小公子再踢一次，不然这么多银子我拿着不安心。姑娘还是早点离开吧，要不我们小主子会害怕的。收人这么多银子，我总觉得心里有愧，不由多问了一句：“这孩子是不是有点什么？”似乎有点未开智。没什么，挺好的。您留步，我无意窥探府里隐私，只是觉得或许有什么是我能帮上忙的。请问姑娘是哪家的？做什么的？我是给人看事的。那慢走不送。说完便抱着孩子离开了。有意思，回到古代竟然还能遇到无神论者。我没再理会，也转身离开。姑娘请留步。正是刚才那个叫翠微的丫鬟去而复返。完了，她该不会要把银子要回去吧？姑娘，刚才多有得罪了。没事，只要别把银子要回去就行。又找姑娘，是想问您刚才说的事情。
说话间，翠微又拿出银子递了过来。我虽爱财，但得取之有道。翠微姑娘，我的意思是可以给小公子看看，但不一定能帮得上忙。我家小主子自出生就听不见声音，天生耳聋的孩子，心智发育也跟不上，因为没有输入，难有输出，这就有点棘手了。可以通过植入人工耳蜗，但是需要手术，而且价格恐怕也是天价，仅一面之缘，人家也不可能冒险。姑娘能否帮忙看看，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？她的母亲是极好的人。这和人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呢？上天要让谁难过，还需要理由吗？这个我怕是帮不上忙，不过他这般应该不会说话，你们可以尝试让他看你们的嘴型，慢慢教。还有，以后也别相信什么神婆了，没用的。翠微一愣，我不就自称神婆吗？如此就多谢姑娘了。回到家，看见陆慈正在门口等我。娘子，你的脸怎么了？拿脸赚钱去了。别说笑了，疼吗？不疼，被别人踢毽子踢到了脸上，结果给了我2两7钱银子。我去岳父那里要点药油来。不用。不疼吗？想想2两银子就不疼了，相公觉得值不值？下次让我去。那可不行，相公这张脸倾国倾城，我可舍不得。倾国倾城可不是用来形容男人的。我低下头，发现陆慈身后跟着一只黄不拉几的小鸭子，这是相公孵出来的大鹅。他今日自己就破壳而出了，可喜可贺。陆慈一点也不知道哪里可喜可贺了。我把他送去给铁蛋，他不肯留下，像要杀了他下锅一样，无奈只能带了回来。挺好，半年后来个铁锅炖大鹅。吃饭的时候，陆慈开口说道：“娘子的脸还疼吗？”怎么，你还想补一巴掌？有点疼，但是银子也很香。家里很缺银子吗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我要是有银子，能拿脸换钱，还这么高兴，我到时候就直接拿银子砸别人的脸上。主要是你吃的有点多，喂养起来有点费力。可惜我腿脚不好，不能帮娘子分担。哼，你不提这茬，我还没那么生气。你腿脚到底好不好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跟谁装呢？前几日我和娘子提过，想把孩子接到身边来。相公的意思是我养活你吃力，再来一个我就能省力些呗。请问你儿子多大了？让我想想，今年4岁了。喂，大奶！连儿子的年龄都得反应半天。我能养的只有生我的人和我生的人，别人的不行。这孩子坐拥很多财产，非但自己衣食无忧，还可以养活我们2人。你都被流放了，你儿子怎么还能带着财产全身而退？陆慈没有马上回答，似乎在思考什么。我要听实话，你说一次谎，以后就得用许多谎来圆。我虽然笨，但迟早也能发现。他外家的钱，我不由一惊，合着陆慈这是带着后面的妻子去吃前妻的软饭。那你的娘子愿意？你就是我娘子。你原配？没有原配。我愣了一下，是因为原配没了，孩子带着东西来投奔我吗？也不对，既然他有钱，为什么还要卖身呢？他们可以给你赎身啊，给我20两，你自由了，我也有钱了，皆大欢喜。娘子怎么能这般想我离开呢？我们既然已经成亲，贫妇都不能让我改变初衷。求求你改了吧，咱们瞎凑合什么呢？完全不是一路人。我只是想把他接来放在我的眼皮底下，至于其他的事情都不用娘子操心，我们每月吃喝由他来管。不行，我不想占便宜，也不想卷入你们的事情之中。如果他在村里安家，你可以随时去看他，但我不参与。那就再说吧。说来也奇怪，晚上做梦的时候，居然梦见白日里看见的小孩来找陆慈。你是来给你爹赎身的吧？不是，家里穷，赎不起，我是来陪着我爹的。卧槽，原来是来吃白食的。没关系，不用赎身银子，不耽误你们父子团圆了。快走吧。那不行，我还没有回报娘子，不能一走了之。你什么都没有，怎么回报我？总不能是以身相许吧？未尝不可。别人用过的男人我不稀罕。我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在练功夫。娘子，如果右手变成长拳，是不是更好一些？相公，你也会功夫？你功夫怎么样？尚可。其实我对古代的功夫并没什么概念。相公，我听说有的人一下就能跳到墙上，甚至是屋顶，真有这么厉害吗？那不算厉害，只是寻常而已。原来轻功真的存在。那相公，你会吗？之前可以，不过现在……陆慈低头看着自己的左腿，有些黯然。装吧，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那相公能教我吗？可以。什么时候？随时。要不就现在。遵命。娘子，屋里请。休息内功，我们习惯在床上。我忽然怀疑起来，这厮到底是认真的，还是在调戏自己？咱们在炕上试试。试试就试试，谁怕谁？我盘膝坐到炕上，陆慈也把门窗紧闭。大白天的为什么要关门？内功心法都是不外传的，隔墙有耳。那交给我，算内传。
夫妻本一体。提你个大头鬼！娘子，把衣裳脱了，脱了外裳就行，一会儿会很热。我将信将疑的把外套脱了下来，按照陆慈教的方法吐纳了起来。很快，1个时辰过去了，感觉并没什么卵用。相公，没什么感觉啊？这可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，娘子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可以多试试。合着这玩意儿还得日久生情呗。如云，如云，你在家吗？外面忽然传来胖丫的声音。在呢。我连声答应，连忙从炕上下来，一边系着带子，一边出门。我来的是不是时候？我一下反应了过来，大白天门窗紧闭，2个人在屋里，自己又系着衣裳出来，要是真的干点什么就算了，问题是什么都没做。是不是时候你都来了，进来吧。我给胖丫的外祖母把了把脉，然后又检查了一下腿，小毛病。你等等我。借口上茅厕来到了空间，买了药，顺便要了清单，总不可能每次都传送进来询问价格。3串钱有吗？胖丫点了点头，从怀里掏出3串钱。你先回去，我晚上做法，明天把东西送给你，给你外祖母服下就好了。真的？肯定是真的，相信我。胖丫带着外祖母开心的走了，陆慈则是饶有兴趣的看着我。这个女人之前会看事，现在又会看病了，她到底还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？陆慈心中忽然生出几分期待来。娘子要如何做法？天机不可泄露。我似笑非笑的看了看他那条断腿。我都是为了相公好，所以还是不告诉你了。那晚上买点肉给娘子补补。次日一早，我便把1碗掺了药的白水给了胖丫，胖丫小心翼翼地捧着回去了。娘子，你那水做过法了。什么时候？做梦的时候。妥妥的江湖骗子。来到屋里，我拿出幡子，让陆慈把我的招牌写出来。娘子想写什么？9天仙女下凡尘。一不小心居然把真心话说了出来。当真？当然是假的，我还没想好，你有没有什么建议？陆慈思索片刻，就写包治百病吧。这个好，非常棒。信医的我就是大夫，不信医的我就是神婆，反正最终目的就是治病。相公，你行啊！没想到陆慈的字银勾铁花，风骨铮铮，但用在我这个江湖骗子的幡子上，有种德不配位的自惭形秽。我迫不及待地拿着幡子进城去试试运气。这次我不要靠脸靠运气，我要靠实力。不过没想到的是，出师未捷，先引来了长舌妇。二丫头，你这幡子上写的什么呀？这是要去做什么买卖？王氏背地里可没少说我坏话，说我是丑女，陆慈是瘸子，2人正好相配。王婶写的是包治百病，明个你家谁病了来找我，我给你便宜点算，要是多病几个，我再给你便宜点。我这不是听说您爱占便宜吗？给您点便宜，让您高兴吗？哼，谁说的？还包治百病，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的德行。谁瞎了眼才找你看病？话音刚落，一辆马车驶了过来，几个妇人纷纷让开。村里极少见到马车，能拥有马车的人家都是非富即贵。来人正是王老板。我的娘呀，柳夫人，总算找到你了。王老板找我，这是有急事。柳夫人，借一步说话。原来王老板认识当地县城孟怀，孟怀却患了难言之隐。本来不该跟您说这些的，但是实在是替他着急，他之前从来没跟我说过，昨天喝酒才提起来。我不太想接这样的活，因为这里是古代，男女有别。那是不是该找大夫？大夫都找遍了，一点用都没有。而且之前明明好好的，忽然之间就……所以我想着是不是犯了什么邪祟，才想到了仙姑。之前好好的，说明不是先天性的，无非就是某种突发的疾病引起的。可是仙姑放心，只要您能帮上忙，银子不是问题。我贪财难道写在脸上了吗？我是想说男女授受不亲。这件事情我得和相公商量一下，您稍等。我来到陆慈身边，低声说道：“你说我要多少银子合适？200两还是100两？”陆慈一愣，本以为他要问自己是否同意，没想到我开口就是银子。想不出来吗？比方这是落在你身上，你愿意掏多少钱？陆慈无语，难道不小心戳到他的肺管子了？算了，不问了，你就当我没问过。我刚转身，便被陆慈拉住了袖子。500两。要说狠，还得是男人，但怎么开口呢？陆慈似读心有术一样，开口说道：“价格我跟他谈，你在这里等着。今晚给你做小酥肉吃。人还没见到，你确定能解决？能。好。”陆慈也想看看我这个会医术的神婆到底有多大能耐。好说好说，只要能治好，银子不是问题。500两不多不多，那我明天再来接仙姑。说话间，王老板拿出50两银子递了过来，轻声说道：“病治不治的好暂且不说，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守秘密。这50两是定金，如果治不好，就当我今天没来过。”县城那可是王老板的大靠山，关系到他以后的生意。您放心。告辞。看着手里的50两巨款，
我开心的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娘子这是志在必得。当然，手到擒来，相公可以走着瞧。陆慈也想走着瞧瞧，心里盘算了起来。你笑什么？能成为你的相公，觉得很荣幸。挺上道啊。古代男人患了难言之隐，找上我这个特战队女军医，看在500两银子的份上，我还是选择了答应。晚上，外面的野猫又叫了起来。柳如云那是查的怎么样了？回主子并没有什么异常，就是一个普通的丫鬟，犯了错之后被撵出府里。那他和周二的关系呢？你还真在乎啊！我都没说你有个儿子呢。府里没有关于两人的传言，就算有些来往，可能也是私下的。属下只查出他爬床的事，似乎得到了周二的授意。怎么说？他被撵走的时候自己说的，不过没人信。为什么没人信？周二名声不错，他却是有名的掐尖要强，人缘不好。没错，周二的名声岂止不错，那简直就是中央空调。府里哪个女人他温暖不到，前身确实有点傻，被周二骗得团团转。多半是真的。主子属下去见了小主子，他怎么样？还是从前那般光景，没有很难过的样子。也好，好好照顾他。主子，夫人擅长给人看事，是不是也能给小主子看看？看什么？你是不是也听人说观音奴命硬？属下不敢，休要再提此事。是。他的那些手段，在我没看明白之前，不会用观音奴冒险的。我明日跟他一起进城，看看他到底在耍什么花招。原来陆慈的儿子叫观音奴啊，这个名字真奇怪。之前让你查偷听我们说话的人查到了吗？村里的人比较多，属下的一个个查，而且隐蔽行事，所以进展有点慢，请主子降罪。不怪你，2月2那日亥时出门的人确实也不容易查。这里又没有监控，还得旁敲侧击打听，肯定不容易。等等，2月2亥时，我大脑顿时宕机。我那日回家，经过一片小树林的时候，听到里面有动静，刚想靠近便被发现，我赶紧躲了起来。怎么感觉陆慈和安虎可能就是那2个人？如果这样的话，自己岂不就是他们杀人灭口的对象？忽然觉得自己的脑袋有点轻飘飘的，要随风而去了。如果真的听到什么也就算了，问题是什么都没听到啊！不行，要在被陆慈发现弄死之前把他弄死。次日，我不动声色，直到马车到了的时候，我忽然惊呼一声：“不好！”娘子，怎么了？今日我答应给胖丫的外祖母再看看，他找不到我一定很着急。相公，你就在家里等他，我走了。说完，我跳上马车，催促车夫一溜烟的跑了。我跟着王老板像做贼一样进了一家客栈，在里面见到了孟怀。我和孟怀都因为对方的年龄感到惊讶，年纪轻轻就不行了，有点惨。这么年轻，能有什么道行？该不会这个女人有什么特别的房中术？可这张脸实在提不起兴趣。你对着天仙也提不起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请务必有点逼数，先把脉。还要把脉？我看是就是这个规矩，你可以看或者不看。孟大人，试试。孟怀还是把手伸了出来，我给他把过脉后，脑海里已经浮现出对应的药来，10两银子就够了。请问仙姑可看出原因了？我装模作样的点点头，便开始了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这是祖宗对孟大人有所不满。祖宗又是祖宗，咱们这些祖宗光吃香火，不知道帮忙不说，还进来添乱。祖宗对我不满。孟大人想想，您祭祖的时候虔诚吗？虔诚。我沐浴焚香，提前几日不近女色，不沾荤腥，比大部分人都虔诚。竟然还真遇到一个认真的憨货了，小场面 hold 住。这些话孟大人不必对我说，您回去之后自己反省便是。没错，就算没有问题，多想想就想出问题来了。那按照仙姑的意思，只要重新虔诚的祭拜祖先，孟大人的身体就能好了。这是根源，当然还得我这个中间人去帮忙和孟家祖宗说和，也听他们抱怨，然后等做完法事，我会给孟大人1碗符水，分3天喝下去，然后就好了。主要看态度。孟怀虽然将信将疑，但黔驴技穷，实在无计可施了。在王老板的劝说下，还是决定试试。仙姑，什么时候可以做法？现在就可以。孟怀心中高兴，毕竟没有拖延时间，直接就能上手，对我的信任也增加了几分。那什么时候能有效果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是，仙姑说的对，只是这件事情终究让人着急，所以还请仙姑。我需要做7场法事，这个数字我可是在心里权衡了一番才报出来的，太少了，显得人家500两银子不值；太多了，一来懒，二来怕露出破绽。今晚孟大人就可以试试，不敢说立刻恢复从前那般，但是也能让您知道，这银子不是白花的。说起银子，我想问一下仙姑，7场法事下来需要多少银子？5两银子，之前我和仙姑早就说定了价格。孟大人不用为银钱发愁。说话间，王老板止不住地给我使眼色，这行贿的手段实在是高啊！真不便宜，但毕竟是难言之隐，倘若真的能治好，我也只能节衣缩食出这笔银子了。
我倒是有心帮您出，但是想起您清正的名声，便还是作罢了。您说您，我和您认识多少年了？您真是1文钱的便宜都不会占，做人真是这个。不用你出，我收了你银子，心里还能有公正可言吗？我差点忍不住笑出来。这俩人一看就是狼狈为奸，却偏偏一个爱拍马屁，一个享受着恭维。那仙姑，还请你早点做法。我们来到事先准备好的地方，我也开始做法事了。我把符水给孟怀喝下，不知是他的错觉，还是真有点感觉了。孟怀留下2两银子后，便先行低调离开了。有劳仙姑了。王老板，我们说好的银子，放心，只要有用，接下来每次我付您50两，最后把剩下的补齐。可以。我还有个不情之请。我知道，我今日是给您表兄看病，我怜贫惜弱，只收了5两银子。仙姑前程无量。揣着剩下的40多两银子，我有点飘了，不仅要买点好吃的，还打算扯点布回去做新衣裳。我刚要进布庄，忽然被人拉住了袖子。是你呀？正是上次被我吓到的小公子。现代女军医穿越古代跳大神，你见过吗？续上集，我来到布庄外，遇到了上次的小公子。是你呀？小公子对我笑了笑，把握紧的拳头伸到我面前，展开，里面是一块已经融化了的糖。姑娘，上次伤到你，小公子一直记着，虽然他不会说，但是他这几天一直在等你，没想到今日出门竟遇到了。找我是为了道歉？虽然他听不见也不会说话，但是心地善良。完了，感觉我的圣母心要开始萌芽了。可是穷成这样，还是得先独善其身。别的不说，就这富贵小公子身边的配置，就是让人侧目的存在，绝对不是一般人家。姑娘，小公子很喜欢您，我请您喝杯茶，替小公子表示一下歉意，如何？伸手不打笑脸人，而且这孩子一直盯着自己，十分关切，更是没办法拒绝。来到茶社，这翠微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像竹筒倒豆子似的噼里啪啦说很多。原来小公子是来寻亲的。找爹没找到吗？人确定是在林州吗？林州就这么大点地方，怎么能找不到呢？人是找到了，只是……难道人不在了？不，人没事，就是他已经娶亲，继母不容小公子，所以暂时不能同住。这种男人还不如死了算了，自己的骨肉都不认，还叫男人吗？被女人拿捏成这样，是非都不分，还算男人？简直猪狗不如！我唾沫横飞，把这个男人骂得狗血淋头。都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有什么苦衷也不能不管孩子啊！多谢姑娘仗义直言。那就没有其他人管他了吗？现在没有了。看来这个男人很有钱或者有权，即使是抛弃的儿子，也还能保持这样优渥的生活。和您说这些，让您也跟着烦恼。我倒是没事。我低头看向小公子，有些害羞，俊俏的脸蛋和陆慈有得一比。不行，不能再待下去了。圣母死得快，顾好自己最要紧。时候不早了，翠微姑娘，我先告辞了。我送你。来到外面，翠微姑娘留步，小心。观音奴不怕。观音奴，我顿时裂开。翠微说，这孩子来投奔亲生父亲，继母不容。陆慈说，他儿子来找他，带着外家的钱，大家一起吃软饭。原来我就是故事里不接纳继子的恶毒后母，小丑竟是自己。翠微看到我震惊的神色，解释道，小公子虽然听不到，但是我们着急，往往就忍不住和他说话。哦，观音奴这个名字是偷听来的，对方知道自己的身份吗？是有意接近，还是巧合他妈给巧合开门，巧合到家了？我一时想不明白，只能匆匆告辞离开。买了东西，我一路神游回了家，拿着一块海棠红的布料说要给陆慈做个抹胸。娘子确定要给我做抹胸？哦，是啊。我一下回过了神，我都说了些什么？我觉得不需要，但是娘子确实有需求的话，毕竟只有你我2人，我也可以勉为其难。我看着陆慈的眼睛和观音奴真是像极了，基本可以确定他就是陆慈口中的儿子，没想到竟然那么可怜。你以为布不要钱啊？你要是能不穿，我衣裳都舍不得给你做，还抹胸呢，浪费是不是？娘子体面，毕竟现在还是白天。不知道陆慈是故意的，还是现在混熟了想调戏自己。休想，你这个带着拖油瓶的2手货，不知道是几手货了。我现在觉得喜欢那个拖油瓶了，就是有这么个爹很烦人，要是个孤儿就好了。或许圣母心发作，领回家想办法赚钱给他治耳朵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每次隔1日便进城给孟怀做法，
成功的把孟怀给做的龙精虎猛，重振雄风。我也顺利拿到了500两银子。从客栈出来，就看到了在客栈门口等我的观音奴，和前几次一样，手里拿着一块已经融化了的糖。柳姑娘，小公子可能认为您脸上的伤疤是他导致的，所以其实我也有想过把脸上的疤治好，可想想还是算了。一来对外无法解释，二来原身这脸蛋确实太好看了，如果没有伤疤遮掩，还不知道要惹出什么事情来。能不能让他别在这客栈门口等我了？我以后不来了。我也说不动，您不用管，让他来吧，多来几次，多失望几次，他可能就放弃了。可是一直不放弃怎么办呢？看着这个孩子，真是让人心疼。好吧，陆慈，你赢了，我接受了。晚上想起观音奴的事，也没了睡意。娘子还没睡？有心事。我想要你。不行，娘子，我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黄色废料？我稀罕你啊！你算老几？我那是同情你儿子，想要你儿子来。我之前伤了根本，所以娘子所求，我真的无能为力。你行不行？我自然是知道的。这个男人还在为谁守身如玉吗？娘子这个也能看出来？不是看出来的，而是守着我这样年轻的女人在身边，你从来都不动我，不是不行又是什么？就算嫌弃我的脸，吹了灯不是一样的吗？陆慈沉默了良久。娘子，我有一件事情想求你。放心，我不能把这件事情到处宣扬，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。我说的不是这件事情。娘子想知道我过去的事情吗？不，我不想。但是如果有你儿子，那我可以勉为其难的听一下。如果我能知道，那你就说；如果不能，我也不勉强。我有求于娘子，自然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。你别勉强。我出自镇通侯府，侯府出事之后，即使我被发卖为奴，我的仇家也不想放过我，至今也有人想要盯着我。陆慈的话让我瞬间清醒。那岂不是连我都……不过他们还没来，只是在路上。那相公打算怎么办？示弱，只要我过得不好，看在他们眼里受尽屈辱，生不如死，他们就能放松警惕。这就是你为什么每次都要强撑着去地里当牛做马，回家之后还要顶着众人异样的目光，非要白天去洗衣裳。虽说我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不想做个废物，但是也确实有这个目的在。没事，你可以继续保持。过几日应该会有人来到家里，暗中打探我在这里的情况。需要我配合什么？小皮鞭、蜡烛？娘子不用对我太好，否则那些人会不安心的。行，到时候再说。相公在侯府是很重要的人物吧？是。怪不得你娶妻也娶高门。我台阶这都送到了你脚下了，你还矫情什么？快提你儿子啊！可陆慈始终没提，我还是忍不住了。你上次不是说你有个儿子要来投奔你吗？不过娘子不愿意的话就算了。你还是亲爹吗？那娘子的意思是？先把人接来我看看，住几日，你反正也不会久留，回头一起走吧。我完全是看在观音奴的份上，甚至是想去负刘子。还是算了吧。我儿子观音奴自出生就听不见声音，所以心智未开，他来的话要带着照顾他的人一起来，家里住不下。陆慈这次倒是说了实话。听不见声音，那或许是犯了什么忌讳也说不定，把人带来我给看看，说不定就能找到症结，开了心智呢。娘子，其实我不信那些的。你到底是不是亲爹啊？对亲生父母而言，哪怕只有微末的希望，也要试一试。是吗？陆慈沉默了，似乎在思考什么。当然了。那我再考虑考虑。这还矫情上了。如云，如云。外面传来胖丫急促的声音，应该是有什么急事。姐姐在婆家受了欺负，我直接报了100两银子过去助阵。续上集，胖丫半夜3更敲开了我家门，应该是有什么急事。怎么了？你姐姐在我家。半夜3更，姐姐去胖丫家做什么？就是有什么事情也该回娘家呀。我出来解手的时候，好像听见有人在哭，结果就看你姐在村口站着，像鬼似的，差点把我吓死。她看见我就要跑，被我抓住了。我看她的脸好像被人打了，就要拉着她回你家，结果她说什么都不肯，说要回镇上。我心里顿时有了猜测，多半是在婆家受了委屈，所以半夜回娘家，但又怕家里人担心，不敢回家门。我姐姐呢？在我家里。我答应把她藏我房间，不让家人知道，她才答应进屋坐会儿，然后我说要解手，便偷偷跑来找你。我跟你去看看，相公，你去喊我爹娘。这件事我一人做不了主，如果大姐真被欺负了，还得全家动员去给她讨回公道。好在赚了500两银子，这是让大姐不用再被婆家拿捏的底气。来到胖丫家里，却扑了个空，大姐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，大哥带着2个弟弟追了出去，还是无功而返。云杏这丫头真是倔死了。不行，明天咱们还得去一趟，不能让大姐受委屈。这孩子生性要强，是被逼到了什么程度才大半夜的回娘家？我早就该想到，这孩子报喜不报忧，
这么多年又没给徐家添个一儿半女的，日子如何能过得好？娘，现在哭也没有用，咱们得有个章程。如果真是徐家人打了大姐该怎么办？闹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？这些事情都得提前商量好了，免得好心办了坏事。对，如云说的对，咱们得有个章程，然后再去徐家。肯定得要他们给云信赔礼道歉，以后不再犯了。要真是大妹夫动的手，你们兄弟几个得把他揍一顿，给云信出气。你们先在家等着，我这就去徐家守着，先弄清楚怎么回事，再回来接你们一起去。我跟你一起。次日一早，二人赶了回来。二姐是徐光良那个王八蛋打的大姐。徐光良正是大姐的相公，我最受不了这种下头的男人，当即怒道：那什么时候去给大姐撑腰？古代出嫁妇人的兄弟不就这点用处吗？被男人欺负，得要兄弟出面撑腰。听说大姐的婆婆昨日让人把大姐撵到院子外跪着，说什么？说大姐补贴娘家，徐光良便追出来打她。我紧紧咬住嘴唇，这是真的，大姐确实一直在偷偷补贴娘家。这也是为什么即使知道她被打了，全家人也没有底气去帮她撑腰，人穷志短。我让大姐回家，她还骗我说没那回事，可是镇上的人都在说，这世上最难治的就是穷病，一旦染上，什么尊严都没有了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徐家给徐光良买了个妾，这会儿都要生了，大姐一直没告诉我们。闹起来也是因为徐老夫人说姐姐要害他们家断香火，要谋害那个小妾肚子里的孩子。大姐嫁过去多年无孕，这也是全家的心病。她买妾传宗接代，咱们说不出什么，可是他们家不能这么欺负云信啊，这以后日子还怎么过呀？不管怎么说，咱们确实花了徐家的钱。大嫂，这些年你在管家，有没有算过咱们花了大姐多少银子？每年零零碎碎补贴10两是有的。那7年就是70两，差不多吧。好，爹娘，咱们确实理亏，一码归一码，先把银子还上，然后要徐家给个说法，再看看姐姐的意思，还能不能过下去，过不了就和离。那怎么行？和离是要被人戳一辈子脊梁骨的。且先去看看大姐再说。唉，这钱拿什么还？怪我，都怪我，是我拖累了云信。大姐每次回娘家都是报喜不报忧，家里人就真的以为她在徐家过得很好，而且徐光良每次来柳家的时候也人模狗样，对长辈也尊重。谁能想到他现在还打人呢？狗男人有奶就是囊子，有什么脑子？有了新人，自然看糟糠妻百般不顺眼，可家里等着他送钱，不送钱亲娘就要死。除了忍，他还有第二条路选吗？你们等等，我先回去取点东西。说完，我便回家取了100两银子来。这100两银子算是给大姐的嫁妆，希望成为她日后的底气。如果大姐不想忍，那这100两银子就是现在的底气。如云，你这是带着吧。倘若姐姐是因为银子受了委屈，那就不给她。如云，你这钱是不是跟周家的人借的？你不能再和他们有来往了。不是，我帮人看事的酬劳。真的？100两银子，他们想都不敢想，都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先去看姐姐，银子是正经的路子来的，相公跟着我一起去的。是的，娘子很能干。那也不能动你的银子啊，就是真要银子也是家里出，你们都分出去了。娘亲忐忑地看向陆慈，怕他生气。无碍的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岳母不必客气。娘亲看着陆慈，充满了感激。娘，您别再用看亲儿子的眼神看陆慈了，我会嫉妒的。爹娘，我跟着去吗？我真的不确定，大姐想不想见到我？要是姑爷不介意的话，就一起去吧。能赚钱有本事的，就是家里的主心骨，感觉让我跟着去，好像有了某种精神支柱。一起去吧，姐妹之间更容易说话。于是，一家10口人，外加一只豹、一只鹅，浩浩荡荡向周家出发了。姐姐在婆家被打，身为现代特战女军医的我怎能袖手旁观？续上集，我们一家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周家，但不管怎么劝，大姐也不肯回娘家。你们别听风就是雨的，我和相公很好，婆婆对我也好，快回家吧，闹这么大，回头别人怎么想？爹知道这个女儿爱惜脸面，只能无奈道：你娘想你，回家陪你娘2天行不行？家里忙着，一日也离不开我，过几日忙完了，我再回去。眼见几个男人束手无策，陆慈开了口：姐姐，我们来了这么久，是不是该去见见家里长辈？姐夫也不在家吗？不用，忙都忙，你们快回家吧，什么事也没有。姐姐说脸上是碰的，那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大姐连忙提了提袖子：没有。没有就好，是我看错了。陆慈功成身退，退后2步不说话了。长辈不出面，男人不出面，身上还带着伤，这处境还需要说什么吗？大姐，跟我回家。你今天要是不走，我也赖你家不走了。徐光良，你给我出来，你给我滚出来受死！你是来闹事的吗？我就是来闹事的，我给我大姐出气。吵什么吵？老夫人说了，我们桂姨娘正怀着小少爷，不能有闪失，知道的。
明白你们上门打秋风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好丧呢。大姐二话不说，上前直接给了婆子2个耳光，在娘家人面前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很委屈。你算什么东西，敢在我面前吆五喝六的？我是老夫人跟前的人。她忽然不受控制地跪倒在柳云杏面前，陆慈面色淡淡，丝毫看不出来她刚才动的手脚。反了你了，小娼妇，连我的人都敢打。就在这时，徐老夫人带着丫鬟走了过来。当初要不是你费尽心机勾引上我儿子，能进我徐家的门吗？光吃不下蛋的东西，天天锦衣玉食供着你，你还往娘家偷，要你干什么？桂花怀孕了，你还害她骨肉，你说你该打不该打？今日你爹你兄弟都在，让他们赶紧把你领回去。你这样的媳妇，我们徐家不要也罢。娘，您不要这么说，姐姐回家吧，徐老夫人都答应让你回娘家了，咱们先回去再说。你怎么进来的？徐老夫人这才注意到我，怒气冲冲说道：谁放这个丑八怪进来的？丢人现眼的脏东西，也敢进我徐家？看来自己的丰功伟绩，徐家也有所耳闻了。老夫人，她就是柳家那个爬床被撵回家的柳如云吗？对，你们柳家的好女儿，一个两个都是爬床的货色，还好意思说什么读书人家？要是我，早骚的一头撞死了。哼！娘，您骂我怎么骂都行，可是不能骂我娘家人。您口口声声说我补贴娘家人，不就是前些日子我给家里一点种子吗？我的错，我认。人穷志短，说话间，大姐就要给徐老夫人跪下，却被我一把拉住。姐姐，你松开，我的事情不用你管，走，你们都给我走。陆慈见状，连忙把装了银子的包袱递了过来。娘子，你带来的买种子的钱。如果不是战况激烈，我都想给陆慈鼓掌了。他提醒了，种子是买的，不是补贴娘家的。看徐老夫人还能说什么？姐姐，这是100两银子，给你婆家买种子的银子后，剩下的留着你零花，免得有人狗眼看人低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爬到你头上来。你哪里来的银子？我赚的，以后我也能赚。当年你为了彩礼嫁入徐家，是为了给娘治病，我都知道。以后娘的身体就交给我了。今日你要是说你在徐家跟那个不敢露头的缩头乌龟过得很好，那我二话不说，现在就走。但是姐姐，你想好了，当着我们的面就能这般骂你的婆婆，爬到你头上的小妾，缩头乌龟的相公，不考虑娘家，这日子你还要过吗？你也不用怕丢脸，家里人的脸都被我兜光了，早就无脸可丢了。大姐听了这席话，顿时泪如雨下。她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成了亲的妹妹，终于懂事了。没有，你别胡说，我嫁进徐家是享福的。这福气不要也罢，姐姐信我一次，走还是不走？大姐曾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，也有心爱的男人，但为了给母亲治病，无奈嫁进了徐家。短短7年时间，却被搓磨得像30多岁。谁知道这些年她是怎么过的？犹豫了许久，终于做了决定。走，我早就受够了，银子你收着，姐不要，这是徐家欠我的。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你让人把徐光良找来，咱们当面把话说清楚。来人，去把少爷给我请来。不用请了，他来很久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陆慈把徐光良给请了进来。我看向陆慈，陆慈也笑着看向我，目光灼灼，心照不宣。光良，你过来，休了他，现在就休了他。娘，算了吧，这不是拿了银子回来吗？算了算了，云杏，你快给娘道个歉。你放心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徐光良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我欠不欠你的？都是夫妻，你说这个做什么？你的意思是不欠了对吧？那就好，你娘让你写休书，我也正有此意，你写吧，我等着。按了手印，我就跟我爹、我兄弟和我妹妹回家。徐光良却磨磨蹭蹭不肯写。徐光良，我就一句话，你信我，也别逼我，逼急了，我什么都能做出来。写，这就写，让他马上走。写，我写。看见徐光良认怂，我心里非常好奇，姐姐到底握着徐光良什么把柄，让他这么快就屈服了？休书到手，柳云杏丝毫没有多留，死死捏着那100两银子，直接跟着家人走了。姐姐在婆家被打，我们全家人出动，顺利把姐姐带回了家。续上集，相公，今日多亏了你。没错，陆慈虽然没怎么说话，但是他做的每一步都很关键。娘子和姐姐姐妹情深，令人动容。相公身上还有功夫，雕虫小技不及娘子眼通阴阳的本事。相公是侯府的重要人物，肯定胸怀壮志，在柳家委屈你了。落魄的时候承蒙娘子不弃，是委屈娘子了。商业互吹，气氛很好。相公，你今日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我无以为报，只有娘子，我不行的。相公，我行就可以了。这个真的不行。我忍笑都快要忍疯了，还从没见过有男人反复强调自己不行的，也很好奇观音奴的生母到底是何方仙女，竟能让陆慈守身如玉。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想着投桃报李，把你儿子接来吧。
陆慈眼神深邃，垂眸静静冥思。娘子，你知道观音奴的生母是谁吗？我哪里知道，是谁跟我有关系吗？他不是已经不在了吗？怎么他还能因为你变成我相公出来吓我？我只是担心观音奴的情况，来了之后不方便。还有，娘子真的只是因为想投桃报李。我觉得我能让他开心治，你信吗？1000两银子，赌不赌？我一穷二白。可是你儿子的外家不是有钱吗？你可以带着我一起吃软饭，我不介意的。以娘子之能，不怕赚不到钱。陆慈不信鬼神，只觉得有猫腻，但这只瞎猫为什么能3番2次遇到死耗子，也值得深思。试试呗，反正你觉得情况可能更坏吗？最多是维持原状，但是倘若真的好了呢？陆慈再次陷入了沉思。久久之后，娘子，你真的有望帮观音奴开启心智？可以试试，关键在你。如云。就在这时，柳云杏双目含泪，带着愧疚、欣慰、感激的重重复杂情绪走了过来。姐姐，走，进屋说话。我就不进去了，我是送银子过来的，这100两银子，你快好好收起来。之前是我不对，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你撵出来。没事，之前我确实也任性，过去的事情咱们都不提了。走，进屋。姐姐现在有什么打算？现在仔细看来，妹夫真是个极好的人。你现在变成这样，我们从前做梦都不敢想。这个喜冲的太值了，值不值，只有我知道。姐姐，我问你的打算呢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心里乱糟糟的。决定离开徐家，他只用了一瞬间，可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，内心一片茫然。不管怎么说，离开徐家已经是我从前做梦都不敢想的好日子了。我先厚着脸皮在娘家住下，我能帮忙干活，也能做绣活，赚的银子都交到宫中，大嫂也不会嫌弃我。嫁人这个坑跳过一次就够了，但也不确定自己能否一直赖在娘家，连忙岔开话题道：你和妹夫的事情，大嫂都和我说了，姐姐真心为你高兴，看到你们夫妻俩甜甜蜜蜜，我就放心了。姐姐，你可能在徐家受多了委屈，哭坏了眼睛，看错了，他也没有那么好，他之前成过亲的，还有个儿子。啊？那你算什么？他前头的囊子没了。那也还行。大姐看着我脸上的疤痕，眼中流露出疼惜之色。他儿子多大了？如果还小的话，也养得熟。4岁。那还好，你都和妹夫成亲了，就别再因为这件事伤了感情。孩子日后还是接来吧，省得妹夫的心留不住。我给大姐说这件事，主要是想给娘家透个气。至于观音奴的情况，就等来了之后再说吧。走的时候，我让大姐把这100两银子交给爹娘，又私下给了大姐20两银子。大姐说什么也不要，直到我发了很大火，才红着眼圈把银子收下。姐姐，我给你银子，是希望你在娘家住得更有底气一些，日后无论做出什么选择，都希望是基于内心，不困于娘家，不囿于金钱。晚上，消失了几日的安虎再次出现了。主子，您真的要把小主子接来吗？他说他有办法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可是没有什么可是的，你觉得观音奴有被算计的价值吗？倘若那般，他怎么会有离开京城的机会？但是如果真有奇迹的话，一切都会不一样了。我一头雾水，一切都会不一样了，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？主子说的对，那小主子身边带着谁过来？让翠微跟着就行，嬷嬷就别来了，让她老人家好好休息休息。是。另外，查到柳如云的师傅了吗？没有，陈年就是有些难。那就算了，退下吧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。属下告退。说完，安虎便离开了。娘子，别装了，我知道你没睡着。我才没那么傻，想诈我。今晚放到你笔下的并不是麻药。是不是麻药我还能分辨不出来吗？好吧，我骗你的，但你跟我学了内功心法之后，呼吸已经变了，睡没睡着我是能听出差异来的。还诈我，鬼才信。我很好奇，为什么麻药对你没用？不用问我，我是个死人。娘子，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……相公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连忙打断陆慈的话，大家搭伙过日子，千万别说真心话，知道越多死得越快。娘子不想知道我的身份吗？什么身份不身份的，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现在你就是我相公。我的身份倒是其次，观音奴的身份十分特殊。陆慈身份普通，观音奴身份特殊，那只能说明人家外家牛，他娘总不可能是公主吧？他来了之后会给我带来什么灾难？那倒不会，毕竟观音奴那般情况。那不就行了？他生出来的时候，我们都非常高兴，可是随着他长大，渐渐就显露出问题来了。但是即便如此，我也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他。不知道陆慈是为了表达他的父爱，还是警告自己？娘子没有什么话想问我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其实我们两个都露出了许多破绽，并不清楚彼此知道自己多少内情，但都没有提起，心照不宣。即使龙游浅水遭虾戏，龙终究是龙，虾米还终究是虾米。我可以给你个机会，无论你是谁的人，无论……不用了，我不是谁的人，
只是我的能力异于常人罢了。不管我说什么，你该戒备还得戒备，该调查还得调查。我也不瞒你说，我和观音奴颇有缘分，与你无关。我怜悯他听不见声音，想帮帮他，仅此而已。娘子你是他爹，你能决定能否让我给他治，所以你好好考虑考虑。你说的是真的？陆慈还是不敢相信，观音奴从小到大看过无数大夫，太医院都无能为力，到最后也成了奢望。我觉得我可以，但是我怎么做怎么治，你不能插手。陆慈没有马上回答。我也不是非要给他治，所以你这个外行也不用知道我这个内行，你考虑清楚，然后告诉我同意与否就可以了。跳大神不可以吗？不管白猫黑猫，抓到老鼠就是好猫。陆慈低头沉思，他不想放弃任何一丝机会。我睡了，下次省点麻药，那玩意挺难得的，但是对我没用，我自己睡得挺香的。要多少银子？2000两。人工沃尔空间售价1000两，剩下的1000两可以让我这辈子衣食无忧了。反正观音奴的外加不差钱。5000两。反向砍价，好吧，你赢了。只要观音奴能好，哪怕稍有改善，能听到声音，也值5000两以及你一生的荣华富贵。我当场呆住，陆慈能说出这番话来，那观音奴到底是何等身份？在古代给人做手术是一种什么体验？续上集，为了报答陆慈，我决定给观音奴治耳朵。次日，翠微带着观音奴来到了住处，安虎也褪去了夜行衣。夫人，翠微姑娘不必多礼。没想到大水淹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。观音奴见了我，伸手便让我抱他，真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可爱。晚上安顿好翠微和观音奴后，我也主动开口帮观音奴治耳朵。娘子，你真的确定可以？8、9不离10。陆慈也做好了心理准备，正如我所说，最多维持现状。如果真的好了的话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那便试试吧。需要我做什么？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不要影响我，不要质疑我就行了。好。明天你带着所有人出去，不许任何人进来打扰我。好。尤其看好翠微。翠微一直陪在观音奴身边，护他像护着自己的孩子一般，恐怕不放心会进来查看。娘子放心，他不敢。切记，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不许任何人接近，我不喊人，不许人进来。行，麻烦娘子了，我现在去看看观音奴。去吧。对陆慈来说，今夜可能不亚于生离死别，他不知道自己的本事，不放心也是人之常情。第二天，陆慈带着翠微，连同包子和小丑鹅都站在了门外，我便开始忙活了起来，从空间取来手术器具和人工窝耳。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微创手术，我还是打起了十分精神。我要让观音奴漂亮的脸蛋上不留一丝伤痕，而窗外正贴着一双眼睛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。没错，就是陆慈。他对观音奴的感情十分复杂，血脉相连，不可能不疼爱。但观音奴的现状也让他陷入了困境。他做出这个决定是自私的，甚至都没有问那个他的意见，因为他知道他一定会坚决反对。但是不放手一搏，什么都没有。观音奴只能永远做一个傻子，试一试，还有机会。很快，1个时辰过去了，手术十分成功，观音奴也醒了过来。宝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观音奴的表情瞬时错愕，虽然没有回应，但他的眼神已经足以说明一切。而门外的陆慈已经紧绷如弓，双眸锐利，眼睛都不敢眨一下。他看到了观音奴的变化，最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。我做到了。确定手术成功之后，我也轻松了许多，小心翼翼一层一层帮观音奴的伤口缝合起来。彻底忙完之后，感觉疲惫袭上头来，从药房里抓了个能量袋出来，几下喝完，又把垃圾扔了回去。窗外的陆慈大受震撼，凭空让东西消失，又凭空变出东西，这根本不是开了天眼能解释的。我到底是什么？是人吗？又过了半个时辰，观音奴再次醒了过来，我也走出了房间。娘子，观音奴他进去看看就知道了，你进去陪着他吧。不，让翠微去吧。话音刚落，翠微便冲了进去。娘子辛苦了。我起身向娘家走去。娘子，你要去哪里？饿死了，去娘家看看有没有好吃的，蹭一口，把地方腾给你们，慢慢惊喜，省得我在这里你们施展不开阴谋诡计。对了，就算能听见了，也不是立刻就能好的。我知道，得像刚出生的孩子一样，需要慢慢学话。他倒是聪明，我也向娘家走去。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他们自己了。另一边的柳家，家里有了银子，爹打算让三弟去读书，考个举人什么的，实现自己没能实现的梦想。我不去，爹，我不去。你说什么？爹，你也不想想，我是那块料吗？爹是村里的秀才，小的时候都教过，可兄弟3个都不爱念书。不去也得去，打死都不去，不死就得去。爹，算了吧，他不愿意学，去了也是糟蹋银子，银子也是如云辛辛苦苦赚来的，不给他浪费。二姐赚钱才不辛苦呢，二姐靠脑子赚钱容易着呢，我要去跟二姐学给人看事。柳秀才伸手就要打这个逆子。打，爹，狠狠打，谁赚钱容易？就你还学给人看事，你有那脑子吗？爹，
三儿不去读书，我去吧。一家人都愣住了。二哥今年都已经18岁了，并不喜欢读书，怎么会突然提出这种要求呢？好，那就老二去，就是去学堂的话。我白天给家里干活，晚上爹教我吧。二哥，你可真是我亲二哥。好二哥，你快好好读书去，别让爹惦记着我这根朽木了。那就让铁蛋进学堂吧。去吧，读书才能有好前程。我看着铁蛋随他二姑，挺聪明的。就在这时，我走了过来。如云，快来！大姐把刚才的事给我讲了一遍。我八卦地问道：“二哥是受什么刺激了？”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是因为前几日定亲的娇娥。柳明义和娇娥彼此喜欢，也私下定了终身。可后来柳家花银子买了陆慈，娇娥可能因此心灰意冷，和隔壁村一个年轻的秀才定了亲。柳明义想读书，大概是想争口气。我觉得如果他能就此好好读书，那也值得我给他缝个书袋。那我送二哥一套文房四宝。接着我们拉开了家常。我过来还有一个目的，家里突然来了这几个人，总得给娘家把情况说明一下。我在娘家待到晚上才回来，刚进门就看到了桌子上的5000两银票，我顿时迈不动了脚步。突然陆慈跪了下来。相公，你娘子对观音奴的再造之恩，为夫没齿难忘，且替观音奴叩谢娘子。不用，真不用。话语间，陆慈真的一板一眼的磕了3个头。其实我心里挺高兴的，这个男人三观挺正的，感觉脖子上的脑袋又结实了点。娘子放心，我陆慈有生之年，只要一息尚存，定会报答娘子的大恩。看陆慈这样子，很像表白呀。不行，小心肝受不了了。那倘若今日换作是他人呢？我的意思是，今日若是别人，比如是胖丫给观音奴治好了耳朵，你也会这么说这么做吗？陆慈思索片刻，不知道我问这话的目的是什么。会，那就好。你弄得那么暧昧，谁不怀疑？同在一个屋檐下，不怕摩擦，就怕摩擦生爱。那玩意和电一样，要命。没事，你不用放在心上，我是看孩子可怜，和你没关系。赶紧起来吧，地上怪脏的，明天去洗衣裳，被我姐见到了又要骂我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被骂的那个人总是我。娘子，你给观音奴治病的时候，我都看到了。你是我言而无信，因为观音奴是我拼了性命都要保护的人。算了，说什么都晚了，都已经看到了，而且我也不是没有准备。娘子放心，无论你到底什么来历，我的承诺都作数。知道了。娘子，你不想解释一下吗？解释什么？陆慈紧紧地盯着我。其实我对真心话大冒险并不感冒，但总得说出点什么才行。小场面 hold 得住。其实我原本是东海龙王的女儿。东海龙王有女儿吗？人就在你旁边，你说有没有？那我看是没什么机会去拜见岳父大人了。没错，虾兵蟹将守着，你这等凡人进不了东海龙宫。陆慈总觉得我在胡说八道，但是又好像没什么证据。我因为触犯天条被贬到凡间，也不知道奥斯卡有没有最佳编剧奖，有的话我觉得可以拿一个。娘子触犯了什么天条？见色起意。陆慈陷入了沉默。小样，看你还怎么接话。那娘子在人间这一程，我来护送。虽然陆慈不见得相信，却也没再继续为难。娘子想来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，各种苦楚我从未对外人提及。今日别说了，既然是苦楚，就不要再提了，别再往自己伤口撒盐了。过去、现在和将来，我除了喜欢吃瓜，对侯府的事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无论如何，今日我的承诺永远作数。谢谢了，早点睡吧，明日我还得看地去。手里有钱不能光攥着，村里有人要卖地，我决定去看看，合适就买下来。我在古代给观音奴做手术治疗耳朵，陆慈当场跪谢并承诺报答我。最主要的是5000两白花花的银子到了手。续上集，次日我随父兄花了300两银子买了15亩3分地。这件事情无疑会登上村里的头条，几天时间传得沸沸扬扬。大姐气冲冲地找到了我。你说气人不气人？娇娥家竟然还找人偷偷来咱们家打听，愿不愿意和咱们做亲？他不都定亲了吗？就是啊，定亲了还来，这是看着以为咱家发财了，想得个准话和那边悔婚。呸，不要脸！这是做的是有点不地道，二哥怎么说？你觉得二弟还能答应吗？那成了什么人？他生气不嫁给二弟，咱们没话说，确实是咱们不对。但是出尔反尔，这会要吃回头草，把他夫家放在哪里？这种人家怎么都不能结亲，以后都是事儿。你也消消气，事情也没成，咱们也没损失，这话千万别往外说了，对谁都不好。我知道，我又不傻，这不就和你抱怨几句吗？大姐自从回了娘家之后养得很好，脸色红润了很多。当年她可是村里最漂亮最能干的姑娘，也有自己喜欢的男人，就是胖丫的堂兄李哲。只可惜后来为了母亲，大姐终究选择向生活低头，嫁到了徐家，而李哲也黯然神伤离开了村子，再也没了任何消息。不知道大姐今生是否还能见到自己的心上人。傻样，看着我做什么？
觉得姐姐生的真好看。傻瓜，你才好看呢。大姐忽然意识到什么，连忙说道：看我这张嘴，如云，姐不是故意的。没事，快好了。姐姐没觉得浅了一些吗？柳云杏还真没注意到，仔细一看，还真的是，好像真的浅了一点。我在用药了，能消掉吗？能。如果这点都不能的话，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来自新纪元的顶尖名医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了铜锣的声音。这是又要干什么？村里的锣一响，准没好事。我出去打听打听。大姐一走，冠衣奴便跑了过来。夫人，不打扰您吧。奴婢今日教小公子说话，他学会了几个词，迫不及待的来跟您炫耀。没事，咱们观音奴学了什么？观音奴嘴唇动了动，有些艰难的开口：娘。我突然有了种热泪盈眶的冲动。奴婢教了许久，小公子就是不肯喊这个，没想到您面前就喊了。翠微也惊喜万分，看他模样不像生气，我不由松了口气。之前一直觉得翠微应该是观音奴生母的人，现在看来误会了。娘。娘。就在这时，陆慈走了进来，观音奴一头扎进我的怀里。你是什么洪水猛兽？看把孩子吓的。陆慈并没有生气，看到观音奴现在的样子，高兴都还来不及。观音奴，来看着我，爹。观音奴沉默不语。爹。观音奴继续沉默。爹。观音奴还是没声音，该不会是植入的耳蜗有问题吧？喊我娘。爹。小东西在这里等着占我便宜呢，还有你笑个屁！那么想当祖父吗？我祖父都死了800年了，你爹割腿儿，我就说没好事，果然又是收钱的。收什么钱？说是知县大人离任之前要修桥修路，不给接任的人留烂摊子。我呸，分明是想要再收一笔钱。要交多少？按人头收，每人1串钱，刚出生的孩子都算，作孽啊！这么多？而且不管是不是村里的人，只要在这里住的都算。家里的我给出吧。不用你出，家里现在比以前好过多了，你不用操心。爹那边又收了好几个孩子。之前不是说因为我的事情好多人都退学了吗？你忽然有钱了，那些人虽然背后说闲话，但心里哪个不敬着钱？我算是看透了，就算钱掉进粪坑里也依然是钱，人都是说一套做一套，趋利避害，都往前看。从前我还拉不下脸，但是现在想明白了，只要能赚钱，面子算什么？姐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还能做什么？就是想去村口那边卖个粗茶。咱们这里虽然穷，但是挨着官道，去卖个茶水，多少有点进项。我支持你。晚上，安虎又来了，陆慈也不再防着我了。主子，林州换知县，原来是韩三公子要来。胡闹，韩家就没有人拦着他吗？韩三公子可是陆慈的铁哥们，谋了个芝麻绿豆大的官儿来林州，很显然是奔着他来的。拦不住啊！三公子想做什么，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惯的，打一顿就好了。他愿意重新出仕，总比之前在家里搞什么风水强，所以这次韩大人还是挺高兴的。镇通侯府出事后，韩平川为陆慈奔走，结果自己被拖累丢了官职，韩平川便躺平了，开始研究如何成为圣人。他就非要趟我这浑水，他身边跟着谁？安全吗？别路上就让人给挑了，不行多派几个人去保护他。没想到陆慈嘴上傲娇，心里倒还挺周全。韩大人倒是给三公子派了很多人护送，就是什么？他又有什么幺蛾子？三公子不知道为什么和李哲闹别扭了。李哲，我大惊，没想到吃瓜吃到了和自己身边人同名同姓的人身上了。这个李哲该不会是……他和李哲闹什么？具体内情属下也不清楚，就隐约听说李哲这次想告假，不想跟着来林州，但是三公子不依不饶，把人给绑来了。陆慈没有多问，其实被发配到这里，他们在外人眼里已经是不能翻身的了。他觉得韩平川真的不该参与进来。很快，半个月过去了，观音奴学话进步神速，也彻底融入到村里的孩子中。姐姐的茶摊也开了起来，财神爷也再次找上了门。没错，王老板又来了。孟县城想要摆个阵，讨好即将就任的新县令，他还想继续做县城，却已经不是县太爷的小舅子了。让孟大人再嫁个妹妹给新任县太爷，不就又是亲戚了？这个玩笑可开不得。不过这招要是好用的话，早就用上了。但新来那位油盐不进，所以只能麻烦仙姑想想办法了。您放心，银子不是问题。我不想赚钱吗？不，我想，但是这钱我赚不到。我正想着如何礼貌回绝时，陆慈开了口：“娘子可以答应。”娘子也不必一味韬光养晦，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易如反掌，王老板也多次照顾，你就答应吧。王老板闻言高兴起来，借坡下驴：“那就这么定了。事成之后，我愿意拿1000两来孝敬仙姑。”说完，王老板开心的离开了。陆慈开口说道：“我和韩三打个招呼就行了。”那真的要重用以前的人。初来乍到，本来也不可能换血，至少要观望一段时间。可是如果韩知县以后不想用孟怀呢？
他被清算之后还有什么可怕的？好像也是这么个道理，但转念一想，那可不一定，他万一是你这样的人呢？我出身侯府，他算什么？好，您是侯府的人，您高贵，有钱不赚王八蛋，不就是忽悠人吗？没问题。人家穿越到古代都是制盐酿酒卖化妆品，我却只能跳大神。续上集，在孟府做完法事后，我也顺利拿到了1000两银子。因为心虚，人家留饭都没敢吃。走，我请你吃顿好的去。看着一桌子的美食垂涎3尺，却偏偏有苍蝇出来恶心人。点这么多东西，你该不会是来吃白食的吧？正是周二身边的大丫鬟青瓷。相公，你听见苍蝇嗡嗡叫了吗？苍蝇而已，别影响了心情。死瘸子，死瞎子，上次的巴掌是不是没吃够？哼，二公子不要你了，你也只能嫁个瘸子。二公子不要我了，也没轮到你，手下败将，还有脸在这里叫嚣？青瓷姿色平平，根本入不了周二的眼。二公子现在可是寒枝县第1个召见的人，你就死心吧，日后大有前程。就算你脸好了，也休想再回来。懂了，原来是自己脸上的疤痕慢慢消退，青瓷有了危机感。那你大可放心，你看我现在是吃不起，还是穿不起，还是没有男人？好好做你的狗去吧，去跪舔你的二公子去，滚！你提醒你一句，以后见了我最好绕路走，打不过就躲远点，废物！你给我等着，我回去告诉二公子。麻溜的滚！无奈的青瓷气冲冲的走了。韩知县已经走马上任了。来了几天了？你们2个不是要好吗？他怎么没来看你？你也不去看他？他不敢来，怕被我骂。那你知道青瓷在炫耀什么吗？韩三来了之后，谁都没见，但是独独见了他的主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。他知道我和周二的事情，所以好奇想看看周二吗？对。没想到离开了周家，都还在给周二脸上贴金，憋屈死了。别气，现在他自以为爬得多高，日后就会摔得多惨。正好一会儿我带你去串门。我还得去吗？娘子别担心，我不嫌弃你。你嫌弃我，是我不想和你搅到一起，好吧？难道娘子不想陪我？不想也不敢，不是，就是在想你这朋友家里是什么情况？他爹韩大人官拜大理寺卿。是铁面判官韩青天吗？对，韩大人之前是御史，后来成为大理寺卿，但他却想一直做御史。能理解。为什么？大理寺卿位高权重，但没有御史来的爽，想喷谁就喷谁。陆慈忍俊不禁，为什么我的角度总是如此清新脱俗？你们那里说话不自由吗？比你们自由多了。那希望有一日我有机会看看。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去，还带你。很快，我们在茶楼见到了韩平川。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啊！你嘴巴里能不能吐出象牙来？好，不说了。不知道给嫂子斟茶吗？不敢当。敢当，嫂子客气了。话语间，韩平川仔细打量起我来，明明是一个村姑出身的丫鬟，却有一种自尊自持的美，却是难得的美人。只可惜脸上有伤疤。你安分些，等3年任期结束，就老老实实回京城。待3年，要那么久吗？哥走我就走了。陆慈没有接话，转而说道：秦姨身体怎么样？大哥好些了吗？我娘不错，骂我的时候还是中气十足。我大哥还是那样，虽然没有更好，但是也没更坏。陆慈看了看我，说道：你可以给大哥修书一封，请他来林州休养些日子。呵呵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。别看沾亲带故，银子可是1分也不能少。我娘肯定不会放他离开京城的。罢了，我自己来写。就是你才是我娘的亲儿子，我们3个都得往后排。接着，2人拉开了家常模式。原来陆慈小时候有一半时间是在韩家长大的，韩家对他有大恩，韩夫人更是对他喜爱有加，拿他当亲儿子对待。大人，周二公子求见。韩平川把目光投向了我，我不想看到这个人。以后老实点，不该你管的事情不许插手。我就是想看看能让嫂子。韩平川的话戛然而止，陆慈的目光正冷冽地盯着他。哥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提了，让李哲把他打发走。大人，今日是属下跟您出来的，李哲没来。那你去。是。李哲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听说你把人给绑来了？瓜来了。别提了，提他我就上火。我就不明白，我怎么会有这么窝囊的属下？我让他跟我来，他不来，我想不对啊，他不是林州人吗？为什么不来？我一听就有鬼，就非得弄个明白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有话快说。他说他当年在村里有个相好的女子，嫌他穷，然后嫁给了别人。卧槽，不会真的这么巧吧？书都不敢这么写。衣锦还乡不好吗？还是说另有隐情？气人的就在这里，他说不回来，自己衣锦还乡，让那女子如何自处？你说他是不是傻？没错，就是这个李哲，一点都没变。
没想到事到如今，李哲还在为姐姐着想。李哲却是个憨厚的人，如此这般也好。我就是见不得老实人吃亏，欺负到我身边人的头上，那不行，别让我查出来那女人是谁。关你屁事！对不住，一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哥，就这你都不管，算了，还是自己来。怎么，还真把自己当成我嫂子了？你的身份？韩平川，她可是我正儿八经拜过堂的妻子。我没理会陆慈，直接回怼：我身份怎么了？你身份那么低？我身份低，你怎么不想想？可能是你狗眼看人低了。我怎么了？我以理服人，你光想着你属下吃亏，你怎么不想想当初是不是另有隐情？事隔多年，李哲也不愿意牵连他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？韩平川顿时语塞。你知道为什么有人长寿，有人夭寿吗？因为有人吃饱了撑的，管太多就折寿了。韩平川被对得毫无反击之力，见陆慈完全隔岸观火，郁闷地说道：小嫂子，我没得罪你吧？你现在得罪我了。怎么说？你背后说人坏话，我看不惯，我和你不一样，有什么坏话我当面就说。大姐当年辜负了李哲，李哲可以骂，但别人不行，我这个人认亲不认理，护短。我知道我不配和你一个县太爷这般说话，但是你骂的是我姐姐，说我不能置身事外。是姐姐？应该是，当年姐姐想嫁又没嫁的人也叫李哲。那就应该是了。我是挖了你们柳家祖坟还是怎么了？为什么柳家这些女儿们专门坏我身边的人？你倒是想被坏，奈何实在人丑话多，根本不配。我丑？脑子还不灵光？哥，你管不管？你这是夫纲不正。我是他20两银子买来的。好吧，韩平川总算是看明白了。你们俩叙旧，我下楼去给观音奴买桃子去。别走太远。我知道我在场，他们有些话也不方便说，反正吃不到瓜，不如把空间留给他们。哥，你受苦了。还行，别想太多。温柔乡，英雄种。你这张嘴一如既往的想让人缝上。估计我已走远。陆慈开口说道：我卷进来是没得选择，可我不希望韩家卷进来。那你跟我娘说啊，跟我说有什么用？这是我能决定吗？韩平川的亲娘曾是陆慈母亲的丫鬟，二人情同姐妹，即使后来落难，二人的感情也从没变过。陆慈感恩，所以不希望韩家卷进来。再说了，太子本来就没做过的事情，怕什么？太子是储君，是皇上选出来的，不该支持吗？已经没有太子了。哥，其实我有时候忍不住在想，皇上那么器重太子，最后却因为这莫须有的事情废了他，还连累了你，你说是不是因为太子在婚事上太过叛逆的缘故？虽然这么说有些残忍，但他实在想不到别的理由。观音奴如果是个正常的孩子就好了。陆慈没有回答，转而说道：好了，我得走了，你不忙的时候可以去我家做客。你家？柳树村。为了展示自己的实力，我当街给陆慈来了个公主抱，这可是古代。续上集，陆慈告别韩平川后找到了我。这就说完了？你俩挺短的。陆慈没有接话，只要不接，说的就不是他。还要买东西吗？按照我的习惯，得了银子之后肯定得嘚瑟1、2。买肉去，买块羊肉回去做羊羹，然后买点猪肉回去做八宝肉圆。无肉不欢。观音奴要长身体吗？走。刚转身就被青瓷带着二公子周少谦拦住了去路。二公子，我本来想着如云过得难，见面还是姐妹，想帮帮他，可他每次都恶语相向。如云，你的脸关你屁事！好狗不挡道，让开！我和我相公还有事。你嫁人了？周少谦这才把目光投向陆慈，这一看险些让他魂飞魄散。如云居然嫁了个瘸子，要我说，他怎么也是咱们府里出来的，这不是打咱们府里的脸吗？住口！青瓷被骂得呆立当场，心里十分憋屈。相公，我们走吧，不要理这些莫名其妙的人。我们不再理会，起身就走。经过青瓷身边的时候，他忽然惊呼一声，踉跄后退几步，险些摔倒。如云，你，卧槽，碰瓷都用上了。我怎么了？是我推你了？青瓷咬紧嘴唇，十分委屈。这演技也没得说了，这到底是一只什么癞蛤蟆？三番两次跑到自己面前嘚瑟刷存在感，看来得给他展现一下自己真正的实力了。看好了。我来到陆慈身边，蹲下身，陆慈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我轻轻松松来了个公主抱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。这可是在古代的大街上。看到我的力气了吗？我真推你，你还能不倒地吗？还能让你在这里逼逼赖赖？陆慈老脸通红。娘子，你先把我放下，有话好好说。别让我再看见你，见着我远远躲着，否则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娘子，气大伤肝，犯不着，走吧。周少谦目光停留在陆慈身上，呆呆地看着我们离开。娘子还生气吗？有什么好生气的？青瓷那种段位根本不够看。周二会喜欢那种人，也是睁眼瞎。正常，胸大无脑，男人都喜欢这种菜。那我可能不算男人。你喜欢胸大有脑的。陆慈面色微红，偷偷瞥了我某处一眼。臭不要脸！
而这一切都被楼上的韩平川看得一清二楚。哥，你受苦了。回到府上，韩平川叫来了李哲。大人，您找属下。李哲啊，我怕是要对不住你了。李哲知道他向来不靠谱，感觉是要给自己下套了，默不作声。本来说好要给你报仇，让你回林州之后扬眉吐气，后悔死那妇人，但现在看是不行了。李哲微微一愣，看起来你是真不感兴趣啊，那我就不说了，别人死啊活啊的，跟你也没关系。你说什么？李哲的心瞬时提了起来。原来还关心着呢，可是没用了，现在你高攀不起了，人家现在是萧衍的大姨子了。李哲一脸震惊，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那个小姨子，我看像个狐狸精，还是个牙尖嘴利的狐狸精。李哲低下头，盯着自己的脚尖。过2天帮我送一趟东西去，敢不敢去？属下遵命。不过萧衍现在叫陆慈，就是个普通人，你千万别露馅，否则我怕他来追杀我。是。另一边，我回到家里，迫不及待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大姐。现在这2个人都没有嫁娶，或许能重续前缘。我就知道他出去一定能混得好，果然混出了名堂。这不对呀，怎么一点都不激动？姐，那李哲回来，你和他胡说什么呢？我说你吞吞吐吐的，原来是想说这个，不行吗？当然不行了，做什么美梦？当初是我不要他的，日后见面都没脸，还舔着脸让人娶我这个残花败柳吗？姐姐，你不要这么说，说不说这都是事实。我从来不想占人便宜，他有出息，我为他高兴，但就算他没出息，他那样的人品担当，也不缺女人。姐姐也不差，自己的姐姐，自己当然觉得好，但我若是李哲的姐姐，估计都能上门打我一顿了。他本打算跟徐光良好好过日子，对得起人家的彩礼钱，只可惜后来一地鸡毛。不过那和李哲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人家凭什么捡烂摊子？行了，快回家做饭去，好好过自己的日子，别替我操心，我挺好的。人人都有自己的命运，姐姐在自己的命运里挣扎到今日，没有后悔，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。回到家，做好饭。观音奴去喊秘密姐和铁蛋过来吃饭。娘子怎么了？不痛快？想太多。说来听听。我也没人诉说，就把自己的想法给陆慈说了。确实有点异想天开。没错，这可是古代。算了，不想了，不嫁人也挺好的。李哲那样的好人，老天爷就保佑他升官发财，位极人臣吧。晚上，大嫂来接2个孩子，见2个不肯走，不但没有生气，反而打起了小算盘。如云，要不就让他们在一起睡吧。你看观音奴眼泪都出来了，可怜巴巴的。这没地儿睡啊？怎么没地儿睡？活人还能让尿憋死？你挪一挪呗。怎么挪？你和妹夫到小屋去睡，让翠薇带着3个孩子在大炕滚去。不行，那张长不大，肯定会和陆慈碰到彼此的。还没来得及回话，大嫂已经转身快步离开邀功去了。你这是要做什么？秘密还好，懂事。铁蛋和观音奴在一起，那不得把房顶掀翻了。掀翻就掀翻了，反正如云也要重新盖房子。娘，您怎么不替他以后想想？什么以后？替谁想？如云呢？娘，您该不会没发现吧？如云和妹夫根本没成事儿。你是说他们没圆房？肯定没圆。不能吧？都这么久了，自己女儿就算毁了脸，那身段也是1等1的。陆慈正值血气方刚的年岁，能忍得住吗？上次我给如云做了件新衣裳，怕不合身，就拿去给她试，结果你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她本来美滋滋的是新衣裳，结果妹夫一回来，她立刻这样。真的？真的。所以我觉得，是不是他们2个呆子都不好意思？那炕也确实太大了些，滚不到一起。做得好。高氏转念一想，压低声音说道：你说会不会是陆慈不行？陆慈拉犁都快赶上牛了，大嫂还从来没有往那个方向想过。那样的体格，应该不会吧？你说你妹妹那样的人，哪个男人能忍得住？娘，那怎么办？您说如云也是，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吭声？她自己不是会看事吗？怎么不给妹夫看看？她脸皮薄，说不定不好意思。而且这得补，不是看事能解决的。对，是得补。这样你也别心疼银子，你这样。好嘞，娘，您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男人每天起来都洗裤衩子，我有点好奇。续上集，嫂子把我和陆慈撵到了小屋，躺下之后，陆慈的呼吸几乎就在耳边，这怎么睡得着啊？娘子是不是睡不着？要不我去地上睡？能睡着，就是这凉席还挺凉的，没事，睡吧。陆慈何尝不是一样？闻到我身上清新的香气，脑海里蓦然浮现出一句令人面红耳赤的词：酱消缕薄冰鸡营，雪腻酥香，笑语弹郎，今夜纱厨枕殿凉。睡吧。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过去了，醒来的时候已天色大亮，便传来陆慈和翠薇的声音：松开，主子。我让你松开。我立刻脑补了一大出精彩的女追男的剧情，
赖了好一会儿床，直到外面又响起陆慈的脚步声，我才起来。主子，让奴婢来吧。不用，你去看着观音奴吧，那才是你该做的。是。原来早上二人在争这个，不过也奇怪，自翠微来了之后，陆慈和观音奴的衣裳都是他洗，今天这是什么情况？接下来的几天，秘密和铁蛋都在这里住，身为姑姑也不能出言赶人，只能和陆慈将就着挤到一起。只是他天天洗裤子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相公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房间不干净，所以天天洗寝衣？差不多吧。好在陆慈快要崩溃的时候，秘密和铁蛋终于被喊走了，日子总算回到了正常。陆慈刚松了口气，又怅然若失。这一天，陆慈紧紧盯着面前的一碗汤，全家人又把目光投向了他，这是何德何能，竟然牵动了一家人的心。陆慈看着碗里漂浮的东西，这是唯恐他不撞啊！无奈全家人的眼睛都盯着，只能一口气喝了个精光。晚上，陆慈整个人像蒸熟的虾一样，红着脸，蜷缩着身体看着我。你怎么了？娘子，我好难受。我给陆慈把了把脉，一下就明白了。很显然，陆慈是被人下了药了。想起大嫂的种种反应，还用动脑子吗？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，这是想要帮自己和陆慈破冰呢。没事，相公，你肯定是吃了什么发物。发物？对，专门发兄弟的。你知道怎么处理吧？我先出去了。什么怎么处理？娘子在说什么？我有点难受。唉，好可怜的孩子，怎么那么纯洁？我趴在陆慈耳边说了几句话，然后转身跑了出去。陆慈当场呆住，能自己解决的问题，干嘛要麻烦别人？男人最好的兄弟不是自己的手吗？望着陆慈挂在晾衣绳的裤子，我脑子突然像被一道天光劈中，我好像忽然明白了陆慈为什么每天自己洗裤子了。渣男。次日，我来到茶摊，找到了大姐。姐，你之前知不知道嫂子打的主意？知道。怎么，你和嫂子生气了？那是我的主意，你别。我没生气，我就是觉得荒唐。你们俩成事了没？怎么不成？你们还要再来一次？姐，你跟着胡闹什么？千万别再来了，我真怕自己下次把持不住，直接把陆慈给睡了。我不是跟着胡闹，我……大姐欲言又止，罢了，不说了。妹夫是行的吧？行，很行，非常行。就是你们千万不要再乱来了，强掳灰飞烟灭。知道了，你要是闲着的话，就进城去逛逛，说不定能有生意呢。妹妹的生意都是大单子，大姐现在对我是刮目相看，甚至都有些崇拜了。就不能让我闲着吗？我一会儿和陆慈去看砖啊，准备起新房了。现在这房子实在太小了，有了银子可不能苦了自己。行了，去忙你们的吧。我也没再逗留，起身离开了。刚走不远，一阵马蹄声传来，看来是有顾客上门了。大姐回过头，与男人四目相对。男人高大挺拔，面色坚毅，内敛沉静，不复从前热烈，正是李哲。时隔8年，虽气质已变，但大姐还是一眼认了出来。你回来了。见到日思夜想8年的爱人，李哲心里有800头猛兽在狂奔，但昔日的爱人已为人妻，他们注定是2条平行线，永远也不可能交汇在一起。杏儿妹子。李哲更震惊的是，大姐不是嫁进了徐家做少奶奶去了吗？怎么会在路边抛头露面卖茶水，身边还空无一人？这是回家探亲吗？算是吧。不嫌弃的话，喝一碗茶水再走吧。方便吗？他怕给大姐添麻烦，本该立刻就走，可是拔不动腿。他变了又没变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？都是邻里邻居的，我又把你当弟弟看。我比你大。此话一出，二人愣住当场。当年他让他喊哥哥，他面红耳赤骂他不要脸，他生气了，他就喊他姐姐哄他，但他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打情骂俏的情景历历在目，却已经换了人间。那就走吧。我不着急，来早了，正好在你这里喝一碗茶。哦，好。你忙你的，我自己来就行。不用，你坐着就行。千里迢迢回来，又那么多年没见，你现在是客人。李哲规规矩矩坐下，感觉十分拘束。家里都挺好的吧？挺好的。你是不是听如云说我回来的事情了？是啊，如云再也不是小时候那掐尖要强的性子了。以前2人偷偷摸摸在一处，只要我遇见了便回家告状。后来娘亲拉着大姐偷偷叮嘱，说家里不反对，但是2人不该做的事不要做，免得落人话柄。大姐忍不住雀跃地告诉李哲，我娘同意了。本以为能幸福地走到最后，却最终向生活低了头。那就好，你们姐妹俩好好的。李哲心里想问她在婆家过得好不好，为什么在这里摆摊，但又怕勾起她的伤心事。看她的打扮和行为也能推测出来，但她毕竟是有夫之妇，不敢多问，也不能久待。我先走了，你忙着。好，你慢点。大姐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不小心把手伸进了滚烫的水里，手被烫得通红。李哲紧紧咬着牙齿，他心疼，但是他没有资格，只能跳上马背默默离开。真好。回过头看到李哲留下的10两银子，泪水顿时流了下来。
记忆也像洪水一般呼啸着奔腾而来。李哲列了一头鹿，换了2两半银子，给他买了一只绢花，然后把剩下的2两多银子拿到他面前。银子，我还没见过这么整的银子。大姐替他高兴，不替2个人的未来高兴，嘴上却偏偏啐道：“跟我显摆什么？又不给我？不给你给谁？收着，你相公给你的银子。”嘿，你是谁相公？臭不要脸！大姐双手捂脸蹲了下去，两小无猜，郎情妾意，本是天作之合，终究抵不过一句造化弄人。李哲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时隔8年的爱人再次相遇，昔日美好的画面浮现眼前，是否能再续前缘呢？续上集。离开茶摊后，李哲来到了我的住处。你找谁呀？找谁？找谁？李哲不可思议地看着观音奴，听到他说话，刹那间，所有的那些感伤都被炸飞。这是小主子，小主子好了。李哲激动的傻傻待在原地，他清楚，一旦观音奴变成正常的孩子，将意味着什么？天要变了。这人怎么傻乎乎的？傻乎乎的。走，我们不跟傻子玩。李爷，快进屋，我去给您泡茶。不用忙，刚喝过茶了。喝过了。你不是从城里来的吗？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在村口遇到了咱们大姑娘？大姑娘？对呀，我可是知道点你们内情的人哟。翠微已被我成功带偏，性子活跃了许多。李爷，怪不得之前大家给你说亲你却不乐意，我身边那谁之前还巴巴看上你。别瞎说。李哲连忙打断翠微的说话，他倒是没什么，可是这话要是传到徐家人耳中，会怎么想大姐？她嫁了人，对她不好。嫁了人，已经和离了呀。你说什么？怎么，李爷你不知道吗？谁和离了？你说清楚，你把事情说清楚。咱们说的不是大姑娘吗？柳云杏是不是？是啊。她和离了？怎么和离了？是不是徐家人欺负她了？她是不是受委屈了？是受了一些委屈。李哲一听，顿时大怒，转身就走。哎，李爷，您去哪里？让开，我要去徐家。翠微知道光动口肯定是不行的了，直接上手。您闹什么闹啊？事情都结束了，您非得去闹让大姑娘难堪吗？有夫人在，能让大姑娘吃亏吗？再说了，您拿什么身份去闹？万一被人说成大姑娘的奸夫，大姑娘还怎么活？李哲一愣，慢慢平静了下来，万般滋味浮上心头，但大姐独身一人的欣喜已压过了所有。你们这是？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情景。翠微啊，知道你身手好，可是自己人就不能客气点吗？李哲不要面子的吗？我刚告诉他了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再打他一顿，他还得谢谢我呢。李哲起身，连忙问道：“如云，云姓他。徐家不做人，我就把姐姐接回来了。那和离了？离了，不过姐姐说了，她现在在娘家过得挺好，不想再嫁人了。你就热情难耐，我也不劝你，但我已经尽到了告知义务。去吧，比卡丘。你来有事？”李哲这才反应过来，忙把书信呈上。您慢慢看，我在这里，您不方便回信，我先去村里转转，中午讨顿饭吃。哦，不在您这里吃，我去柳家吃，我先告退。陆慈表示，从来没发现你是这样的舔狗李哲，听说人家一个人这就按捺不住了。我看有戏。身份有别，我觉得不行。人家两情相悦，你跳出来说什么废话？不是单单你觉得其他非偶，你们姐妹的想法难道不一样吗？我都那样了，你让我自己解决，难道我是傻子？不知道你是有意不和我亲近，唯恐以后摘不掉。陆慈这些天一直耿耿于怀，心里憋着一口气，终于有机会发出来了。算了，可能是他大姨夫来了。看你的兴趣，我回家看看。回到娘家，李哲可是忙得不亦乐乎，又是劈柴又是挑水。嫂子，你看大姐和他成不成？成什么成？你不要胡说八道，尤其在你姐面前，听见了没有？其实已经说了，然后被骂了。我也希望能成，只是人家现在有官身了，便是在村里寻个黄花大闺女都嫌是乡下的，更何况……唉，别提这事，咱不能提。我知道不能提，但是我心里就是忍不住那样想。谁不想呢？谁不愿意看到破镜重圆，和和美美？就是实在不容易，姓真是……唉，罢了，不说了，只能看他们两个人是不是被月老绑在一起了。就在这时，观音奴走了过来。娘，爹，你爹找我。跟他说等等。这才出来一小会儿，喊我做什么？内父说不定找你有事呢。有事他自己怎么不来？肯定不是急事，又不是吃奶的孩子，一会儿不见就不行。怎么不是？大嫂，快回去看看，这里有什么动静，我回头告诉你。那可说准了，你得告诉我。去吧。回到家，翠微带着观音奴和铁蛋出去玩了，这是有话想要单独和我说啊。说吧，神神秘秘的。娘子，我原名萧衍，出身镇通国府，17岁那年平军功被封为镇通侯。什么情况？
出其不意，直接就自报家门。哦，我原本以为娘子知道后会生气我的隐瞒，现在看来倒是我小人之心啊。你被雷劈了之后会立刻反应过来吗？可是之前你和安虎说侯爷没了，因为我被夺了爵。你是故意的吧？娘子那么聪明，肯定已经发现了蛛丝马迹，只是不想向我求证，对吗？不过说真的，现在的陆慈哪像侯爷？我没想到，我一直以为侯爷死了。那娘子不觉得奇怪？安虎他们对我如此尊重，我以为你是侯爷的男人。侯爷的男人就男宠吗？陆慈顿时面黑如铁。听说有钱人会玩，娘子是真能想。一般一般，这不也没想到你还能死而复生吗？娘子的脑子果然不是常人所能揣测的。那是我们神仙和尔等凡人自是不一样。行了，没事，我去看热闹去了。没有什么热闹可看，娘子还是陪我说会儿话。有什么问题娘子尽管问，我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我没问题了，大家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只是形势所迫，暂时滚在一张床上，日后肯定是桥归桥，路归路。你就不想问问侯府的事情，观音奴的事情，还有其他任何你想问的问题？侯府没有观音奴，算了，不问了，你不可能答应我。娘子说来听听。我说了，你肯定得生气。我不生气。那你能把观音奴给我吗？陆慈当场呆住。你看，不能吧？你就当我没说。但我觉得你日后要是成亲的话，可以把观音奴留在我身边，等他10几岁后再回去，如何？陆慈没有回答。你之前位高权重，女人们都捧着你，但你知不知道他们私下是什么样子？这话确实是从娘子身上我就知道了。卧槽，被阴阳了。你继续说。那就说我吧，反正我要是给人当后娘，自己再生孩子，肯定偏心自己的孩子。是吗？所有女人都一样，所以为了观音奴好，我觉得你把她留在我这里挺好的。那娘子的目的是什么？帮我养孩子，让我没有负担去娶别人。娘子好生大度。大度谈不上，毕竟没放在心上，也就无所谓被谁抢走。我就是和这孩子投缘，舍不得他经历后院阴司。你那么担心观音奴，又想名正言顺养他，不如我们就做真夫妻。你想什么呢？怎么可能？我们小仙女下凡是不能嫁人的，那会违反天条，魂飞魄散。陆慈知道我又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。能不能有句真话？算了，不说了，做比说更重要。反正现在已经捆绑到一起了。不对，你今日为什么突然告诉我这些？因为我不告诉你，也会有人告诉你。李哲，对，想想也是，不知道陆慈对李哲了解多少，转而问道：“你是不是也觉得姐姐和李哲有戏？”陆慈了解李哲，他表示岂止是有戏，那简直是胜券在握了。来，展开说说。得知昔日的爱人已恢复单身，李哲开启了舔狗模式。续上集，和陆慈聊了一会儿后，我们来到了娘家。李哲正在院子里劈柴。为了做女婿也是不容易啊。还是我有福。你说当初那么多人，大哥怎么就选了你呢？我身有残疾，价格便宜。好吧，你见你有理。我去了厨房帮忙做菜，陆慈在院子里拖了张小板凳坐下和李哲说话。他知道了我的身份，但是家里人不知道。李哲愣了一下，随即如释重负。他刚才还在想该如何提醒我，毕竟知道大姐单身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已经把自己当成柳家一份子了，心里就不觉得别扭。您说的事情，对，不别扭。当年其实是我自己考虑不周，不应该一直在村里待着，能有什么前程？用钱的时候没有，不是姓一个女人的错，她能怎么办？难道眼睁睁看着亲娘去死吗？这就是这么多年来你那么抠门的原因所在。李哲是有名的铁公鸡，每一文钱都得攒着。以后他管家，你未免高兴得太早了。不会，我有数。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大姐的人，本以为自己出局了，没想到上天给了一次重来的机会，他志在必得。李哲，这天都快晌午了，你去喊信回来吃饭吧。好嘞。李哲开心地来到茶摊，大姐见到他一脸疑惑：你怎么又来了？你的马呢？你不着急回去吗？在县太爷身边当差可不能怠慢了。我不忙，本来就是晚上才走的。不，现在连晚上都不想走了。高婶让我喊你回家吃饭。大姐一愣：你中午在我家吃饭？怎么了？我从前不也经常蹭饭吗？怎么杏儿现在舍不得了？李哲看看四下无人，故意走近逗他：姐姐，能不能让我蹭顿饭？大姐瞬时没出息的脸红了，有点正形，你听我的，让人知道了对你不好，真的。你撵我走，就算现在还没有做成夫妻，也不用一顿饭都不留我这般绝情吧？我在村里其实也没什么牵挂了，除了你。大姐的脸顿时红得跟个猴子屁股似的。那你先去，别在我这里耗着，要不我要恼了。好，杏儿，你别恼，我听你的，我这就走。你也早点收摊回来吃饭，
要不我还得来找你。李哲恋恋不舍地走了，大姐却思绪万千。现在已不再是当年的两小无猜，毕竟她现在身份尴尬，而李哲却有一片大好的前程，不知道该不该再续前缘。就在这时，胖丫飞快地从眼前跑了过去。胖丫，你去哪里？胖丫没有应声，该不会是发生了什么事吧？大姐回到家，看到忙前忙后的柳明礼，不禁好奇了起来。三弟可是众人的掌中宝，这怎么还干起活来了？你跟他说什么了？感觉他好像很听你的话似的。他想投军，想找个门路。人还没有3块豆腐高，投哪门子的军？不行，让他歇了心思，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。看见自己三弟像舔狗一样围着李哲，我也忍不住的好笑。娘子怎么了？小三弟有眼不识泰山。李哲在陆慈面前明显矮了好几头，三弟却看不见。我现在本来也没有什么官身，李哲是有官身的，我记得他好像是5品武将。可我还是觉得你比较厉害。只要娘子觉得我厉害就足够了，我们夫妻2人的事情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卧槽，你的脸呢？谁跟你有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啊？这人怎么像打通了任督二脉，忽然开始不要脸起来了？饭后，李哲依依不舍地回到县城复命，把他所见到的全部说了出来。韩平川听到观音奴的消息后跳了起来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是真的？该不会是你认错了孩子吧？或者萧衍在用什么障眼法换了孩子？属下也觉得匪夷所思，但事实确实如此。不可能，肯定是观音奴。当日他出京的时候，属下奉您的命令护送了他一程。我不信，走，咱们这就去看看。侯爷知道您会这么说，特意叮嘱了，让您明日白天再去，说家里没地方住。我打地铺，我要去找萧衍算账。这么大的事情，他竟然提都不跟自己提一句，这次太坏了。他要去把陆慈打一顿。侯爷说，只能在厨房打地铺，在院子里打地铺都行。那不行，大欢会咬您屁股。大欢是谁？一只公鹅，也是侯爷的爱宠。你说，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家里还有一头金线豹，不过被染成了黑色，村里人只当是只黑狗。他本以为陆慈在乡下过得凄凄惨惨，没想到日子过得这么美。好家伙，金线豹也能搞到手，不愧是萧衍。走，喂马，咱们这就走。另一边，胖丫来到了我家。胖丫，你怎么来了？如云，求求你帮我救救我外婆吧！你会给人看事，肯定很厉害，能不能把我外婆抢回来？我已从李哲口中得知了胖丫外婆过世的消息。你慢慢说，我没听明白。我之前听说你外婆，你要我帮你跟谁把外婆抢回来？我外婆死了，头颈死了，你帮我问问阎王爷，能不能把我换去，把外婆抢回来好不好？胖丫小时候被父母丢弃，后来被他外婆捡了回来拉扯长大，和外婆的感情甚好。看着他难过，我也非常心酸。胖丫，我就是个普通人，和你一样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节哀顺变。怎么，你现在不是9天仙女了，不是东海公主了？原来你也没有办法，我知道的，人死了怎么能活过来呢？我就是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啊！如云，外婆回不来了，回不来了。我也被勾起了从前的记忆，至亲的离开，生离死别的痛。现实虽然残酷，但是总得继续。如云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银子？你要多少？10两银子吧。我知道胖丫想借点银子，让他外婆走得风风光光的。好，真的行吗？可以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取。胖丫有些不可思议，10两银子对乡下人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没想到我这么爽快就答应了。拿了银子后，胖丫并没有马上就走。如云，你是不是会写字？会，要写什么吗？我帮你写。写张卖身契。我和陆慈大惊，这10两银子，我既然答应借了，其实就当给了。10两银子，我得还好几年。没关系，你慢慢还，我不催你。我家里人还跟我要银子，我攒不出来钱。你写，我卖给你5年，我给你干5年的活，还你10两银子。不用，真的不用。用，你写，你不写的话，这银子我也不能要。我把目光投向陆慈。你想帮他吗？那就答应他吧。看胖丫的态度，恐怕今日不写点什么，他是不会带着银子走的。我灵机一动，胖丫不识字，反正我写什么他也不知道，胡乱写不就行了吗？那行，你等我进去写。娘子，卖身契你不会写，我来吧。不用，你让他写，他天天白吃白喝，还是你花钱买来的，让他干活。胖丫还挺正义的，但妹子，你这是在给自己挖坑啊！很快，陆慈写好卖身契，胖丫按了手印，拿银子匆匆离开。你是不是想胡乱写，不想让他卖身给你？他不是骗钱，是真的有难处，而且我帮他，就没想收回这10两银子。可是日后他若和你反目怎么办？那就反呗，难道我还要悔不当初吗？你终究太心软了，会吃苦的。这卖身契你留在手中可以不用，但不能不留。做事的主动权应该握在自己手里，不仅这件事，以后其他事情也要多考虑考虑。你的意思是我脑子不够用呗？陆慈说的或许是对的，但我就想简单点，快乐点。
不想动不动就阴谋诡计拿捏人心。罢了，这些事情我来想便是，这卖身契你收着，没经过官府就不作数，不至于让他沦为奴籍。但是你留着，日后也是个证据，用不上最好，万一能用上呢？算了，还是我替你收着吧。也行，勾心斗角的事就让他来吧。哎呀，我光顾着安慰胖丫了，竟然忘了问他外婆为什么要投井。我让安虎去查了，晚上你就知道了。前夫找上大姐求复合，昔日的爱人与前夫到底该如何选择呢？续上集，韩平川得知观音奴好了后，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。观音奴呢？说是要去钓虾，跟着铁蛋去了。子恒，观音奴好了。真的，你别跟我闹。真的，子恒，我们有盼头了。咋一来就跪下了？他脚麻了，娘子，晚上可能要添一副碗筷了。李哲肯定要去隔壁的，不用计划。来了还能撵走不成？行了，我去娘家要条鱼。辛苦娘子了。我走后，陆慈把韩平川带到了厨房，一边和面一边说道：“有什么话你问吧，晚上吃面，我先把面弄好。”韩平川不可思议地看着陆慈，观音奴好了，萧衍下厨给我做饭，这个世界错乱了。你做饭？我不做，那你来做。还是晚上不吃了？不是，你已经娶妻了。我是他买来的相公，你眼前的不再是镇通侯，不再是萧衍，而是陆慈。都这么久了，你也没把人降服，真是个废物。你确定你比我更懂女人？我要是懂，就不能天天挨揍了。你觉得你们配吗？没有什么配不配的，这世上自己喜欢就是最好的相配。等你成亲就懂了。来，帮忙烧灶。感觉陆慈这段时间已经慢慢爱上我了。我烧个屁！观音奴在哪里？我要去找观音奴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他要亲自去看看。在河边，出门一直往北走就能到。崔伟也在，你认识他的，但你别一惊一乍的，也别往前冲，要知道。揉你的面吧，我有什么不知道的？来到河边，韩平川听到观音奴和铁蛋说话，当场呆住。观音奴。很快，一行人走了回来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来，坐下说。屁屁疼吗？韩平川老脸通红，陆慈顿了一下，随即大笑起来。看来你没听我的话，大欢又立功了。陆慈本想跟他说防着点大欢，这厮不听，活该。哼，晚上我要吃铁锅炖大鹅。铁锅炖你，铁锅炖你。开饭了，娘吃鱼。跟铁蛋一起去洗手，要洗干净，然后帮忙摆放碗筷。韩平川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怎么还叫上娘了？还得自己洗手，还得帮忙摆放碗筷。他知道观音奴的身份吗？不知道。怪不得，要知道了，他哪里敢指使观音奴干活？但他知道我的身份。知道了陆慈的身份，还能让他当牛做马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那他肯定觉得你不能负气了。他觉得我能，他恨不得我明日就走，免得吃他的粮。怎么，你没给他银子？给了，但给了就是他的，再花还是他出的钱。这不土匪吗？是嫂子，现在是，以后也是。凭什么？韩平川不解，萧衍才貌双全，身份贵重，在京城是多少少女春闺梦中人，他怎么可能娶一个农妇？凭我愿意。行了，吃饭的时候管好你的嘴，不要连累我，也不被他待见。我不说，我把嘴缝上行不行？他以前怎么没发现萧衍居然是个重色轻友的家伙呢？观音奴是怎么好的？他知好的，但是怎么知道我不知道。韩平川忽然反应了过来，所以你让我给大哥写信，让大哥来这里休养，是存了？我什么心思都没存，全靠缘分，我安排不了他，得看他的心情。那我也能讨好他，我这就去写信给大哥。我已经写了，把精神头用在该用的地方，接下来的事还多着呢。没错，一件天大的事已在他们心中慢慢酝酿了起来。几天后，大姐的茶摊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姓。大姐回过头，不正是徐光良吗？喝茶吗？粗茶1文钱管够，好点的1文钱1碗，最好的3文1碗。徐光良愤怒地看着大姐说道：“不要揣着明白跟我装糊涂。放尊重些，我现在已不再是你的谁了，不会再任由你打骂。你敢动我一根手指头试试，看看我兄弟能不能打断你的腿。”你……徐光良气得浑身发抖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：“哼，怪不得你非要和我和离，原来是知道李哲回来了，想要和他在一起，是不是？”徐光良，你说这话丧不丧良心？我为什么跟你和离，你不知道吗？现在跑来颠倒是非，往别人身上泼脏水，咱们两个的事情到底怎么回事？和别人有没有关系？你还不清楚吗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我以前逆来顺受是不是？我是忍，我总有忍受不了的那一天。我非得被你们徐家人搓磨死你才心满意足吗？信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就见不得我好？我回娘家靠这么个茶摊过日子，你还不肯放过我？你们徐家欺负人也该有个度吧？我现在没花你们一个子，当年我花的也是我给你们当牛做马该得的。现在你给我滚远点，要多远有多远，我看着你都恶心。信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你受委屈了，可是我爱你啊，你跟我回去，
咱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？大姐听到这些，真觉得恶心。滚！姓，他让你滚，你没听到吗？来人正是李哲。李哲，你什么意思？姓是我娘子，你谁是你娘子了？和离书算什么？难道不是你亲手签下的？李哲走到大姐身边，轻声说道：“不用害怕，有我在。”我没害怕，这不关你的事，你先走，我跟他说。李哲没有动。你怎么一点都不听话？快走！我走了，他欺负你怎么办？他不敢，你快走，别让人看笑话。村里这些人嘴碎，让人传出去就成了二男争一女的戏码。他不要紧，但要顾及李哲的名声。有什么话得当面说清楚，否则日后你又不知道怎么被人泼脏水。你走不走？你再不走，我生气了。此话一出，二人皆是一震。大姐飞快地低下头，李哲眼中则是说不出的复杂，怀念、怜惜，当年的信儿还在。姓，你过来，跟我回去好好过日子。以后你还是徐家的少奶奶，过去发生的事我都既往不咎。这明显是把矛头指向了李哲。徐光良，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吗？让我做大的，让别人做小的，我答应了吗？你硬要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我可以忍着，谁让我花过徐家的钱？但是李大人不一样，他是有官身的，我劝你说话过脑子。我家上面也有人，不见得没他厉害。李哲可是实打实的有官身，村里人也开始帮李哲说话了。徐少爷都和离了，你就别来闹了。就是，不是你自己找的小的吗？肯定是因为生了个女儿，这又惦记起炫的好了。肯定的，当年炫在咱们村里那可是一枝花，谁不夸？徐光良，你回去吧，我和谁在一处跟你没关系，我们已经和离了。行，我们好好过不行吗？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们没有我们，只有你和我。你也不用往李哲身上泼脏水，我一个嫁过人的，还没痴心妄想要再嫁个有官身的。众人一片哗然，李哲面容平静，心里却像被针扎一样刺痛。夫妻一场，你说的对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所以和离之后，我没说过你一个字的不是。你若是还顾及曾经的夫妻情分，就闭嘴；你若是不顾及，那我也不讲什么情面了。徐光良一惊，他知道大姐的脾气，闭口不言。众人也十分好奇，他到底有什么把柄落在大姐手上。回去吧，别让人笑话。徐光良看了看大姐，又看了看李哲，咬牙说道：“哼，我还会再来找你的。”说完便转身走了。我也先进村了。他想留下，但不想让大姐感觉如芒在背。好，看着李哲离开的背影，大姐思绪万千。她知道徐光良肯定还会来纠缠她，若是以前，她肯定不怕，但现在总是要牵扯上李哲，她不想，因为他一直都是她深爱着的男人。我穿越古代，用现代医学给人做手术，那白花花的银子自己就找上了门来。续上集，有了银子可不能委屈自己，独栋别墅可是少不了的。安排拿了地，买了砖瓦，我的新家也浩浩荡荡的动了工。本以为我是最开心的一个，没想到还有比我更开心的，那就是李哲。毕竟乡里乡亲的，互帮互助是应该的。不只是李哲，韩平川没事也隔三差五的往家里跑。不过这次他却带来了一个消息，不知道算不算重磅。来，给钱。我没有。没有钱，把你那块鸡血石料子给我，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侯府被抄家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再说了，我会对你的秘密感什么兴趣？你还想骗我？抄家之前，你把多少好东西转走了？没错，侯府被抄的时候，只剩下一个空壳子。领兵打仗的还能少得了战利品吗？我的秘密你不感兴趣，我看一会儿谁求着我。那你说来听听。想得美，你就说你想不想娶柳如云吧？不是想娶，是已经娶了。你娶的不是只母鸡吗？别以为韩平川不知道，他可是笑了整整3天3夜。怎么，你有意见？要是以前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毕竟我内心深处有一说一，觉得咱们翻身的机会不大了。现在不一样了，观音奴好了，我大概也能明白你对柳如云的感情。毕竟救命之恩，以身相许嘛。但柳如云这身份，回京之后你不头疼吗？没错，我的身份实在是太低了。我要的人不需要对别人解释什么。可要是别人嫌弃他呢？他不在乎，他不在乎，我就更不会在乎了。那怎么行？你别忘了太子良娣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求我滚！你猜我今日来，在路上遇到了谁？陆子略停顿片刻。柳云信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不蠢。这个村里除了自己和柳如云，他还知道谁？而且柳云信就在村口摆摊，想不遇见都难。虽然我今日第一次见到他的正脸，但这张面孔却不是第一次看到了。怎么可能？他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，你之前根本没来过灵州。这件事情就说来话长了，而且事关我爹的清誉。陆慈冷冷地盯着韩平川。怎么，你不信是不是？你爹的清誉，我看是因为生了你这么个儿子才被影响了。这事和我没关系，是我爹书房里挂着一张画，画着个女将军，和柳云信一模一样。陆慈蹙眉，这厮应该不至于连自己亲爹都编排上了吧？真的，千真万确，我娘说了，那画中的是真人。
提到韩平川他娘，陆慈信了。废话少说，那个人是谁？镇南王府老王妃，真的特别像。我今日还特意仔细打量了一下嫂子，眉眼之间也有相像之处，只是柳云信更像，那简直是活脱脱从画里走出来的人。陆慈也很好奇，难道世上真有像他说的那么像的人吗？基于此，你说将来你要是回京之后找人去跟老王妃递个话，求他认一个远房亲戚，难吗？还别说，韩平川这个主意特别好。回头我让安虎把料子找出来给你。回头你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嫂子，她是不是激动点要主动投怀送抱了？你别在她面前胡咧咧的，她不愿意跟我回京。什么？她不是知道你身份了吗？知道了，但也不愿意。她凭什么啊？她是什么身份？难道是天上的仙女啊？敢嫌弃你？你说对了，她就是9天仙女下凡。很快，经过764天的修建，新房终于落成，家具设施应俱全。我算了算，近100两银子，无疑是村里的 No.1。接下来就是分配房间了，3个卧房，我住在浴室的东间，翠微带着观音奴住东次间，你住西间。陆慈无语，怪不得我这么高兴，感情是不用和他睡在一处了。让胖丫住在东厢房吧，西厢房咱们放些杂物。胖丫早已经全身心投入到卖身契中，得给他安排一间。我觉得这样安排不妥。给安虎安排一间吧，他这些天也辛苦了。你说村里时常有妇人骂街，说丢了吃食，是不是他干的？有一些吧。以后直接上家里来吃吧，别再到处蹭了。另外，让他住西厢房吧，反正厢房好几间，胖丫想来也不会太介意。韩平川会经常来，给他留个房间。他这人毛病多，肯定得睡正房。那有什么难的？跟你睡一起不就行了？不行。怎么不行？你怕他非礼你不成？他打呼噜又磨牙，我睡不着。那我还说梦话呢，也没听你说睡不着啊。总之不行，得给他单独留个房间。我还是跟你睡，虽然是假夫妻，但是装也得装一下。装给谁看？之前还说有人要来看他过得好不好，可也没下文了呀。会有人来的，总要小心谨慎些。而且我没打扰娘子吧？没有，我是怕打扰你，害你天天洗裤子，还得委屈娘子一段时间，等我走后就好了。而且胖丫对我似乎有些意见，我们不睡一起，她更要撵我走了。胖丫是厌恶男人，觉得男人都是占便宜的。他不是针对你，他是觉得男人都是垃圾。我知道。怎么突然觉得陆慈有点可怜了？算了，就先这么安排吧。不睡在一个房间，大姐和嫂子也得说我。好，就先依你的吧。晚饭后，我们正在院子里乘凉，一只鸟从天而降，卧槽，好大一只！娘子不用惊慌，这是我豢养的海东青。我当场呆住，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鸟。娘子怎么了？这要是煮这么大一只鸟，得多大的锅啊？这是用来送信的，不是用来吃的。陆慈取下书信，认真看了起来。娘子，怎么了？你擅长带下之症吗？我反应了半天才明白过来，原来说的是妇科。还行吧，说是什么症状？这个鸟人难道在外面招惹什么女人了？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，就是好像一直淋漓不断的出血。那怎么行？肯定贫血。谁啊？这是？之前还有其他症状吗？持续多久了？持续多久我不知道，只知道生过孩子之后好像一直这样，如今有4、5年了。那他命挺大的。请了很多大夫，各种好药应有尽有。原来是食物链顶层的大佬。还是没治好吗？不应该啊。太医院已经手足无措，所以只能求娘子了。哦，好，这都不算事，你让他来就是。那就多谢娘子了。不用谢，咱们俩都这么熟了，以后你家7大姑8大姨的，不管谁不舒服，尽管找我。有谁会和银子过不去呢？娘子就不问我帮谁求医吗？不是你亲戚就是你朋友呗，反正人情是你欠下的。他在京城，不能过来。那我也爱莫能助了。我可以让万神把他的医案带来，可否？那就带来看看再说吧。医案这种东西不见得有用，也不准。但是既然人不能来，那先看看医案也行。那有劳娘子了。相公客气了。娘子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不好意思，真不想听。哦，好。从前有个姑娘，身份尊贵，奈何家道中落。后来她得遇贵人，对她的家人也很照顾，一路提携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捂不热她的心。后来她生了病，太医说是郁结于心，可是她到底心里藏着什么，谁都不知道。娘子能帮我想想是什么原因吗？等等，让我捋一下。这个姑娘难道是观音奴的娘？这个贵人就是陆慈。陆慈喜欢观音奴的娘，但观音奴的娘却不喜欢他。唉，可怜的孩子，这实在不好猜。我们只是闲聊，娘子但说无妨。可能觉得齐大非偶吧。那也不至于。那就不知道了。娘子对我一直疏离，是不是也因为齐大非偶这4字？我不是。那我和胖丫是一路人，没想过嫁人。其实做夫妻有什么好的？你看我姐和徐光良是不是闹得鸡飞狗跳，各自飞？那做什么好？做兄妹啊。我不缺姐妹。陆慈望着我离开的背影，
一个计划在他心里萌生了出来。恶毒外婆上门吸血，我让胖丫直接点赞招呼。续上集，我正在打扫新房，秘密急冲冲地跑了过来。小姑姑，曾外婆带着舅婆来了。我脸色一沉，吸血鬼又上门了。一句话形容，娘亲和这个外婆的关系就剩下一个字了，名字。很快，我们来到娘家，舅母连忙迎了上来。哎呦呦，这是如云吧？舅母伸手就要拉我，却被我避开。怎么现在跟舅母生疏了？你生出来的时候，我还抱过你呢。是吗？原来是我不懂事了。拿10几年前的交集来说是，可见有多少年没来往了。你看看，你交的好女儿，见了我们也不喊人，怎么？你对我有什么不满？要教唆你女儿给我甩脸子看？娘，不是的，如云就是不爱说话。她不爱说话，能攀上高枝，我看就是没把我放在眼里。我攀上什么高枝了？我自己怎么不知道？如云害羞了呢。你和周二公子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，还是你有福气。你看你表妹嫁了个泥腿子，天天吃不上穿不上的。我既然攀上了高枝，也不见得外婆对我能客气点，可见这个高枝不够高啊。外婆被我说的恼羞成怒，只能把矛头对准了软柿子的娘亲。你给我跪下！娘亲从小饱受外婆的毒打，对她的惧怕已经深入骨髓，闻言便双膝发软就要跪下，却被我一把拉住。如云，你别管，快回你家去。娘，您这般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我现在已经嫁人了，不归您管了。有事找我相公去。再说了，你也出嫁了，有事让外婆找我爹去。哼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哎呀，我的心呀，疼死我了，要晕了。卧槽，苦肉计都用上了，小场面 hold 不住。外婆要晕倒了，我把她扶到茅厕里去。茅厕？对，塞一嘴粪，这病就好了。你别闹，真的，我带外婆去。话语间，我不由分说的去拉扯外婆浴室。好了，我好了，你松手，你赶紧给我松手。外婆确定好了吗？万一再犯病怎么办？好了，我好了。舅母乐氏在旁边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隐约觉得我是真的不好对付。大姐，您这日子过得真是让人羡慕啊！儿子女儿都出息了，我是真没办法跟您比了。你那侄子侄女，一个比一个没本事，就说您那3侄子这么大年纪了，因为没地方，连媳妇都没娶上呢。果然，人怕出名猪怕壮，这个房子盖得太高调了。那是挺让人着急的。娘，您替别人急，就不替我二哥急了。对，我家老二老三都没着落，弟妹我也愁啊。你愁什么？2个闺女，一个嫁进徐家，一个自己有本事起了5间大瓦房，你哭哪门子的穷？娘亲不敢作声，只能求救般的看着我，长期的压抑生活，让她在于氏面前毫无抵抗之力。外婆怕是不知道，我大姐已经和徐光良和离了。是不是你唆使你大姐和离的？那么好的一门亲事，你也是个糊涂蛋。他们年纪小胡闹，你这个当娘的什么都不管吗？你要是敢这样，我早就把你的腿打断了。娘，现在徐家被欺负啊，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吃苦啊？最后一句话也是我们多年不解的一个问题，明明是亲生的，为什么过得比在后娘手下讨生活都不如？若不是遇到了爹，娘亲恐怕早就活不下去了。胡说八道，什么吃苦？徐家那是什么样的人家？你女儿是掉进了蜂窝里，被他自己男人打几下怎么了？你不见那公主还被驸马打吗？男人打女人，天经地义。我顿时炸毛，忍无可忍，就无需再忍。我外公怎么没把你这个恶毒的婆娘打死，却被你克死了？小畜生，我是小畜生，你就是老畜生，死不要脸的老畜生。如云，你少说2句，你不能跟外婆这么说话。娘，您别生气。于是伸手就要打娘亲，被我一把捏住了胳膊。我一字一句的道：这里是柳家，你敢撒野试试？老东西，别给脸不要脸！你敢跟我撒泼，我就敢跟你耍混。不能啊，如云不能啊！娘求求你，快放手，快放手！见娘亲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我松开了手，拉着她退后了2步。娘，您别生气，如云这孩子就是脾气不好，她没有坏心思。这就是你养的好女儿，哼，我不和她计较。谢谢娘。徐家说了，要重新娶信回去，人家宽宏大量，又给了66两银子的彩礼，我已经替你收了。娘，不行，那不行啊！你算什么东西，替我姐收彩礼钱？行，你收了，就让徐家花轿把你这老畜生抬去，你们狗咬狗一定很精彩。哼！给我打，给我打这个小畜生！就这种目无尊长的小畜生，凭什么住那么好的房子？让他把房子倒出来，我要住，我带着你兄弟、你侄子们搬过来住。卧槽！
真是无耻他妈给无耻开门，无耻到家了。原来不仅打姐姐婚事的主意，还来打我房子的主意了。娘，不能把杏再推到火坑里啊！如云也已经嫁人了，那房子也不是她能做主的呀。算了，和这种人说话纯粹是浪费口水。秘密，去把胖丫喊来。不用喊了，我早就来了，我把他们撵走。胖丫一直在旁边听着，怒火都冲到天灵盖了。我是外孙女，不能动手。他行，于是见到硬货也怂了，连忙说道：“你们等着，我要去官府告你们不孝。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，我倒要看看你哪来的脸去告出嫁的女儿。去告，不告你就是我孙女。你和他咧咧什么？让开！”胖丫直接抡起扁担招呼了过去。胖丫举着扁担直接将二人撵出2里地，正好遇到路过的韩平川和李哲。再敢来，见你们一次打你们一次。看什么看？你起码了不起啊！再看一扁担给你挑下来。你是胖丫吧？你怎么不认识我了？不认识。胖丫不记人，尤其记不得男人。那你总不能不认识他吧？哼！胖丫不理他们，扛着扁担转身走了。李哲，我什么时候得罪这个丫头了？咱们去柳家看看吧。另一边，那个包子娘也确实吓得不轻。娘，你怕什么？早就该和他们断绝关系了。可是那总归是我亲娘啊！你亲娘早就把你卖给我爹了，当年他可是逼着我爹卖了祖上传下来的那件古董，换了50两银子把你娶了。娘亲就是太过于迂腐，于是做了那么多恶，都敌不过亲娘2字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只有断绝关系这条路。从前家里穷，他们怕我们打秋风，所以不来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您如果一直这样自己立不起来，那就只能看着儿女们被他们欺负了。不行，你好好想想吧。来硬的，咱们不怕他，但是您自己要是泄了气，那谁也救不了。就在这时，大姐也得到消息赶了回来，得知事情的经过后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去厨房拖了刀就要去跟他们拼命。我要砍死那一家子杂碎，我给他们偿命。姐，他们算什么东西，不配让你给他们偿命。我不活了，我去和他们拼了。杏儿，这是怎么了？见到李哲，姐姐瞬时变了脸，像个没事人一样平静了下来。没什么，我寻思着你要来吃饭，想杀鸡。算了，家里都是下蛋的母鸡了，留着下蛋，不杀了。那就留着吧。这算了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恶毒外婆带着舅母想霸占我的新房，我让胖丫直接扁担招呼。续上集，经过外婆一闹，我们也搬了新家，免得有人打不该打的主意。我带着女眷去参观我的新房，陆慈则带着男人们在院子里说话。万万没想到，陆慈这厮正在激他的岳父大人。今年秋闱，岳父可以下场试试。不了，我都多大年纪了？爹爹都快50了，不过确实很有才华。之前参加过6、7次秋闱，可是一直不中，他也早就息了这种心思。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况且您现在也不算老，算了吧，别折腾了。李哲不语，隐隐感觉陆慈在盘算着什么。主要是家里境况越来越好，如云之前虽然买了10几亩地，但是还想继续买。众人大惊，我这是攒了多少身家呀？如果您中了举人，家里的地挂在您名下，就能省出来很多赋税，而且您中举之后，2哥3弟的婚事都会更容易，我们也与有荣焉。爹爹何尝不知种种好处，可考不上啊！但女婿这般情真意切，实在不好意思推辞。今年来不及了，这已经是8月了，中秋之后就得入考场了，得找举荐的人，得报名，肯定来不及。这件事情您不用担心，我和知县大人提过了，他今日来的迟，便是帮您找举荐人，帮您忙一切事宜，您只管临阵磨枪，准备入场就可以了。卧槽，这是棺材都做好了，坑也挖好了，只等着他咽气了。岳父大人才高8斗，只是少了些运气。如今家里的日子蒸蒸日上，或许乘着这股好运，您也高中，喜上加喜呢。爹爹不语。如果不中，也是我和如云让您操心了，情理之中。而且咱们谁也不说，到时候悄悄进考场就行，就算不得志，也只当没发生过。李哲算是看出来了，侯爷这是无论如何都得把他岳父送进考场，饼已画好，退路也给准备好了。那试试。岳父大人凌云壮志，此次定能金榜题名，扬眉吐气，让那些嘲笑您的人好好看看。还别说，陆慈这张嘴确实不简单。好，我今日回去就开始准备。李哲表示恭喜侯爷得偿所愿，但是为什么呢？中午酒过3巡，爹爹喝高了，大着舌头说道：“这次我一定要中，不辜负姑爷为我这般筹划。”什么情况？我把陆慈拉到卧室，陆慈也喝了不少，脸色微红，眼神潋滟，发如乌云，真乃人间绝色。娘子，大白天的，这般不好吧？怪不得男人都爱喝酒，原来借着酒劲耍流氓呢。你给我爹筹划什么了？你让他下场考试。陆慈含笑看着我，伸手要摸我的脸，我一脚踹了过去，却被他抓住。娘子真狠心，我是看你头发上有落叶，想帮你拿走而已。说话间，陆慈抬手从我发髻上取下一片小小的黄叶。离我远点说话。确实是我提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欣赏和敬佩岳父大人的才学，不忍明珠蒙尘。我去你的，鬼话连篇，你行啊？尚可，说起来还是娘子提醒了我。我提醒你什么了？娘子说齐大非偶，那我只能让岳父大人再进一步2步了。有了举人的身份，就可以举荐入仕，便可名正言顺成为进士。疯了，这男人真的疯了。晚饭的时候，大姐端了一盘肉过来，怎么还给我送肉来了？快拿回去你们吃。家里还有呢，是你最爱吃的猪头肉，爹的学生家今日杀猪，特意送来的。我说少给你点，娘还不依，说你最爱吃这个。2月2那日，为了一片猪头肉，你还……姐姐，你快拿回去，我不吃。娘特意让送来的，说你就爱这口。你说你多大的人了，还能为一片肉大过节的跑出去？好吧，你可真是我的亲姐姐，以后给我烧纸就行了，不用再端肉了。晚上，我坐在桌子边静静的等待着审判，逃是逃不掉了的。娘子，2月2那日偷听我和安虎说话的人是你。我什么都没听到，我就以为是水鸭子在快活。其实是你就最好了，那些事情本来也可以对现在的你和盘托出的。所以小命保住了，不能掉以轻心，再观察观察。什么事情？别说了，说了我也不懂，我光知道你是侯爷就行了。我一个村姑，做梦都没想到能认识侯爷这样的大人物。你想啊，以后我遇到什么事情，只要提起你，只要你还认我做朋友，那还有什么愁的？陆慈无奈低下了头，面前这个女人始终在和自己划清界限，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对了，你该不会是找韩县令营私舞弊，硬把我爹抬成举人吧？我还没有那么蠢，不会把把柄硬送到对头手里。那就好，赶紧睡吧，我明日还要进城呢。娘子进城做什么？还不是你豁我爹下场，那得考好几天，十分辛苦。我要去买些吃的、穿的、用的给我爹带着。次日，我带着胖丫来到了县城，刚进城又遇到了财神爷。仙姑，仙姑！听到王老板的声音，我都想拔腿就跑了。我可听说了孟怀卸任的事情了。仙姑，您总算又进城了，您可真是太神了。过奖，您过奖了，您不用这么阴阳我吧，大不了我退钱。孟老爷说了，要好好谢谢您，您可真神了。接着，王老板把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。虽然孟怀丢了官职，却保住了性命和财产。当然，这也得益于陆慈打的招呼，让他戴罪立功。多亏了仙姑，否则恐怕他的脑袋都丢了。仙姑服了，我老王真是服了。哪里？仙姑，眼下还有一桩好生意，不知道您接不接？违法犯罪、杀人越货的勾当，我可不做。那哪能呢？仙姑真会说笑。那您说来听听，有谁会嫌钱多呢？说起来，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我也是昨日碰巧听说的，想着200两黄金，就跟你说一声。卧槽，200两黄金！我眼前一亮。前2天，运河边上停靠了一艘很大的船，比咱们这里最大的画舫还气派。是过路的富贵人家？应该是，就是不知道哪家，但是肯定是贵人，不是光有钱。看那排场，应该是大官。船上有人生病，昨天急急忙忙全程找大夫，他们自己都还带了大夫。要我说，大夫有用的话，还用来咱们这穷乡僻壤找？依我看，就是犯了什么忌讳。忌讳是没有，不过以我的医术应该不难。仙姑要不要去那大船看看？以您的道行，远远看看，能行您就可以赚个200两黄金，不行也没什么损失。有谁会和银子过不去呢？不过得先把对方的底细打探清楚，免得白送人头。于是我来到县衙，找到了韩平川，把我的意图给他说了。你就是这样把观音奴给治好了？差不多吧。那你去吧。这厮的态度确实让我有点不放心。大船上是什么人？身份的话，你放心，不是坏人。云贵总兵魏哥携妻进京求医，路上病情恶化了，只能暂时停下。魏哥？怎么，你听说过？那岂只是听说过，简直是如雷贯耳。没有，就是觉得总兵很厉害的样子，我得权衡一下利弊。什么利弊？如果治不好，他会不会恼羞成怒，要了我脑袋？你当魏哥是什么人？土匪还是强盗？治不治得好，那都是命，与你何干？再说了，律法是做什么用的？其实这都怪陆慈，动不动就说要把谁灭口。那我去试试。我也去。那散了，我不去了。怎么，怕我看？怕你偷师，家传绝学，概不外传。家传绝学？你家谁传给你的？祖宗入梦教我的。好吧，韩平川只能就此作罢。他只想看结果，期待能给他带来惊喜，那他大哥的病就有希望了。一盘柿子差点要了总兵夫人的命。看在200两黄金的份上，我还是选择了出手相救。续上集，打探到船上之人的底细后，我们来到了河边，表明来意后，顺利的见到了魏夫人。王老板和胖丫却被留在了船下。竟然还有你大夫，还如此年轻。柳氏如云见过夫人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漂亮的妇人端了一盘柿子走了过来。夫人，这是奴婢特意为你买的。哎呀，奴婢冒失了，没发现有客人在。不要紧，你也来看个稀罕。这里竟然有这么俊俏的女大夫，
你们几个也不长眼色，还不去把孙姨娘的东西接过来。夫人，奴婢伺候您不是应该的吗？孙姨娘把柿子放在魏夫人面前，在她旁边坐了下来。您好歹吃点东西，这一天天的，大人担心，奴婢也担心。我这身体让你们都跟着操心了。姑娘，过来坐。我来到魏夫人身边坐下，望着那盘柿子，只觉得有蹊跷。现在这个季节吃，是不是太早了？夫人，我要先请脉。柳姑娘，你只管放心看，我的病情自己清楚。现在无非是夫君待我好，家里和睦，3个孩子又小，所以我才一直不甘心，治不好了，我知道的。我聚精会神地给魏夫人诊脉，秀眉慢慢蹙起。夫人可是食欲不振，腹部胀痛，是这个病症，如今越发觉得病重了，东西都吃不下了。我没有说话，把目光落在那盘柿子上。柳姑娘也喜欢吃柿子。柳姑娘若是喜欢，奴婢可以送你一些。不是，只是觉得这时候的柿子颇为新奇。孙姨娘家里是种柿子的，她从小会捯饬这些东西，所以我也跟着有口福了。原来如此。孙姨娘似乎更关心魏夫人的病情，忽然起身跪了下来。姑娘，求求您一定要救救夫人，夫人若是有个，奴婢也没法活了。吉祥，你快起来，生死有命，不要难为大夫，这大概就是我的命吧。滔天的富贵我享受过了，可能压不住，我没了之后还得靠你，几个孩子都是你看着长大的，只有交给你我才放心。快别哭了，让柳姑娘笑话。夫人，您要是有事，这个家就垮了。我没有说话，紧紧盯着孙姨娘。魏夫人看了看我，眼中闪过短暂的惊讶之色。你们快扶着姨娘下去梳洗，好好伺候。是。丫鬟们把孙姨娘扶了下去。当只剩下我们2人时，魏夫人缓缓开口问道：柳姑娘，我的病和孙姨娘不和这柿子有关？我点了点头。我就知道，只是我一直没猜出来，她到底在哪里动了手脚。魏夫人患的是胃结石，常年累月下来，如今已经很严重了。这个柿子功不可没。那柳姑娘，我的病还能不能治？虽然慢，但是并非病入膏肓，无药可医。魏夫人大喜。真的吗？柳姑娘，你不是安慰我的是不是？你不是我娘家派来的人是不是？夫人，您娘家派人来需要如此委婉吗？也是我太傻了，我只是太想活下来了。蝼蚁尚且偷生，更何况是人？夫人这般已经比许多人淡定从容了。柳姑娘是个性情中人。夫人此话怎讲？柳姑娘刚才脸上已经什么都写了。无论孙姨娘怎么装腔作势，我都不为所动，不肯虚情假意劝解一句。魏夫人觉得我是个可交之人。其实你不用那么耿直的，她怎么说也是总兵的姨娘，想要对付你易如反掌。不过你放心，现在有我，她奈何不了你。夫人，我就是个会点雕虫小技的村姑，实在理解不了你们主仆情深。魏夫人没再多说，转而说道：我的病就得麻烦柳姑娘了。夫人想想自己多久之前开始贪吃柿子，就该知道这病想要治好，不是一日之功。我先给夫人开几服药，先吃1个月试试。好，慢慢来，没有1年半载，怕是无法根治。魏夫人犯了难，以前认为时日无多，便睁只眼闭只眼，可现在有了希望，她得重新规划了。她不能一直待在灵州。柳姑娘可否随我进京？我家在这里，家人不会放心我跟着您进京的。我相公确实公务繁忙，不能在这里停留许久。柳姑娘，你回去和家人商量一下，银子不是问题，200两黄金之外我还可以再加。这可不是银子的问题，我怕的是有命赚钱没命花，可不想卷进别人的后宫争斗当中。这不是银子的问题，我说话直，夫人不要见怪。你说，倘若夫人生病没了，为大人料理丧事，还得为您守孝几个月，能为您死了守孝，就不能为您活着停留吗？我是村里人，没读过什么书，这道理我倒是不明白了。魏夫人一时竟无言以对。他说的对，来人正是云贵总兵魏哥。大人回来了。夫人不用多礼。魏哥仔细地打量起我来。四郎，不要这样吓人，人家小姑娘会害怕的。姑娘，夫人的病吃多了柿子，那能治好吗？可以，但需要时间。魏哥没有作声，他没听过吃柿子会把人吃出病的。大人可以和夫人商量一下，我先告退了。等等，请问姑娘师承何人？自己闲来无事，看过几本医书罢了。这分明是江湖骗子，看着那200两黄金来的。魏哥把目光投向了魏夫人。四郎，我病已至此，药石无医，不如就让柳姑娘试试吧。你信他？信。四郎，我还想陪你再过几年，这么好的日子我舍不得。看着妻子饱受病痛折磨，魏哥也心痛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好，来人拿文房四吧。开了方子后，我便离开了。王老板见状，连忙迎了上来。仙姑如何了？奸人作祟，待有我在，问题不大。王老板一脸崇拜，能给总兵夫人帮上忙，这可够他吹一辈子的了。然后我便和胖丫开启了疯狂采购模式，有了银子可不能苦了自己。回到家时已经傍晚，冠衣奴见我连忙跑了过来。娘，怎么了，乖宝？手疼。原来陆慈让他在家练了一下午写字，
娘给你买了糖。我拿出3袋糖，观音奴接过便跑了。糖。娘子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今日接了个大活，跟着姐有肉吃。那以后就靠姐姐了。给个杆儿你就爬啊，你猴子啊！你认识什么总兵卫哥吗？没见过，但听过名讳。我也是这2日才听说的。他的船停靠在林州，夫人身体不好，我去帮忙了。那是他们有福气了。你跟他有没有仇？若是有仇，娘子是不是就不救了？男人的事情和女人有什么关系？没有仇，日后还可能有求于他。娘子做得很好。没有仇就最好了，给你添乱我也不好意思。接着我把今天发生的事全部说了出来。你说我多瞎，我竟然完全没看出来他们俩其实是死敌。娘子眼睛干净，看不到脏污。我得想想，你这话是不是骂我的？你们这些人说话都拐了不知道多少个弯呢。你我之间无需如此。你看我这脑子还真是不够用。不，娘子最厉害的就是悟性，你当时就能想明白，其实已经很难了。这话或许是假的，但是我爱听。对了，魏家的人为什么不下船呢？难道他们是鲤鱼精，离不开水吗？倘若是鲤鱼精，见到你这东海公主还不得诚惶诚恐。魏家规矩森严，魏哥此行是奉命进京，途中不接受任何官员和乡绅宴请。接着陆慈把他所知道关于魏哥的事全部说了出来，也让我心里有个底。晚上陆慈来到安虎的房间，主子，信送走了。好，你去告诉韩平川，只要魏哥需要，给他提供些便利，日后未必没有再见的机会。是。贪婪舅母再次上门，我用变戏法把他吓得屁滚尿流。续上集，和胖丫疯狂采购后，我们回了家。次日一早，望着镜中的自己，我不由感叹道：古代的4大美人也不过如此。娘子，吃饭了。我转过身，陆慈当场呆住，脸上的伤疤已全部褪去，精致的脸蛋呈现在面前，明眸皓齿，肤如凝脂，该大的地方大，该细的地方细，说句倾国倾城一点也不过。娘子真漂亮。陆慈没忍住伸手想要摸我脸蛋，我也没忍住一巴掌招呼了过去。饭后，我把买的布匹和一些日用品送回了娘家。如云，你怎么又往娘家送这么多东西？你这孩子，说了你多少次了？这让陆慈怎么想？他爱怎么想怎么想，他给了我聘礼，还是给了我房子，他是咱们家买来的。你呀你，比你姐还掐尖要强。都说了，别把买来的挂在嘴边，你就不听。我没做声，大嫂看了看我，还是对娘亲说道：娘，我看您还是别瞒着如云了，咱们家她最有主意了。什么事情瞒着我？还不是外婆和舅母他们。他们又来了。来了，估计是专挑你出门的时候来的。娘还给了他们2两银子。我当即怒道：娘，为什么给他们银子？他们那种人，多少银子都喂不饱。可是他们总闹，咱们家名声不好了，也影响你爹下场。不行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得想个办法彻底解决掉才行。我灵机一动，大嫂，找人给他们带信，让舅母来，我给她点东西，让他们消停。那怎么行？1文钱都不要给他们。别，以后怕他们会缠上你。比起缠着女儿，娘亲宁愿自己吃点亏。放心，我有数。大嫂看出来我有了主意，连忙说道：我这就去。而此时的另一边，魏哥已派人调查到了我的底细。什么神婆跳大神？是的，大人。魏哥大怒，竟然是个神婆！奴婢这2日一直内疚不已，让夫人吃了那么多柿子，却没想到有人来挑拨离间。挑拨离间？大人，这么多年来，奴婢虽笨，但也算尽心尽力。夫人重病的事情也不是1年半载，寻医无数，都说没有办法。现在突然出来个人说能治，便把矛头指向奴婢。治不好，您人后不会责罚，但是心里却种下了对奴婢的芥蒂。我对你有什么芥蒂？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只需好好伺候夫人即可。是，奴婢听您的，只是这江湖骗子实在是可恨。确实可恨。这样，我修书一封，让人拿着我的名帖去报案。夫人那边，要不还是先别说了吧。夫人现在只把他当成救星，奴婢怕夫人受不了打击。去把夫人的药换了。是。很快，韩平川接到了魏哥的帖子，他乐了。你看看，这让我怎么办好？萧衍说要我帮魏哥，魏哥说要抓萧衍的娘子。您得帮忙想想办法，这中间肯定有误会。李哲认为我连观音奴都能治好，还有什么做不到的？不管是不是误会，既然人家苦主都来告了，咱们自然得查个清楚。李哲顿时明白，这人要搞事情了。收拾，明日咱们去柳树村走一趟。李哲表示，您这查案是假，蹭饭恐怕才是真的。果然，记得明日早点去买点鱼肉带去，省得他又说家里没什么做的，搪塞我。天然的食材加上现代的烹饪技术，想不好吃都难，难怪韩平川老想着来蹭饭。还有，不许自己早走，等着我。次日，舅母乐氏来到了家里。如云，我就知道你是个有孝心的孩子，你小时候外婆舅舅和我多疼你呀。言下之意是你现在发达了，可不能忘本。
可不是吗？非但是我，柳家的人哪个都不会忘记你们的大恩大德。舅母尴尬地笑了笑，那快点吧，时间长了，怕你外婆着急。那舅母看看想要什么？舅母大喜，合着还可以自己挑。这屋里她想要的可太多了。舅母，你看看这个。舅母看着我的手，空空如也。这个行吗？我瞬间从空间取出一把匕首，刀尖对着乐视，乐视被吓了一大跳。哦，不行，那算了。我手中的匕首一下就消失了。那这个吧，我手里忽然又出现一把纸钱。这个行，这可是很多钱。舅母别看这个世界不认，但是将来您下去就知道了，这有多值钱呢？舅母吓得三魂六魄都丢了，转身就跑。又贵啊，又贵啊！娘子，你真调皮，有贼心没贼胆，真是个蠢材，就不信吓不死他们。陆慈对我的戏法十分感兴趣，兴致勃勃地说道：“娘子，再变一个。”好，我随手给他变出一只开色鹿来。陆慈见到颇为新奇，这是什么？这叫甘露醇，有养颜美容的效果。真的？拿我试试。拿去，这玩意便宜，量大管够。怎么用？你洗完脸后，把它均匀涂到脸上即可。谢谢娘子。干什么呢？听说闹鬼了。蹭饭的又来了。辛苦娘子了。正是韩平川，李哲不用想，肯定是去柳家了。找谁呢？没找谁。肯定是找李哲，我最亲近的两个人，真是被你们姐妹俩拿捏得死死的。怎么，都你所爱了？你也不管管，看样子就是夫纲不正。我惧内。今天我可不是奔着你来的，有人状告你家娘子招摇撞骗，我要把人带回去过堂。是吗？当然，咱们俩这交情，自然大事化小。是魏哥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不废话吗？他最近也就给魏夫人看过病。接着，韩平川将事情的原委全部说了出来。我和魏夫人虽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但魏夫人对我很温和，又为人所害，我想帮她，当然200两黄金也想要。我把目光投向陆慈，那你就给我娘子做个保辩事，魏哥应该会信你。做保我有什么好处？天天蹭吃蹭喝不说，还是想你大哥出事，然后你继承家产，那你二哥怎么处置？没病，现杀了。我差点没笑出声来。陆慈这张嘴深得我心。行啊，来吃饭没人说你什么，堵住你的嘴，少幸灾乐祸。就在这时，观音奴和铁蛋跑了过来。娘，小姑姑，大姑丈来了，在和大姑姑吵架。不是大姑丈了。这狗竟然还敢欺负上门，当我们柳家没有人了。娘子不用着急，李哲还在那里，姐姐不会吃亏的。就怕徐光良往他们两个身上泼脏水，我去帮忙吵架。右边是前夫，左边是情人，中间是我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续上集，得知徐光良上门闹事后，我们来到了娘家。徐光良正气的脸红脖子粗的跟姐姐争辩：“你敢说你和他没有私情吗？”我和李哲没有私情，而且他现在有官身，你说话还是注意些。李哲没有说话，他看在姐姐的面子上不和他计较，不然徐光良根本就不够看。还有，你之前让我外婆来我家闹事，我不说，不代表我不知道。许光良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好聚好散。你我二人的事情，我不会对其他任何人提起，也不会败坏你的名声。但你现在来对我指手画脚，我很不高兴。哼，你说你和他没有私情，你敢发毒誓吗？好，我柳云杏对天发誓。是。李哲打断了姐姐。你用你父母发誓。当初姐姐就是因为母亲才嫁给他，她深知父母对姐姐的意义。大姐随即一愣，徐光良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这话太过分了，已经触碰到了他的底线。姐姐说的对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怎么不拿你父母发个毒誓，对我姐姐绝无坏心，否则让他们头顶生疮，脚底流脓。如果你来纠缠我，是害怕我提起过去的事情，那大可不必，我言尽于此，你好自为之。哼，柳云杏，你就是和李哲有私情是不是？你忘了当初你往娘家偷东西，我还帮着你遮掩，你忘了？你每次和我娘起冲突，我都会安慰你，你忘了？够了，我往娘家偷东西，哼！大年初3回娘家，你娘什么都不给我，让我空手回门吗？你娘和我起冲突，何必说的那么好听？分明是她打我骂我罚我，让我当着所有下人的面跪在正院里。想到这些，大姐眼中露出彻彻底底的失望之色。徐光良，你真的够了，你把聘礼送到我外婆家，逼我再嫁给你，我做不到。送到谁家？谁家女儿家？正好高家宝妹嫁得不如意，跟了你不正合适，来柳家丢人现眼。你一次次来闹，无非是想把我闹得身败名裂。你扪心自问，你没有软肋吗？倘若我想闹，你日后还有立足之地吗？适可而止，好自为之吧。你败坏我名声就算了，但是你在牵连无辜之人，休怪我不客气。是他，都是因为他。李哲夺妻之求，不共戴天，我和你拼了！徐光良挥拳就向李哲冲去，一介文人对五品武将动手，这不是找死吗？卧槽，是算了。李哲硬生生吃了他一拳，
他明明能躲过去的，可为什么呢？徐光良，你真的非要逼我把那点事情抖落出去吗？信你，我说到做到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哼，你真的如此绝情？是你逼我的。好，你们这对，给我等着。大姐心痛地看着李哲的脸，我没事，站住。李哲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能不能就这样算了？放心，我不和他打架。你想怎么样？没什么，只是想做个了断。说话间，李哲拿出一张银票递给徐光良，这是100两银子。李哲，大姐也想买断他对徐家唯一可能存在的那点点愧疚，毕竟这些年用徐家的银子帮了娘家不少，可是他还不起，不能让妹妹出。李哲懂他，我同他关系好，是因为当年我无父无母，只有他不嫌弃我，给我送饭吃，我吃了他4年的饭，他吃了你徐家8年的饭，现在我替他还给你徐家，从此他和徐家恩断义绝，再无瓜葛。我和他从前清清白白，现在光明磊落，至于以后你管不着，我们也无需向你交代。徐光良还想说什么，却被大姐出口阻拦。走，你现在就走，否则你知道我能做出什么事情来的。徐光良虽然满脸不甘，但也只能悻悻离开。大姐蹲在地上哭了起来，她现在只想痛哭一场。她和徐家终于了断了。我刚想上去安慰，却被陆慈拉住。走吧。我也明白了陆慈的心思，给李哲一个机会吧。回去的路上，韩平川开口说道：“李哲这小子太奸诈了，亏我刚才还以为他吃亏了，原来是故意的。”没错，看似李哲挨了打吃亏，实际上是一下把大姐拉到了他这边，让他和徐光良彻底撕破了脸。对了，我姐到底有徐光良什么把柄呢？徐光良那么怕他，会不会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把柄？陆慈冷冷扫了韩平川一眼。怎么，我说错话了？不对，我突然感觉天灵盖被雷劈中一样。他说的把柄是那个意思。次日，我巴巴地找到了大姐。姐，是不是徐光良根本就不行，不算个男人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谁告诉你的？我只是带着试探性的口吻问一下而已，没想到韩平川那个不正经的竟然真相了。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，不过既然你知道了，我就告诉你，他确实不行。姐姐，你是不是傻啊？你嫁给他，守活寡，给他家当牛做马。我从徐家拿到银子，救了娘的命，我感谢他。以前我和他商量过假装怀孕，然后从外面抱养一个孩子回来，他也答应了。只是后来他非要弄出一个姨娘来自欺欺人，才把事情闹到了今天的地步。如云，这件事情千万不要传出去，对他不好。姐，你都不跟他过了，他那么过分，你为什么还要忍啊？把他得罪狠了，对谁都不好。我现在只想过安生日子，吓唬住他就可以了。行吧，尊重别人命运吧。很快，韩平川给魏哥回了一封信，魏哥看到后肺都快气炸了。哼，庶子无状，韩大人怎么生出这么个逆子来？原来韩平川在信中说，魏大人，柳如云确实是个跳大神的，但他确实能治病，我林州地界人才济济，大人大可放心。大人，我还是挺相信柳姑娘的，这些时日服了她开的药后，感觉轻松了不少。魏哥一愣，那药不是被换了吗？罢了，随行大夫都说夫人熬不过2个月了，就让她生命的最后留一些期盼吧。传令下去，继续停留林州。是。次日，我也再次来到了船上，魏夫人身体已明显好转。柳姑娘，你到底是不是我夫君请来宽慰我的？不是，就算是也没事，我这几日真是比从前舒服很多了，能好好离开也是福气。您别瞎想了，我觉得您比我活得久。没错，身边有陆慈这个定时炸弹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我给炸得粉身碎骨了。柳姑娘，你可知道我夫君的身份？总兵大人。他不仅是总兵，也是镇南王的嫡孙，排行第4。哦，见我如此淡定，魏夫人不由一惊。柳姑娘，我阅人无数，少有你这般直爽善良之人。倘若我有个3长2短，你可愿意带我照顾夫君和我3个孩儿？魏夫人，我对做人小老婆没有兴趣。不是，我怎么会折辱你呢？肯定是希望你名正言顺嫁进门。大可不必，我不愿意。为什么？我成亲了，还有个4岁的儿子。啊？你儿子都4岁了？我是后娘，夫人，您不用贤良淑德替总兵大人物色继室，还是您亲力亲为吧。人都要没了，还得替男人物色好下个女人，真是有容乃大。夫人，相信我，按照我给您开的方子吃，您肯定没事的。唉，希望如此吧。柳姑娘，倘若我这次真的能侥幸逃过一劫，日后定然不会忘记你的恩德。孙姨娘设计想要威胁我，我直接将计就计。续上集，和魏夫人聊了很久才回家。临走的时候，魏夫人还强塞了很多首饰给我，我顺手把它们放到了空间里。娘子，你会不会有朝一日把我也收起来？不会。是不能吗？能，但是不会，因为那是我的心。
在新纪元，很多人都拥有空间，一旦自己的空间被破坏，便可轻松取了自己的性命。为了解释空间的重要性，我只能说那是自己的心。你的心？这辈子我不会再收任何人进去了。再收？好了，我去准备东西了。观音炉要吃锅子。看着我离去的背影，陆子眼神灰暗了些许。他光想着我定然不是从前爬床的人，却没想过我也有过去。晚上，被埋藏在心底那段伤痛的记忆再次被唤醒。柳如云，说好的一起做单身狗，你却偷偷脱了单，还赛我一嘴狗粮，看爸爸怎么教训你。李恒，我错了，别闹别闹。李恒，如云，这次我是真的不行了，要不你找个男人嫁了吧。闭嘴，别管我，你快走。我不走，要走一起走，你给我坚持住。你睁眼啊，李恒，求求你，你睁开眼睛好不好？李恒，再次醒来，泪水已经打湿了眼角。李恒，你是不是也穿越了？娘子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连忙转过身，天气转冷，犯鼻炎了。鼻炎是什么？就是一种容易流鼻涕、淌眼泪的病，换季时候容易犯病。哦，那娘子注意多保暖，该起床了，今日还得送岳父出门。知道了。早饭后，爹爹也在哥哥们的陪伴下参加秋闱去了。陆慈则把李哲拉到了一边。您有什么吩咐？你认识李恒吗？李恒，认识。陆慈的心一下沉到了谷底。不知您说的是哪个李恒？怎么，合着还有好几个？我在军中的时候认识2个李恒，后来进京之后又认识了1个。我说村里的。村里没有，您是不是听错了？要不您跟我说说长相。村里没有？难道是我在周家遇到的人？可能听错了，没有就算了。很快，3天过去了，我再次来到船上，不仅给魏夫人诊了脉，还给她做了针灸。在外面偷看的魏哥原本以为会看到乌烟瘴气的情景，结果却看到我神情专注地给魏夫人扎针，忍不住生出信赖之心。大人，您不进去保护夫人吗？奴婢实在担心。下去吧。经过这段时间的治疗，魏夫人的病明显好了起来。大人，多亏了如云，您可得好好谢谢她。柳姑娘家有亲人急需，双亲可还健在？双亲健在，有2个兄长，大哥老实，喜欢侍弄庄稼；二哥进了学，但也是刚正经读书。弟弟还小，父母宠溺，在县衙帮忙。言下之意是不需要提拔。魏哥的眼神有了些许变化，这乃像跳大神的。夫人的事情，你只要尽心尽力，日后魏家不会忘记。举手之劳，魏大人客气了。柳姑娘，您救了夫人，奴婢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。奴婢有几件首饰，还有些夫人赏赐过的没有上过身的衣裳。不用了，夫人给我的赏赐很多了。柳姑娘，您是嫌弃奴婢吗？我本来不想生事的，但他居然还道德绑架起自己来了，我倒要看看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了。孙姨娘要是这么说，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很快，孙姨娘把我带到了一边没人的地方，却没有进船舱找东西，而是靠着栏杆说道：柳姑娘，跟您说几句话行吗？说吧。我们夫人出身陇西李家，身份贵重，要是有个闪失的话，怕是姑娘承担不起。是吗？原来是我见识浅薄了。那要是能得到夫人喜欢，以后我岂不是遇到什么事情都不用怕了？孙姨娘一愣，这是真傻还是装傻？其实不该称呼您姑娘的，听说您嫁了人，还有个儿子，孩子小，可千万得好好照看着，别出了什么差错。我一听，心里的小炮仗彻底被点燃。我最讨厌别人威胁了，特别是用家人。孙姨娘是不是还想说，我还能不小心落水呢？孙姨娘愣住，我这是不按套路出牌啊！今天我就给夫人送一份大礼，我要是落水了，姨娘怎么说？不可能，围栏这么高，你我2人，我怎么可能？那要是姨娘提前在围栏上做手脚呢？话音落下，我轻轻一推面前的栏杆，栏杆竟然掉落了。我灿然一笑，纵身跳了下去。落水的声音惊动了众人。魏哥夫妇闻声赶来。大人，我没有推他，我没有，我……如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落水？夫人的病已经见好了，我给您开的方子，不做调整也可以吃下去，吃上半年应该就没事了。我问你怎么会落水？我和姨娘说着话，不知道怎么就掉下去了。如果没有什么事情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夫人之前赏我的首饰就当枕巾了，告辞。如云，告辞。说完，我便头也不回的走了。魏夫人怒，来人，先把姨娘带下去。夫人，不是奴婢，真的不是奴婢。魏哥欲言又止，只能无奈道：先下去吧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吉祥他总不能真的把人推下去吧？那大人是觉得我不对了？你管教下人，我自是没什么话说，只是你今日火气为什么这么大？四郎可知道我为什么会得病？不是说柿子吃多了吗？我不是很相信。四郎既然不相信，为什么我用了他的药却好多了？这也是魏哥想问的。夫人真的确定是吃了他开的药好的？是，
我知道孙姨娘把药偷偷换了，可那药我根本没喝，我让我的贴身丫鬟重新按照方子亲自熬的药。四郎难不成认为我伙同外人用我的性命来开玩笑？魏哥一惊，还别说，魏夫人的心眼也不少。你看你，我有没有埋怨你？现在只有你我二人，有什么话好好说。是我的错，我今日做错了事情，不反思自己，反而迁怒了四郎。夫人哪里错了？我纵容那个贱人太久了，四郎知不知道我当初为什么会误闯府中禁地，被老祖宗打了一巴掌颜面尽失？四郎又知不知道为什么周儿之后那个孩子没有保住？还有今日之事，四郎若像你在军中那样去查，自然有个水落石出。魏哥深深震惊，没想到引以为傲的和谐后院竟已到了不死不休的程度。只可惜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如云了。没错，我虽然出身不高，但100斤的人却有着90斤的傲骨。四郎，我累了，想静静，家里的事情四郎看着处置吧，我太累了。那你歇着。魏哥走出了房间，他知道这件事必须要弄清楚，不然以后会更加严重。贪婪舅母给陆慈来了个狗血淋头，真是天堂有路他不走，地狱无门闯进来。续上集，落水后我们直接回了家，换了衣服往河边走去，正好遇到陆慈。娘子这是怎么了？我没有理会。陆慈，我和你说，如云今日肯定吃亏了，你没看她头发都湿了吗？又换了衣裳，她说自己不小心踩空落了水，我觉得肯定不是，你好好问问她。我那会儿不在，我真的怀疑是那个孙姨娘搞的鬼。我知道了。胖丫见他一点都不着急，不由冷哼了一声。哼，果然要男人有什么用？娘子，今日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就是不小心掉水里了，不过我会游泳，没关系啦。你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都写在了脸上。相公，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傻？有点。你这么会聊天，是谁的高徒啊？真是醉了。不过傻的让人喜欢。可以呀，学会油嘴滑舌了。说吧，今日是不是受委屈了？也不算委屈，就是觉得我有点傻，一边说着和他们不是一路人，一边有了喜好，还不自量力的想要帮忙。如果说赤诚之心有错，那你真就错了。这世上总有以赤诚回报赤诚的人，你只是没遇到而已。算了，不想了，懒得费那些神。我最近不想去县城了，让我缓缓。那就不去了。娘子，你想吃豆腐吗？你的豆腐吗？你不是喜欢吃豆腐吗？我去泡豆子，明日给你做豆腐吃。好。还别说，不知道陆慈的豆腐，不是陆慈做的豆腐好不好吃。我去开门。陆慈打开门，一盆红红的东西结结实实泼在了他头上。你这么肆虐！正是舅母乐事，见是陆慈，吓得转身就跑。我提步就要出来找他算账，却被陆慈严词喝止。站住，别过来，是狗血。卧槽，狗血淋头！上次吓唬舅母，他把我当成了妖精，所以上门泼狗血。更搞笑的是，陆慈似乎也信了，他连忙脱掉了衣服。我法力高深，不怕狗血。陆慈倒有几分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我怕你看我。”我不看，你有什么好看的？还别说，陆慈这身材真是没得说了。晚上我早早就睡下了，应该是感冒了。娘子是不是发热了？没事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娘，您生病了吗？我没事，你跟着翠微去梳洗睡觉吧。娘，您真的没事吗？没事。没事，您起来走2步我看看。真是我的好蛋儿。爹，娘会死吗？不会，过来，爹抱着你睡。观音奴钻进了陆慈的怀里。观音奴还记得从前的事吗？从前是小豆子抢我黄泥，气得我尿了一泡尿上去，那么久之前吗？他说的是1个月之前的事情。更久之前，比如你跟着翠微从京城来这里。坐马车累。看来他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毕竟还小。陆慈不禁叹了口气。睡吧。我睡了，爹看着娘吗？我看着。那我们轮流来，爹，你等我醒来替你。睡吧。半夜，陆慈在院子里烧起了纸钱，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怎么说，他只希望各路神仙保佑我，让我逢凶化吉。娘呀，走水了，走水了！是我。你这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？半夜偷偷烧纸，吓死人了！陆慈没有理会，安虎也被惊醒走了出来。主子，您还没睡？睡不着，你睡醒了？是，醒了。那就去把乐事的手废了，做得干净些。是。一觉醒来，已经好了许多，却被陆慈的黑眼圈吓了一大跳。哥，你是靠颜值让我下饭的，你不能这样啊！你一直看着我。不是有点心事，失眠了。哦，什么心事啊？之前想麻烦你的事情，万神一直没有把麦安带回来。放心吧，万神飞得那么高，不会被人煮了的。几天后，魏哥找上了门。2位光临寒舍，有何贵干？2人大惊，这是那个战功赫赫、沉稳谦和，实则心机深沉的前镇通侯萧衍，怎么还做起女人的活计来了？我是魏哥。
魏家四郎之名如雷贯耳，今日光临寒舍，蓬荜生辉，魏大人请坐。萧衍，萧衍已经不在，内子喊我陆慈，魏大人也入乡随俗吧。好一句入乡随俗。魏大人光临寒舍是有事吗？倒也没什么事情，只是日前内子重病，得尊夫人妙手回春，中间两人有些误会，内子郁郁难安，所以前来拜访。内子眼睛干净，见不得脏东西，又直率坦荡，得罪之处还请魏大人和夫人见谅。好家伙，这就差指着他鼻子骂他后院肮脏了。是我不察，让你见笑了。陆慈没有继续冷嘲热讽，他只想表明立场，自己是站在我这边的。内子心地善良，断然做不出见死不救之事。这次前来是想请尊夫人再去给内子看看。他既然说了药方，那尊夫人定然可以痊愈，至于再见，倒也不必了。他心思简单，不喜勾心斗角。魏哥倒也没再勉强，转而说道：离郡王不知最近如何？他说的是被废了的太子。不知，我自身难保，如何管得了京城之事？只希望他平安顺遂。魏家祖训，只守好边陲，忠于皇上。魏大人倘若担心我挟恩以报，就想太多了。魏家大局观很强，萧衍现在是个极其敏感的人物，不能有太多交集。这不过是女人之间的来往，而且现在内子也自己决意断了来往，日后我们定然不会提起，请魏大人放心。魏哥露出羞愧之色，从怀里掏出2000两银票。这是真金。陆慈没有推辞。祖母在京城缠绵病榻数年，内子又这般，自知时日无多，想再回京城见见家人，奈何路上病重，幸得尊夫人相救，魏某感激不尽。魏大人客气了。就在这时，观音奴和铁蛋走了进来。小姑丈，小姑姑说她和胖丫在山上发现了好多蘑菇，就不回来吃饭了，让你做饭给我和观音奴吃。爹，我要吃蒸蛋羹，我要多的，比铁蛋多。不行，我才要多的，我小，要让着我。观音奴你坏。我大，我要吃大的，铁蛋你才坏。来，你们俩出去打一架，谁赢了谁吃多的。打架不是好孩子。家里有客人，去前院玩，谁在闹，让谁吃逐条炖肉。两个小家伙争先恐后的跑了，让魏大人见笑了。而此时的魏哥已经待在了原地。这是观音奴。尊夫人身体能够枯木逢春，观音奴开支不也是寻常事吗？魏哥惊讶地看着陆慈，这盘棋本就胜负未分，观音奴一旦好了起来，胜利的天平无疑是偏向了陆慈这边。没错，等到萧衍回京之日，便是风起之时。我们进城买马，禁欲胖夫人想买陆慈。等等，多少钱一晚上？续上集，为了庆祝我感冒痊愈，我做了一桌子好吃的犒劳自己。是不是在惦记我啊？蹭饭还堵不住你的嘴，这不是因为没吃上吗？来，好酒好肉都上来，我可没来白吃。你看，坐着吧。我接过螃蟹便去厨房了。皇上身边的白灵最近受封南下，替皇上巡查盐务。皇上什么时候开始重用太监了？这是第一次，所以我觉得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你别忘了，林州靠运河，是南下的必经之地。意思是皇上不放心陆慈，派人来看他过得怎么样。如果太好，那就直接给他一刀。这个消息是做准的，我爹让我收敛点，他说的肯定是准的。他也知道自家亲爹表面上是提醒自己，实际上却未必。你的腿没事，我有数。晚上，陆慈开口问道：娘子，你有没有很惦记的又不在身边的人？有，只是再也见不到了。我决定把李恒藏起来，深深地藏在心底。你呢？也有，不过还会再见面。那多好。试探点到为止，陆慈转而说起了白灵要路过的事。太监啊，来监视你。你真的好有面子，我一直没问你，好好的侯爷怎么就被人一锅端了？我牵扯到了废太子之事中。哦，这个我听说过，意思就是站错队了。你该不会是想谋反吧？傻瓜，记住这2个字绝对不能轻易说出口，我也没动过那种心思。皇上这么不放心，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你？因为我爹是被诬陷而死的。那后来平反了吗？平反了。你肯定是意难平，所以要谋反，是不是？我没有要谋反，当年的事情奸佞作祟，业已付诸，皇上是个明君。那你是坏人。娘子，这世上的事情不是只有黑白，只能说我和皇上并非完全对立，否则观音奴怎么会从京城来到我身边？不懂。你能不能让我这条腿看起来跛得真实一些？能啊，那有什么难的？交给我，你想断几条腿？娘子觉得呢？最多2条。真的，我2条腿都给你暂时扎的不能动吧？娘子怕我跑了？切，你跑了，我还赡养个人呢。你不是说有人要来吗？见到那白灵，你就不用给他下跪行礼了。不用，让我这条腿跛得真实一些便可。好吧，我从空间取来银针，便给陆慈针灸起来。转眼到了8月底，爹爹和哥哥们考完便从省城赶了回来。爹，8月20的考试，连考3日，这么快就出成绩了？还没有出榜，
但我觉得考不上，惦记着你们，所以就早点回来了。那您在省城玩几日也行啊。爹爹没再多说，看来陆慈的心思要落空了。众人散去，剩下大嫂和姐姐。如云，你会做那么多好吃的点心，教教我们俩，回头我在家做，现在茶水摊卖，利润1家1半。好，这个可以。大姐到处看了看，四下无人，对我说道：如云，你跟姐说，你是不是对舅母做了什么？我对舅母做了什么？不是应该问舅母对我做了什么吗？我没做什么呀，是她泼了陆慈一身的狗血。真不是你干的。我干什么了？她怎么了？我今日在茶摊上听说舅母右手被废了，而且还没有外伤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瞬间明白了，陆慈的手笔装着不知道吧？不是我，不是你就好。虽说他们确实过分，也活该，但是如果是咱们动的手，心里以后也会不安的。不会，我可没那么圣母。次日，我们一行人来到了县城，有了银子可得把奔驰宝马安排上，但得先大餐一顿。秘密随便吃，想吃什么就点什么。可是要花姑姑很多钱，小姑姑赚钱也不容易。秘密真是个惹人疼爱的孩子，又不是天天吃，既然来了，就不要想那些，放开好好吃便是。喜欢女儿吗？只要是好孩子都喜欢。那可以多生几个。和谁生？这不废话吗？要我说，没必要生。我外婆生了好几个，一个好东西都没有。那你呢？我又不是我外婆生的。感觉这个胖丫天天和陆慈作对。我也没必要生，我有秘密，有观音奴和铁蛋就够了。陆慈沉默了，看来我始终在和他保持距离。娘，冰糖葫芦。我去买吧。奴婢去买吧。你坐着吃吧，刚才光顾着照顾几个孩子，也没吃几口。陆慈起身便走去。相公，怎么了？钱啊，伺候的不错，赏你的。多谢娘子，下次陆某定当更加卖力。这段调侃刚好被路过的胖夫人听到，不由啐了一口。呸，真是世风日下。等等，多少钱一晚上？眼睛不想要了，可以放在地上踩着玩。这还真是个睁眼瞎，夫妻情趣都看不出来。老娘有钱。我看你有病。怎么是你相好的？不是，是我大哥，我俩开玩笑呢。你大哥跟着我行吗？要不你去问问我大哥。哼，胖夫人遗憾地走了。以前主子真不是这样的，夫人多亏了有您。那从前他怎么样？3头6臂，还是4只眼睛8条腿？不是，从前主子怎么说呢？是京城中有名性情随和的人，但是其实谁也进不了他眼里。现在呢，正好反过来，外冷内热，因为有了您。少给我戴高帽子，翠微，我们不是一路人的。翠微错愕，这应该怎么理解？饭后，我们来到了马市。娘子，这个马胸部一定要宽，肌肉要饱满，四肢要健硕。我忍不住打量起陆慈来，这些条件他不是都具备吗？唉，这匹马不是我能骑得起的，还是算了吧。马贩子走了过来，热情地介绍了起来。您看看，这可是正经的西夏马。那不正经的西夏马是什么样的？陆慈刚要治他，我也问道。其实我也想知道。你别跟着闹，最好的马是大渊马，但是大渊马想要进入中原必须经过西夏，所以被西夏人长期垄断。陆慈可是立下赫赫战功的侯爷，对这些当然是再了解不过的了。先生一看就是行家，的确如此。不过这西夏马品相一般，确实是最好的马都得进贡，这马价格在这里划算。咱们够用就行，多少银子？老板也知道陆慈是内行，不敢喊高。300两。我差点没当场晕倒。娘子，马很重要，得挑合心意的。这是合你的心意吧？算了，银子以后再赚就是。知道，马就是你们男人的小老婆。总归越不过你。最终花了足足600两银子买了2匹马，20两买了马车。一众人开开心心的回家了。翠微驾着马车，胖丫兴冲冲的跟着学，只有土鳖的我心里在滴血。年近半百的爹爹中举，陆慈向我述说他悲惨的往事。续上集，时间来到9月13，我与陆慈正在打扫院子，外面传来一阵锣鼓声。这是哪家有喜事吗？娘子怎么不想想是我们家的喜事呢？胡说！就在这时，观音奴急冲冲的跑了过来。娘，爹，外公中了，外公中了！我大惊，难道是爹爹中举了？来到娘家，院子里早已围满了人，村里还没出过举人，乡亲们纷纷前来道贺。陆慈也前来帮忙招呼来送喜报的人，打点银子，酒席招呼乡亲。忙完已是晚上，感觉到十分困乏。娘子，泡泡脚吧。今日也没怎么累着，怎么这么乏？或许是小日子要来了。我心里一算，还真是。东西都收在那个柜子里了，你用的时候直接取就行了。别动我东西行吗？你先泡着，我给你弄点红糖水。不用，我有现成的药。相公，你懂得很多啊。从前就知道，因为观音奴的母亲疼得厉害，所以慢慢就知道了。唉，做女人真是太惨了。
陆慈见我并没吃醋，也没有探究，心里竟然生出几分失望。娘子，还记得上次想要麻烦你的事吗？脉案带来了吗？陆慈递过脉案，我认真看了起来。还别说，这脉案倒是写得很详细，我看完之后不由脸色一变。这病我看不了。娘子，你自己做过什么？不知道吗？我最讨厌的就是不负责任的男人了。我做过什么？不瞒你说，这是我姐姐。你姐姐？亲姐姐？自然，除了这个姐姐，我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。家里出事之后，我和姐姐相依为命。姐姐给人洗衣裳，冻坏了身子，每次小日子来的时候都疼得满地打滚。说起这些，陆慈的脸上不由露出愧疚和疼惜之色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，但是你姐姐是用多了避子药。陆慈反应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，眼中有些怀疑。没有别的可能吗？从脉案上来看，就是我说的这种情况。那会不会是有人害他？可能性也有，但是这种剂量，说实话，很明显是直接服用的。真的很明显？非常明显，明显到其实不用找我，身边的大夫也都能看出来。陆慈彻底震惊，不是那些大夫不知道姐姐的病，是没人说。陆慈陷入了沉默。倘若是别人，我肯定不能多嘴，但相公，我把你当朋友，自己姐姐这般吃亏，我也很难过。把她接过来吧，我帮不上什么忙，但是你姐姐要是没地方去，不嫌弃的话，来家里有她一碗饭吃。不是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这中间肯定有误会。陆慈心里很乱，那人如此疼爱姐姐，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。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你看魏哥不也觉得他妻妾和谐吗？娘子，我想回京，我想去看看姐姐。朝廷允许吗？如果白灵不来，或许能浑水摸鱼，在韩平川的帮助下偷偷回去一趟。可是现在白灵要来，自己不在，该如何解释？陆慈现在是真的黔驴技穷了。娘子，你能帮我一起想想办法吗？见他这般六神无主的焦灼状态，我也很想帮他。说吧，我听着。当初我家遭到劫难的时候，父亲没了，母亲追随父亲而去。本来母亲想带着姐姐一起去的，可是姐姐不肯。后来姐姐被冲入掖庭为奴，我则被流放为奴。可是我没去，因为姐姐得遇贵人，姐姐倾尽全力保住了我，把我送到山上习武。那年我7岁，在山上待了5年。边关战乱起，我虚报年龄入伍。在贵人的提携下，我从底层凭着军功一步步的光耀门楣，终于成为了镇通侯。那贵人对我们姐弟有大恩，我也把他当成亲大哥一样看待。但今日之事，我确实想不通。我也忍不住在想，难道陆慈的姐姐对对方只有感激没有爱情，心中却另有其人？你写信到不了姐姐手里吗？这是那贵人的信吗？陆慈点了点头。通过陆慈的讲述，我基本上确定了避子药是陆慈姐姐主动吃的。我觉得你还是想办法回去一趟吧，我先开个方子冲一下避子药的成分。那姐姐要不要紧？都吃了这么多年了，不差这1-2个月了，等先应付过去眼前的事情，你再想办法离开吧。好。几天后，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正是白灵。哎，虾线，你又忘了挑虾线。哦，好。白灵错愕，面前的人怎么可能是治国营车、京城10万少女梦想的镇通侯萧衍？你找谁？陆慈见是白灵，连忙起身。白公公，久违了。您。白灵听说萧衍被发卖到采石场之后又被人买了去，看来是真的了。我也没想到此人这么快就来了。记得把该做的活做完，不然有你好看的。好的，娘子。说完，我便起身离开了。白公公，请坐。您也是受累了，老奴也没办法说，只能心里替您可惜。老奴第一次见您的时候，您才12吧？那时候老奴一眼就在一群少年郎里看到了您，心说假以时日，您定然不是池中物。您过奖了，这些年也多亏您照拂。您在这里过得可好？劳您惦记，一切都好。虽然不比京城繁华富庶，但是自有隐居之乐。白灵的神色有些一言难尽，伸出手指了指我离开的方向。娘子是我救命恩人，温柔体贴，聪明勤快，是萧某的福气。白灵的眼神表示，陆慈在胡说八道。看来萧衍这一身傲骨，真是被悉数折断了。您的腿之前在采石场的时候摔断的，现在已经没大碍了。可是老奴看您走路，只是有点跛而已，却已经不疼了。白灵深深叹了口气，接着二人拉开了家常模式。很快1个时辰过去了，我拿着鸡毛掸子走了出来。白灵拿出100两的银票，说道：“老奴也该走了，老奴能力有限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还请您不要嫌弃。”就这，告辞。白灵留下银票后便转身走了。娘子是打算帮我？之前不是说你过得越不好，他们才越高兴吗？白灵是皇上的人，不是我对手的人，所以不必那般。皇上唯一关心的是萧衍到底还能不能统帅军队，如果不能，那就失去了被杀的意义。那这就完了，他会不会再杀个回马枪？他可以回去跟皇上交差了，这就够了。那你是不是准备回京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莫名升起了一丝丝不舍。等他走后再做打算吧。魏哥他们也要进京，你能不能跟他们一起走？我自己走就行。你自己走倒是行，但是观音奴跟着你风餐露宿，我心疼。观音奴不走，
我什么时候说要带观音奴回京了？不是，你走了还回来呀？娘子真是迫不及待要把我这个包袱甩开。我哪有那个意思，我就是觉得你在这里委屈了。我没有觉得委屈，而且现在我是卖身为奴的，我是娘子的人，能去哪里？卖身契确实在我手里，我还给你。朝廷下令发卖为奴的，永不能赎身。娘子倘若不要我了，那只能把我卖了。少来跟我装可怜，陆慈，我不知道朝廷怎么规定的，但卖身契在我这里，你想走就走，我也相信你非池中物，总有起复那一日的。不管我是不是池中物，会不会被赦免，都已经是你的相公了。没有，大姐告诉我了，我们俩成亲这件事情没有在县衙那边登记，所以不作数的。登记过了，韩平川来了之后，我托他办的。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！我这个当事人都还没有同意呢，我真的是双 Q 了。说来也巧，两件不通婚，我这种身份原本是不能娶亲的，但娘子在周家做过丫鬟，即使赎身了，也曾沦为贱籍，所以我才能侥幸和娘子结合。这大概就是无巧不成书，有缘千里来相会吧。陆慈哪里知道能够被人买来给我冲洗，这巧合全是安虎用银子换来的。李正家姑娘想买陆慈，胖丫提起扁担就冲了上去。续上集，把药方带回给陆慈姐姐后，很快又收到了京城的来信。陆慈姐姐说她也被蒙在了鼓里，现在吃了我开的药好多了，让陆慈一定要争气起复，日后帮她查清楚。相公，都过这么久了，你还不回京吗？不走了。事情解决了。接着，陆慈把收到信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。现在已经10月了，过了年，岳父大人就要进京赶考了。你想到时候跟着一起去？我可以暗中保护他们。应该不用，我打算跟着去，你忙你的就行。穿越一场，总不能不见见京城的繁华富庶吧？也好，咱们京城还有些产业，娘子去认认门也好。谁跟你是咱们啊？娘子不是想去学骑马吗？趁着没下雪，我教你。我顿时来了兴趣。好，陆慈用了1个月，总算教会了我骑马，也暗暗占了我不少便宜。那日回到家，韩平川的马车停在了门口，这厮又蹭饭来了。他要做什么？你很高兴？没有，萧衍，有没有人给你算命，说你今年走桃花运？年初我美救英雄买了陆慈，这年尾了又来了一模一样的这出，只不过这次美换了人。闭嘴！你少在这里说风凉话，帮我想想怎么应对。应对什么？不挺好的吗？让李娇娇给你做大，柳如云给你做小，左拥右抱，享尽其人之福。李娇娇，西夏一位喜欢舞刀弄剑、披挂上阵的公主，陆慈和她交过手，性格和男人差不多。她也未必就是喜欢你，这不是听说你被流放生出惜才之心，所以才说要你做驸马吗？他还大放厥词，说大周如果不同意，他就带3万铁骑到中原抢亲。现在北边蒙古蠢蠢欲动，如果再和西夏开战，可不是什么好事。皇上便决定让陆慈前去和亲，虽然韩大人带头反对，可最终反对无效。依我看，皇上很快就会召你回京，所以你现在怎么想的？我怎么想？我想弄死李娇娇。真是莽汉，一腔真情错付，人家贵为西夏公主，千里奔赴相救，你就一点都不感动吗？我不稀罕。其实我倒是觉得，这对你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，最起码先把奴籍的事情解决了。我不会借女人的事，那你把他当男人不就行了？不行，真是个死心眼。柳如云不也给你帮了忙吗？她是我的人，那就把李娇娇也变成你的人啊！不用再劝了，我看李娇娇就是太闲了，我给她找点事情做。接着，陆慈把他的计划告诉了韩平川。萧衍，你太狠了吧！人家来中原救你，你却去人家老巢点火。我只是不想让他来掺和而已。晚上，陆慈将李娇娇的事和盘托出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你是不是可以摆脱奴籍翻身了？是，但我一生只娶一妻，这是我家的规矩。我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我明白，这是陆慈的表白。那挺好的规矩。我派安虎去放火了，李娇娇应该会回西夏。怎么放火？散布谣言说她想成为女帝，她有2个兄长，都不是好惹的。李娇娇肯定得掉头回去应对，表明自己无心地位。可是安虎这招能奏效吗？就算奏效，皇上这边要是下了圣旨怎么办？卧槽！我忽然意识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娘子怎么了？相公，如果皇上下旨，你该不会抗旨吧？有这个打算。可是你抗旨的话，皇上会不会一生气，直接把我这个障碍给咔嚓了？那我也不会独活，我给娘子殉亲。别，你活够了，我可没活够呢。放心，不会要你小命的，我这不是已经在想办法了吗？那不行啊，你光在李娇娇那里用力也不行。皇上这边呢，有没有能帮你说话的人？有，韩大人帮我拒绝过，不过没用。那白灵呢？白灵走了吗？还没有，他去了别处，再回京还要从林州换船北上。那他有病吗？我只会治病，不过我不是花木兰，有些事情我做不到。花木兰，唧唧复唧唧。陆慈一下子反应了过来，娘子可真是敢说。那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我见过的蛋比你吃过的都多。
陆慈招架不住了。据我所知，好像没有，要不现砍他2刀。不逗你了，你帮我做一桌好酒好菜款待他就行。你是有什么主意了吧？让白灵知道我们夫妻情深，也要让他知道娘子不是普通人，让他回去告诉皇上。那不是欺君之罪吗？我连谋逆的罪都不怕，会怕欺君之罪吗？谋逆不是该株连九族吗？皇上为什么对你网开一面？是怕你手下的将士哗变？有这个原因，但是不多。当年之事说来话长，那就别说了，先把眼前这一关渡过去吧。娘子不用担心，这些事情我心里有数。罢了，现在说什么好像都无济于事了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陆慈身上了。对了，我大哥说今年恐怕是个很冷的寒冬，我是这样想的，我这天天闲着没事，要不要做点事情？娘子说来听听。冬天对老人和孩子来说最难熬，一场风寒都能要命。娘子想义诊？不，我想收药材。现在深秋季节，大家地里的活都忙得差不多了，可以去山上挖药材。娘子收了再卖，从中赚取差价。不赚差价，我只是有卖药的途径，想给大家赚钱的机会。大家手里多点银子，修房子也好，买点柴火粮食也好，能够更好的抵御寒冬。我打算收些药材存放到空间，反正以后开药铺也能用上，最多就是先拿出几百两垫上。娘子善举，功德无量。我倒是没想什么功德，这里也赚不到多少钱，就当帮帮穷人，都是一个村的。但是我这个主意就自己想了想，你要是觉得没什么问题，我再去问问家里人。谋定而后动，娘子是将才。我是酱菜还差不多，我就是怕惹麻烦。没想到我的想法柳家的人都很赞成，反正现在家里活少了，闲着也是闲着，说干就干。回家后，我让陆慈把所有的药材都画出来，写上名字和对应的价格。村里人听说能去山上挖药材赚钱，家里缺钱的人家几乎能出动的都出动了，就连隔壁村的人也闻讯赶来卖药材，我全都收下。一时之间，我成了全村最受欢迎的人，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。让让让让！我抬头看去，一个17、18岁的女人走了过来，这谁呀？哎呀，这不是咱们李正家的大姑娘吗？越来越好看了呢。原来是李正家的大姑娘董青云。陆慈呢？大姑娘找我家妹夫有事，不关你的事，问你话呢。我本不打算搭理她的，这下看来是不行的了。你是哪头蒜？李正就是村里的土皇帝，只要想在这个村里住，可不敢得罪。你聋了吗？我爹是李正。哦，原来是李正家门前那条贱人就废的狗。哼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如云，少说2句，上门是客。上门好好说话的才是客人，直接咬人的不是狗是什么？大嫂不由低下了头，这下算是把李正得罪了。他爹是李正，我爹还是举人呢。李正每个村都有，举人一个镇3年都出不了一个。董青云一口银牙都要咬碎了，不过想想今天来的目的，还是忍住了。我看上了陆慈，给你20两银子，把人卖给我。此言一出，众人大惊。怎么，你没有意见？我呸！哪里来的臭不要脸的东西？你想干嘛？柳家要反了不成？妹夫虽然是买来的，但是这会儿也已经是柳家人，柳家不会往外卖人的。大嫂，你和他啰嗦什么？胖丫提起扁担就冲了上去，众人散去，大嫂还是露出了担忧之色。嫂子，狗咬人，不打他，下次还敢来？可是李正，我们不是非得住在柳家村的。大嫂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反正现在是不得罪，也已经得罪了。嫂子，她为什么想买陆慈？其实她嫁了户不错的人家，可是她不敬公婆，对相公也横挑鼻子竖挑眼，加上什么？加上你大姐和离之后，这不是又和李哲，还有你，出了之前的事情，又找了个陆慈这样人人羡慕的相公，所以我猜他多半也心思活泛，直接和离了。妹夫本就生的俊俏，有哪个女人不喜欢？真是个傻逼玩意儿。大姐和李哲的事情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当然了，1天2天看不出来，这么久了，谁还看不出来？我和娘都在偷偷给杏准备嫁妆了呢。真的这么快？前2天还在商量，能不能在爹进京赶考之前把喜事办了，又怕委屈了杏。听到这里，我心里大喜，大姐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了。陆慈带着观音奴悄然离开，得偿所愿的我却暗自失落。续上集，陆慈回来后也知道了发生的事情。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不问你都不和我说，不是什么大事，那也得告诉我。好，下次一定告诉你。这种事我不希望有下次。那不可能，大家眼睛都不瞎，你可是侯爷。其实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个普通人，父母健在，姐弟相亲，夫妻相爱，儿女绕膝，仅此而已。我也感受到了他的悲伤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安慰。我要走了。哦，我的心忽然像被针扎了一下。什么时候走？3天后出发。那行，时间还比较宽裕，接下来几天我就不收药材了，给你们准备东西。明年岳父大人进京赶考，我不去。陆慈心如刀绞。那也好，但是岳父大人进京的时候来府里住。
好，到时候你得好酒好肉招待才行。娘子，李恒是谁？你在梦中不止一次喊起这个名字了。陆慈还是没忍住开口问了出来。一个很好的朋友，我们遇到了危险，他把人引开，身受重伤，然后死在了我怀里。活着就有矛盾，会不断暴露出缺点，但是死了，剩下的只有被美化后的画面了。你们很好。很好，我们曾经约好，等我们老了就找个风景如花、四季如春的地方一起养老。只可惜没有等到。有时候我会贪婪地想，既然我来了这里，成为了柳如云，他会不会也有另一番奇遇？李恒倘若也生在这个时代，凭他的一腔热血，定能提枪上马，做个威风赫赫的女将军。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你真实身份后，对你格外宽容，因为李恒和你一样都是军人。虽然陆慈只是个拖后腿的丈夫，但也不影响我崇拜冲锋陷阵的英雄。可这些话却深深地刺入了陆慈的心里。次日，看着在院子里玩耍的观音奴，我决定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他，早说比晚说好。观音奴，过来。娘，其实我不是你的亲娘。观音奴小身子一僵，没有说话。回京之后，你可能会有新的娘亲，也可能暂时没有。我有娘，我知道您不是生我的娘，生我的娘在京城。我不由一惊，我记得她的模样，翠薇那时候让我给她磕头，总是磕头。我一阵心痛，算了，马上就要走的人了，计较那么多干什么？我应该还有个爹。这孩子配套爹娘是不是有点多了？不过不管怎么说，观音奴确实是个机灵聪明的孩子。回家之后，不管什么情况，永远不要忘了学本领。别人怎么待你，怎么看你都不要紧，最重要的是你要学一身本领，那是谁都偷不走、抢不走的，可以让你受益一生。我学好本领，娘就来了吗？娘保证一定会去京城看你。过2、3年，闲着无事也可以去京城逛逛。什么时候？看来这个孩子有点不好糊弄。我尽快吧。那我们拉钩。好。柳家人听说陆慈要回京，反应很大，特别是听说还要带着观音奴离开的时候。你说你看着挺精明的一个人，怎么不动动脑子？他要是进京办事，带着那么大点孩子干什么？分明是要跑路，把孩子留下呀。你和妹夫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该不会是因为董青云吧？我哭笑不得。董青云算个啥？就在这时，李哲走了过来，众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他。你知道妹夫要回京的事情吗？李哲松了口气，还好和他没关系。知道，非但他要走，韩大人也要回京。接着说，放心，是好事，等安顿好了，会把妹妹接进京城的。柳家人继续追问，但李哲都没有正面回答，他能说的也仅限于此。晚上看着陆慈的腿，我不由问道：相公，你这腿能不能好了？陆慈点了点头。那就麻烦娘子了。回头村里人见你腿好了，不还得嫉妒红眼睛？看来我这20两银子物超所值。对了，为什么韩平川也要回京？他是家里有事，和我没有太大关系。娘子，你还有什么事情要问我，尽管问，我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陆慈本想和盘托出的，但又怕我知道真相后连夜搬家，还是决定让我自己问。我都知道了，镇通侯嘛，日后我爹进京找不到东西南北的时候，肯定得去找你，咱们京城也是有人的了。对了，观音奴的耳朵，我刚给他调试过里面的东西了，注意我说的那些，应该不会有问题。毕竟都是新纪元的东西，技术成熟稳定。还有，我给你准备了许多药，用处也都一一写下了。我可是足足花了1000两银子准备了些常用药，虽然肉疼，但也值得。不过还是希望用不上吧。再有什么事情的话，你可以写信让万神带给我。好。明明只是短暂的分离，怎么整得跟永别了一样？娘子，你总归心太软了，总是为别人着想，很容易吃亏的。记住，日后只要有人敢犯你，一律反击，谁都有苦衷，但苦衷不是别人害你的借口，也不需要考虑任何其他人的感受。对陆慈来说，我的感受最重要。我知道的，我还有你这粗大腿吗？我垂下了视线，好好照顾观音奴，对他再细心一些。好。好了，我先帮你把腿治了吧。麻烦娘子了。次日，我与胖丫上了山，观音奴喜欢吃红烧兔肉，我们决定上山去壮壮运气。没想到竟意外遇到了采药的村民。你说李正家收药材能长久吗？你管它长久不长久呢？反正现在李正家里收，价钱又比柳家高，以后就算不收了，也不能拦着咱们去卖给柳家呀，总得让人活吧。那咱们真就一点不卖给柳家吗？好像不太地道吧？是不太地道，但是你敢得罪李正吗？董青云不好惹，他都放话了，我们能怎么办？听到这里，我也大概明白了，但我给出的价格本来就非常高了，比郑家还高，结果只有一个，且等着看好戏吧。我们来到陷阱边，运气不错，竟然真的抓到了一只大肥兔子。这下好了，回去给观音奴做一锅红烧兔肉，让他吃一半，剩下的给他带着路上吃。好孩子人人都疼，我们兴冲冲的回了家。观音奴，观音奴，喊了几声无人应答，
我们四处看了下，陆慈、观音奴、翠微，就连大欢都不见了，看来是提前走了。或许陆慈也和我一样，见不得离别时候的场景，所以趁着我不在家悄悄走了。这样也挺好的，只是心里莫名升起一股失落的感觉。昔日旧主找我返回周家，我直接开门放狗吓死他。续上集，陆慈前脚刚走，就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你谁呀？我是如云的旧主，今日特意来寻他的。旧主，你姓周，你是周二？正是。他不在家，滚吧！周二怒了，一个乡下丫头也敢这样跟自己说话？胖丫，谁呀？一条迷路的狗。你放肆！如云，你出来！他说他不在，滚！敲门，继续敲。胖丫回来说是周二来了，我出去会会他。我也去。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。人多了，他还以为咱们列队欢迎他呢。我出来打开了门。你家的刁奴该管管了。既然是我家的刁奴，关你屁事。你有事说事，没事滚蛋。你不要脸，我可要脸。再闹下去，小心我相公出来打人。你相公？你哪来的相公？你脑子坏了吗？他只是把你当玩意儿，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我就算是个玩意儿，也是你玩不起的。滚！我隐约觉得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，否则周二不敢上门来撕扯这些。你但凡聪明点，就该明白成亲这件事情还得去官府登记。我不由一愣，我还巴不得没去官府登记呢。可陆慈明明说已经在官府那里过了名录。你们俩的亲事根本不作数，现在他回了京城，不会再回来了。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回来了？因为你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他什么真实身份是我不知道的？你是说侯爷这个身份？周二不由一惊。他回京了，很可能就起复了。你以为他还会记得你这个村姑吗？他当然会记得我，还会接我去做侯夫人呢。你做梦！他如果真的想要你，就不会不跟你过明路。他根本就没看上你。我们俩过了明路。你不用自欺欺人，我已经去查过了。我微微一怔，看来周家的手伸得很长啊，都能查到县衙的资料。就算我们没成亲，又关你什么事？回周家吧。这是抽的什么风？我是被周家撵出来的。你放心，我说能让你回去，就能让你回去，不必有顾虑。从前我为你卖命的时候，你尚且保不住我，现在怎么又能让我回去了？难不成你现在能在周家做主了？你不用管，反正我有办法。你收拾东西跟我走，否则一辈子只能待在这村子里。那就让我一直待在村里好了，慢走不送。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是吗？包子。话音刚落，一头猛兽快如闪电的将周二扑倒在地，直接吓得他尿一地。村里精怪多，以后周二公子还是少来。包子，我们走。包子放开了周二，跟着我走了，剩下吓傻的周二愣在原地。走了吗？不管他。姐，你和李哲的事情怎么定的？你就爱管闲事。我姐姐姐夫的事情可不是闲事，八字还没一撇的事情，别瞎说。还没一撇？哎呦，我得去告诉李哲，你出尔反尔了。哪个出尔反尔了？你要是跟着别人，我肯定劝你别找那些操心的玩意儿了。但是我哲哥真的挺好。我晓得。果然成了吧？烈女怕缠郎，更何况深情如丝的李哲可是濒临灭绝的珍稀保护动物。我就是有点好奇，姐姐之前还一直钻牛角尖，一直说你自己不配，非让她去找更好的，后来怎么开窍了？因为她跟我说配不配，别人说了都不算，她说了才算。就因为这句话？不止。那我们能不能听？徐光良又定亲了，他娘跑到我面前来炫耀，说他儿子还能找个黄花大闺女，我却没人要。这老太婆真是该死。后来我也想明白了，我凭什么要过得凄惨？犯错的人都能活得潇潇洒洒，我为什么要自讨苦吃？我若过得不好，只能让家人担心，让李哲难过，让他们看笑话，我偏不。姐姐早就该这样了，气死那些长舌妇。我也没什么好矫情的，李哲不嫌弃我，我就跟他好好过，将来他就是不要我了，我也不愿。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，什么叫他不要你了，你不愿？你对李哲没有隐瞒过一句，他还是愿意，那以后过日子你也不用比他矮一头，既然娶了，两个人就该好好过日子，谁也不欠谁的，谁也不能惯着谁的毛病。你放心吧，我有数，我和他都这么多年了，他从来没欺负过我，都是我在欺负他，以后我不欺负他了。不，你得继续欺负，你不欺负他还不舒坦呢。你成亲这才几天，说起这些还一套一套的。其实一天也不算吧，我和陆慈只是逢场作戏而已。对了，大哥说今年冬天特别冷，到时候估计需要大量的风寒药，我想制作一些。天冷了茶水摊也没什么生意，不如姐姐来家里帮忙吧。姐姐也不信鬼神，我也给姐姐说了我的跳大神其实是偷偷给人家下了药，便爽快的答应了。好。次日一早，我与胖丫往县城赶去，得知李正家里也开始收药材后，我知道已经把李正彻底得罪了，多做一手准备吧。
来到县城，花了800两买了2座相邻的宅子。如云，你买这么多房子做什么？太贵了。有备无患吧，我觉得这次要把李正得罪个彻底了。那也不能怪你啊，是董青云不要脸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那些已经不重要了，希望是我想多了吧。等明年开春把房子垫出去，我现在拥有的银子其实也够混吃等死了。你之前不是说过，观音奴之前跟着嬷嬷住在城里吗？要不要去看看宅子里还剩下什么人？不去，我和陆慈到此为止吧。山高水长，各自安好。回到家，秘密已经等在了家门口。小姑姑，我娘让我在这里等你。家里出什么事了？李正在咱们家里。我心里一沉，该来的终于来了。他要做什么？我娘说他们家收的药材卖不掉了，想要卖给咱家。想得美。娘说让您想想怎么办。不怕，走。回到娘家，爹爹正在陪着李正说话。如云，这是李正董大伯。李正高傲的目光在我身上扫了一圈，等着给他行礼请安。见他这德性，我就来气。哦，对，你们忙，我去厨房帮嫂子做饭。如云，让你嫂子做饭就行，你来，董大伯有点事情和你说。老柳啊，还是你说吧。我心里不由冷笑一声，老柳，举人比李正可尊贵多了，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董大伯是来问你收药材的事情，你之前收了那么多，都卖给谁了？卖给外地的药商了，这会儿人家已经收购离开了。离开了？这么不巧，李正你看这就帮不上忙了。李正心里憋着气，但是想到耗费大量银子买来的药材还不能翻脸。如云啊，你还认不认识收药材的其他人了？不认识。哼！李正冷哼一声，直接起身离开。自作孽不可活，若是姿态低一点，或许我会看在爹的面子上收了。爹，你有什么话就说吧。我已经做好被说教的准备了。李正把他那个女儿宠得太不像话了，弄得好像你错了一样。谁家女儿不是宝？我准备了一肚子对人的话，是说不出去了，突然觉得有点暖暖的。我就是担心我进京之后他难为你们，不过我现在是举人了，他也不敢太过分吧。他当然不敢过分，您现在是举人，在县太爷那里都能挂名的人，他算老几？对，咱们不欺负人，但也不能被人欺负了。李正家不收药材后，村民们又来找上了我。不好意思，今年收购了。现在好了，大家的财路断了，都把矛头指向了李正家。李正怂恿吸血鬼外婆前来闹事，我暗暗下定决心要把李正换掉。续上集，周二为什么找我回周家一事百思不得其解。那日，李哲来到娘家，我单独把他叫到一边说话。姐夫。李哲的脸瞬时红了起来，心虚的四下寻找大姐的身影。先别那么喊，你姐姐会生气的。周二来找我了。他来干什么？陆慈离开之前可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他把人给看住了，别让狂风浪蝶来。他想让我回周家，肯定是想让我继续为他卖命，这个不用猜。但他是不是在县衙里有人，能接触到一些东西？什么意思？陆慈明明跟我说过，我们俩是过了明路的，可为什么周二一口咬定没有？李哲沉默了，看他的反应有点不太对劲。姐夫，你可别骗我，我已经确定是你的小姨子了，但是你的连襟是谁还不一定哦。意思是你要分清里外，不能胳膊肘往外拐。李哲思索片刻，还是说道：确实是登记过了，只是留存的婚书被侯爷带走了。陆慈带走我们的婚书做什么？那我们的夫妻关系到底还算不算数了？侯爷此次回京风云诡谲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他害怕万一有事连累你，不想给人留下把柄，所以就把婚书带走了。那如果没事呢？侯爷是真的很喜欢你，我原本以为他会毁掉婚书，结果他不肯，他说要留着，将来安然无恙归来的时候，你如果不认账，他就把婚书拿出来。怎么，这是确定赖上我了？既然是风云诡谲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为什么要把观音奴带走啊？怕连累我，就不怕连累亲儿子？到底谁才是他亲生的？早知道就不该让他把观音奴带走了。观音奴必须要回去的，以后你就知道了，让侯爷自己跟你说吧。不是，你们到底还有什么瞒着我？陆慈连身份都告诉了我，还有什么需要瞒着的？这个真不能说，你姐姐喊我了，我得赶紧过去了。说完，李哲转身落荒而逃。喊你了吗？我怎么没听到？而此时的柳家，吸血鬼外婆又再次找上了门，年关难过，又来搜刮银子了。少说废话，现在天气冷了，你弟弟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银子，你弟媳的手也不知道被哪个挨千刀的给废了。拿100两银子来，我们买些柴火，不然这个冬天怎么过？众人大惊。娘，我们哪里来的那么多银子？没银子。柳如云那妮子又是修房子又是买马车的，你还说没钱？娘，如云已经出嫁了，她的银子她也做不了主啊。
他的银子他做不了主，那就你们出。女婿中了举人，光是县衙的奖赏都有100两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还有，你们名下可有好几十亩田地，还说你们没钱。没错，我后来又买了几十亩良田，全部挂在了爹爹名下，举人可以减免赋税。娘，那些土地都是……别说了，赶紧拿钱，不然我今天就不走了。岳母，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，您不能这样一直来我们家索要银子啊！我们也有一大家人，开销也大。我虽然是举人，但现在也没一官半职，银子确实没有。这样，回头我让名人给岳母准备一些柴火和食物送过去，您看如何？没想到包子爹今天居然站起来了，可能是因为有了举人的身份吧。哼，大发叫花子吗？外婆见爹爹态度坚硬，只能把矛头指向了包子娘。你给我跪下！不孝的东西！当年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你就这样对我的吗？包子娘一听便要跪下，却被大姐一把拉住。你干什么？你要反了不成？一家老少全是没大没小不孝的东西！哼，当初我就该把你溺死在尿桶里。大姐一听，再也忍不住了。不孝是吧？好，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不孝。说完，大姐便抡起拳头冲了上去，却被刚好过来的李哲抱住。杏儿，不可！你放开，他都说我们不孝了，我就不孝给他看看。今天我非收拾这个老妖婆不可。另一边，得知事情经过的胖丫跑了回来。如云，出事了！我心里一惊，难道是观音奴出事了？谁出事了？你外婆又来了。还好，原来是那个老妖婆。她在哪里？在你娘家骂你娘不孝，你姐气的不行，要跟她拼命，被李哲拉着，你娘却只能一味的哭求。我听了火大，娘亲善良软弱，被外婆拿捏的死死的。我去看看。你别去。你爹在呢，正在和他讲理。我爹怎么说？说你娘是外嫁女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还说她要是再这么闹下去，就去县衙评理。我也没想到包子爹竟然站了起来。你外婆可真坏，怎么能有那么坏的外婆呢？我也很奇怪，明明是亲生的，却过得连捡来的都不如。有人天生就是坏胚子。胖丫不解，她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外婆，而我的外婆，算了，无法用言语形容了。要说你外婆，那还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呢，她怎么能这样呢？你是说她去大户人家做奶娘的事情？最后还不是被人撵了出来。他怎么就那么不待见你娘呢？是不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奶过你娘？狗要吃屎，咱们还要给狗找个借口吗？说的也是，他口口声声说要找李正评理，我猜这是知道你们家正和李正家闹得不好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李正来了，所以刚才大嫂叮嘱我不让你出门，怕再闹起来事情越闹越大。我思索片刻后说道。那我就先不去了，你赶紧去看看，要是吃亏了就回来喊我。胖丫答应后便转身跑了出去。看来得把李正换了，不然在村里待着要不舒服了。很快1个时辰过去了，胖丫走了回来，气鼓鼓地说道：那个李正真不是个东西，他让你爹每个月给你外婆2两银子。我冷笑一声，好大的口气。我爹答应了。没答应，说这事不用李正管。李正说以后柳家有什么事情都别找他了。果然如此。那我外婆呢？灰溜溜的走了呗。这明显就是上次收药材的事让李正亏了不少银子，想办法报复柳家。其实你外婆根本就不缺钱，3里5村的人都知道，她当初做奶娘的时候偷了主家不少宝贝呢，她就是故意来恶心你娘的。我却不太相信。咱们林州最有钱的能有钱到哪里去？再说了，有钱人家的宝贝也是有人专门看着的，怎么能说偷就偷？不是咱们林州的人啊，你不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当初是一个大户人家经过林州的时候，夫人生了孩子，就在咱们这里挑奶娘，挑中了你外婆。后来做完月子后，还带着你外婆进了京，过了2、3年才回来的。不对呀，正常情况下，身为母亲，遇到这种情况，难道不应该生出弥补之心吗？我忽然感觉脑海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，但是又抓不住。